当了80年的镇长，容貌却还像个青年。镇上的居民都传言是早些年镇上来的仙人，而你那时得了仙人的指点，却不知那一日仙人确实下界来到你的镇上收徒。但收徒的弟子并不是你，而你青春永驻的秘密，则是因为你是一名长生者，不仅寿元无限，而且每活1年还能获得1点属性点，增强自己的力量、法力，又或是气运。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年，仅是加了1点力量，你就能一拳碎石；第2年又加力量，你的身体已经无视刀剑徒手，能将菜刀碾成球。而你也凭着本事在镇上当了个巡捕，直到第3年，大宋与蛮族开战，开始全国征兵。因为你是孤家寡人，怕你没有牵挂的逃跑，又或是投靠敌国，所以你幸运的没有被派到前线。不过你的巡捕队长就没这好运了，只能临行前将自己10岁的女儿许真托付给你。然后时间来到第4年，4点力量的你举手之间已是凡人无敌之态。碰巧有流寇入侵镇子，你以1人之力屠杀20几个流寇，不仅保护了大家，因此是你还升了巡捕队长。镇长对你很看重，直接表示等他退休了，下任镇长估计也是你的。但就是有个坏消息，你杀的流寇中有个叫杨丽的家伙，他哥杨刚近2年跟仙人套上了关系，成了仙人弟子，很可能回来报复。好消息是对方刚上山修行，恐怕要个10-20年后才能下山。你点点头，倒也不在意。等你20-30年后加晚点，到时候还不一定谁打谁呢。时间来到第11年，加了10点力量，已经能随手一拳打出真空的你，决定不再加力量，而是加1点气运试试。结果是你路上疯狂捡钱，钓鱼就连没有饵料都能上鱼。又过了2年，来到第13年，有了个坏消息，上前线的许真的父亲死了。消息传回尾西镇，让许真哭了很久。与此同时，又有一件大事，尾西镇突然来了几个自称伏妖宗的仙人，要准备收徒。据他们说，他们感知到此地有大气运者存在，而大气运者前途无限。上一位出现的便是伏妖宗的开宗之主伏妖女帝。本来你还以为是不是你的天资被人发现了，却不想经过测定后，大气运者竟是你一直照顾的许真。许真对成为仙人弟子没有抗拒，因为10几年的照顾，他已经发现了你不会衰老，好似不是凡人。为了能与你若干年后依旧在一起，他不仅答应要成为伏妖宗的圣女，还请求伏妖宗能不能带上你。伏妖宗本来没问题，但当检测你资质时，竟发现你是个无气运者，而无气运者大概率会给周围人气运造成不妙的变化。宗门内更是禁止招收，于是你被拒绝。不过伏妖宗的人答应可以给你点补偿，功法、丹药又或是法宝任你挑选。你想了想，询问有没有牺牲寿元修炼的那种功法。仙人有些意外，还是给了你一本归西术，外加2颗筑基丹。这归西术可以耗费生命，加快修炼到金丹境的速度，但也只能修炼到金丹。不过之后每活1年，修炼者的身体都能被动增加身体能力。而你打开归西宫查看，上面竟写着300年求金丹，3000年成大能，3万年为准圣，30万年则无敌。你直呼好家伙，怎么无敌都来了？但心中一喜，又觉得这功法正好适合你，而且这功法可以以燃烧3倍寿命的代价，让修炼者以3倍速度修炼。正常修炼到金丹期需要300年，你只需要100年时间即可。又是10年镇长退休，你成了新的镇长。几十年过去了，你的容貌还是没有丝毫的变化，镇上的人也都默认是那天你从仙人那里得来了什么好处。想你或许是半个仙人，很多人来到尾西镇想拜你为师，但想到归西宫不是一般人练的，所以你都给拒绝了。此时你的境界差不多来到炼气7层，力量则是来到20点，此外还有气运6点。此时的你单凭摘片树叶扔出就能洞穿山脉50米，而且气运高了之后，在气运加持下，你似乎还可以再次领悟已经学会的功法。归西术现在已经被你领悟为大归西术，最高可以修炼到元婴境界。而随着你的名声不断传播出去，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来拜师，而且大部分都是些江湖人士，什么家族被灭想要复仇的人，又或是定下娃娃亲被退婚心有不甘的人，还有习武奇才一招被废成为废人被家族遗弃想要报复的人。总之一个比一个惨，但你坚决地表明了拒绝的态度。结果这些家伙还以为是自己不够真诚，干脆来到尾西镇住了下来，打算感化的。你摇摇头，又看着好似带动了尾西镇的发展，也没说什么。直到这天，有人见你颇有名气，但多年不出手，怀疑之下竟想要对你实力测试一下，于是安排2个帮派在你的地盘闹事打架，吸引你注意。本来你出面要求2方将周围商铺打坏的东西都给赔偿了就完事了，没想到这几人说到赔钱没问题，但非要在这里继续争个高下。你皱了皱眉头，你这里可不是江湖专门供人厮杀，但那人坚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们非要现在就解决问题不可。没想到对方还敢顶嘴，察觉到或许有人暗中操控。你看着众人说道，不管是这件事的背后是南山老妪，还是淮海剑客，又或是平湖狼巡捕司以及静心阁大日山策划的，总之50息内交了赔偿的钱，赶紧滚出镇子。听到这话，领头那人还想说你是不是太霸道，结果你冷笑一声，拿起茶杯，手指沾了1点水，然后用力一弹，仅用1滴水就将顶嘴那人打飞几10米出去。瞬间其他人尽皆惶恐离去，却又有一人找到你，表示他就是策划这件事的人，请你原谅。而他是大宋巡捕司的人，是想请你出山拯救如今与外族交战不利的大宋。你只是询问这大宋不止你一个修仙者，为什么偏偏要找你？那人直言倒是还有一个仙人，但那人闭关太久已经不出事了，现在也只有你了。你有些意外，你记得自己刚穿越来时可是见过有仙人一掌从空中拍下灭了一座城的，这才让你决定安心苟着发育来着。怎么现在没有其他修仙者了？那人没想到你似乎不知道上界下界的事情，只是说他们凡人的世界是下界，仙人都在上面的上界，而上界的仙人只要下凡就会受极大压制，甚至要从头修炼，所以很少有人下来。你心中恍然又有些欣喜，看来这个世界没多少厉害的人物，只要你在狗上的几万年就可以以无敌之姿出山了。至于众人所求救大宋的事情，你摇摇头，打仗变数太大，不如苟着，因此只是一瞬间就消失在了这人身前。又过了几天，尾西镇中又出现了一件怪事，村中出现一具如同被吸干的干尸。同样的事情几10年前也发生过，你记得当年是木邪央木道长处理的这事的，于是询问木道长人呢？村民说木道长正在赶来的路上，你因为没有灵眼也无法查探这人死因，只能等待木道长的到来。只是等了2个时辰，木道长依旧在来时的路上，直到2个时辰后，一人突然来报木道长死了。
穆道长最终还是来了，如果尸体也算的话。发现穆道长尸体的村民还在其身上找到了一块皮纸，你打开发现上面写明了穆道长20年来的调查。他发现事情可能与一条潜伏在尾西镇深山中的蛟蛇有关，蛟蛇蕴藏在山体之中，不定时的吸食人气，蕴养鬼怪才会干尸出现。可惜最近他又前去查看时，似乎遭了不测，才落了这么个下场。想到这里，你询问周围人知道愚公的故事吗？那人摇摇头，询问那是谁？你只是说了声是我。然后当夜来到深山，顺着穆道长记载的文字就见到了一座蛇形尾巴的大山，然后25点的力量一拳打出，直接震碎整片大山。而碎石中还有一条几10米长的大蛇奄奄一息。大蛇怒喝道：“他明明再吃100人就能化蛟了，现在你阻拦他，不怕天道报应吗？”你一笑，你不是这界之人，还真不怕。于是，一拳将蛇妖击杀，然后没想到气运加持下，还从蛇身上得到了一缕蛟龙之气，可以远程释放杀敌。而一拳碎山的实力也让你推测自己的实力大概来到了筑基8、9层了。然后第二天，当镇上的人发现一座大山凭空震塌后，都怀疑是不是你干的，还给你取了个半无敌的称号。之所以是半无敌，是因为还有其他仙人没跟你切磋过，也不知道高下。总之，自这件事后，尾西镇又迎来了一大批仰慕你的武林人士，尾西镇也因大量的武林人改名成了小武林。不过这都不关你的事了，因为你开始闭关修炼了。在你闭关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小武林已经发展成彻底的江湖之地，有4大门派在这里发展。而大宋因为救皇驾崩，小皇帝继位，权力更迭，朝野震动下，边疆直接被蛮夷攻破了第1道防线，现在只能退居2线。然后同年，又有一仙人出世，直奔小江湖而来，正是30年前拜入仙门的杨刚。而他此行便是得知自己弟弟被人在尾西镇杀害，前来复仇，尤其是在用武力震慑住小武林中4大掌门手里，并得知小武林中还存在一个能摧山断河如同仙人的你之后，杨刚也明白杀死自己弟弟的人很可能就是你们。至于你的实力，他丝毫不惧，摧山断河他也未尝不可。因此当4大门派的人被迫来到你的住处喊醒你闭关后，你第一次与修仙者的交战就要开始。若说仙人的判断标准，大抵就是拥有摧山断江之力了。他杨刚身为仙人之一，未尝不能摧山，虽有些吃力，但事实却没有变化。3大掌门不敢忤逆，赶忙点头道：“您自然是实打实的仙人，不过那位存在应该也错不了，且许多年没有出关，我怕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候，不宜打扰。”3大掌门言语之间是谁都不想得罪。那你们说的我该怎么办呢？杨刚随意地弹了一下青钢剑，发出悠悠鸣声，问道。3大掌门对视一眼，赶忙朝杨刚弯腰躬声道：“不如前辈您先回去，等这位仙人出关了，我立马让人来通知你，到时候您2位当面述说就好了。”杨刚神情彻底冷了一下，青钢剑嗡嗡作响，眼神凌厉，冷声道：“你们是觉得我的脾气很好吗？我刚才已经说了，如今最奢侈的就是时间。”3大掌门赶忙摇头，额头密出冷汗，声音都颤抖了起来，回道：“不敢，只是我怕这样贸然打扰了另外一位仙人，会让他对您的印象不好。”印象？杨刚眼神眯起，仔细打量了3人一眼，低下眼帘，手指在青钢剑上抹过，回道一声：“你们不如考虑考虑，接下来该怎么活下去。”青钢剑绽放寒意，3大掌门赶忙点头回道：“您别急，我们这就带您去找那位仙人商议。”找？杨刚冷漠地抬起了眼睛，青钢剑骤然一鸣，剑气横溢而出，其中一位掌门的左手碎裂，血沫横飞，传来痛苦叫喊。杨刚不屑地瞥了断臂的掌门一眼，继续抚摸着青钢剑，朝3人道：“把他叫来，我在这里等3个小时，3个小时后没到的话，和你们有关系的都得死。”随意的话语说着残酷的做法，3大掌门身子都在颤抖，其中一位还捂着碎裂的臂膀，不敢哼出声。他们不敢怠慢，赶忙去叫人找陈夏。3大掌门此时已经不敢看杨刚了，生怕他一个不耐烦就出剑杀人。杨刚将青钢剑别在腰间，眉眼微抬，朝3人问道：“是不是觉得我有些太过残忍了？”“不敢，没有的事情是我们唐突不懂事。”3大掌门能伸能缩，当下赶忙自己承认错误：“不关你们的事情。”杨刚摇头，嘴角咧起了一个狰狞的笑意，承认道：“我就是这么残忍。山上仙人只修力不修心，他有无敌之力，自然随心所欲。”阵中，门派的长老得了掌门的命令，一大群人朝着陈夏闭关的屋子急速赶去。临近了，这群人却又有犹豫，站在长满杂草的屋子外，迟疑不定。1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进入这个屋子，甚至就连靠近院子都没人敢，只怕引得仙人发怒。连下酒楼的盗贼都不敢进入，今天却要打扰闭关的仙人，很可能会惹仙人愤怒，当场击杀。谁要做这第一个？若是活下来了还好说，完成了这么一个重任，以后锦衣玉食肯定少不了。但要是被仙人一巴掌拍死了怎么办？众人有些许犹豫，但好在有不怕死的。一位30几的大然男子站出，袒胸露乳，朝众人喝道：“如今掌门危在旦夕，我愿去做如此重任，若惹得仙人不快，身死当场，还望诸位照顾好我家人。”“好，我们3大门派定忘不掉你的贡献。对，从此之后，你家人就是我家人，谁敢动，我定杀之。”3大门派的江湖侠客很快答应。大然男子也不再犹豫，双拳捏紧，
呼了一口气，为自己鼓劲，然后快步走入了院子。他先小心翼翼地掀开众多杂草，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慢悠悠地走到因为木质已经腐烂的屋门前，控制粗壮的手臂，轻轻地敲了下门，再压着嗓子用清细声音恭敬道：“仙人在吗？小人有事求见。”没有回应。围观的江湖侠客们不敢发出声音，现场安静的落针可闻。见没人应答，大然男子咽了一口唾沫，又带着胆子加大了一些力道敲门。刚敲出第一下，屋门便因为腐蚀严重、年久失修的原因轰然倒塌，发出巨响。大然男子傻眼了，呆呆地站在门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谁啊？屋内突然传来一道慵懒声音，像是刚刚睡醒一般。大然男子赶忙跪下，躬声道：“晚辈无意冒犯，只是有事求见您。”屋内传来了脚步声，大然男子不敢抬头去看，脑袋死死地贴在地面上，同时又求饶道：“晚辈如此事有重视，求仙人原谅。”后边围观的江湖侠客更不敢怠慢，由长老带头跪下，之后三大门派齐齐下跪，一共300人跪于屋门前，整整齐齐。你有什么事？慵懒的身影靠近，脚步声停止，就站在了大然男子身前。大然男子心都悬在了嗓子眼，不敢抬头去看，只能继续躬声道：“有仙门的仙人渡江而下，要见您，正等在渡口处。要是您不去的话，他就要杀了我们3个门派的掌门。”这么暴躁呀？陈夏点了一下头，瞧了跪拜的300人，纳闷道：“你们这是干嘛？”为首的长老赶忙说道：“请您出示，救我们的掌门。”长老说到此时，还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其余300人通通效仿，以头枪地，砰砰作响。哦，陈夏点了一下头，不置可否，又打量了周围一眼，皱起眉头，朝众人问道：“这是啊，从我闭关到现在过了几年呢？”长老连忙回道：“这是尾溪镇，从您闭关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陈夏望着周围连绵不绝的高大房屋，摇了摇头：“你们别搞门派了，去做基建吧，适合这个。”长老不知道基建是什么意思，当下也没人敢回话。陈夏又朝面前的大然男子回道：“来找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大然男子赶忙回道：“那位仙人叫做杨刚。”杨刚？陈夏小声念了一句，眉眼之中有些疑惑，好像有点印象，但又印象不多。他来干嘛？大然男子赶忙回道：“据说是来给他弟弟报仇。35年前，他弟弟在尾溪镇被人杀害了。”大然男子这么一说，陈夏的记忆就清晰起来了，点头了然道：“对了，他是不是有个弟弟叫做杨伟？”大然男子一愣，随后快速纠正道：“不是杨伟，是叫做杨丽。”对，陈夏清晰地想起来了，他就是有个弟弟叫做杨丽，我杀的。陈夏直接承认。在场300人全都怔住了，还真是这位爷杀的。半晌过后，长老大着胆子说道：“那就没错了，杨刚就是来找您的。他有多厉害？”出于保险起见，陈夏还是问了这么一句。长老赶忙道：“应该已经踏入仙道了，是踩着莲花渡江而来的，手上还有一把剑，一剑就展开了整个渡口。”行，陈夏听着觉得也没多厉害，况且是专门远程来找自己的，总要招待2拳吧。有客自远方来，先砰砰2拳，不死再驱之别院。都起来吧，别跪着了，我又不是皇帝。陈夏随意说了一声。300江湖侠客赶忙起身，这才能打量仙人的姿态。入眼处是极为年轻的样貌，最多不过25、6的样子，和以前江湖中流传的画像没有一点出入。果真不愧是仙人，长生不老。众人心中惊骇，沉默片刻。长老先抱歉弯腰，带着胆子开口道：“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出手救救我们掌门？”走吧。陈夏没有拒绝，毕竟是专门来找他的。长老连忙在前面带路。陈夏瞥了一眼身旁袒胸露乳的大然男子，评价道：“有空把胸毛剃了吧，再穿件衣服，公共场合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好好。大然男子赶忙点头，直接从腰间抽出大刀，开始刮胸毛。陈夏怔了一下，点头，执行力不错。大然男子被仙人表扬，当下更见起劲，跑去高价买了一件路人的衣服，一边穿衣服一边挂胸毛。陈夏这次没有多说什么。300人的队伍不急不慢地朝渡口赶去。长老也想提速，快些到达，但怕引得陈夏不悦，只能不紧不快地前进。到达渡口后，江湖侠客们停住。3大掌门看这个架势，眉头皱起，觉得是可能没请来仙人，要和这杨刚搏命了。一时之间，他们很是感动。杨刚手搭在腰间青钢剑上，蔑视众人，不屑笑道：“怎么的，摆出这种架势来，是想和我搏命？哈哈哈！”他发出尖锐笑声，似乎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般，缓了片刻，讥笑道：“那我只好把你们的头颅通通挂在屋檐上，再弦一个铃铛，风吹来，人头动，铃就响，到时候满街的人头铃铛一起响，也算是一个壮烈景观了。”哈哈！300位江湖侠客沉默无言，
纷纷侧开身子，让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摸着耳朵，一脸无所谓的陈夏从其中吊儿郎当的走去，瞥了杨刚一眼，问道：“你就是杨伟吧？你就是杨伟吧？”陈夏平淡的一句话问出。杨刚眼神之间寒意闪动，握着的青钢剑嗡嗡作响，冷哼道：“你找死！”陈夏点头，轻笑道：“这句话你可以送给自己。”杨刚冷笑一声，抽出青钢剑，眉眼之间满是杀意：“你敢以仙人之名著称，我倒要试试你有没有仙人之力。”陈夏没有回话，心神沉入脑海，将10年里累积的点数全部加到力量上。加点成功，力量35。磅礴的力量疯狂涌动，不过没有显现出异象来，很快归于平静。他拍了拍衣袖上沾连的飞灰，看都没看杨刚，只是随口说道：“你来的时间不对啊。”杨刚手上的青钢剑发出清脆剑鸣，回以讥笑：“要是杀了你，就是对的。”言语之间已是毫无客气，杀意尽显。陈夏低下脑袋，转为吹了吹衣袖上的灰，然后才面对杨刚微笑道：“你应该在35年前我杀你弟弟的那个夜里就来，越往后拖，你就越不该来。”这是实话，因为陈夏会越来越强，且变强的速度极为夸张。自此，杨刚才知道真是陈夏杀了他弟弟，不过却没有太大的表情波动，嘴角咧出了一个狰狞笑意，点头道：“你杀了那个丢脸的废物也好，当下我再把你们全杀了，也是名正言顺。”陈夏面色平淡：“你的杀意有点重啊，不重何以成仙？”杨刚暴喝一声，不再言语，直接持着青钢剑踏碎最后半个渡口，响着嘹亮剑鸣，伴着滚滚剑罡，卷碎沿途街道，朝陈夏直斩而来。周围江湖侠客不敢参与，赶忙退去。剑罡行至半途，戛然而止，剑鸣消逝。杨刚神情阴翳地看着面前，锋利的剑身往上，剑尖处倒扣着双指，就是这双指压住了所有剑罡与力道。陈夏单手倒扣青钢剑，围观的江湖人士面色惊骇，不敢置信，连最基础的力道都不足，还想学人出剑？陈夏笑着反问一声，倒扣的双指转为正放曲起，朝着剑尖骤然一弹，当！整个青钢剑传出极为响亮的颤鸣，磅礴且连绵的力道迅速在剑身里传递，使得青钢剑犹如海浪颤抖。力道由剑身很快地传递到杨刚持剑的手臂上，再是整个身体。杨刚持剑手臂处的衣袖炸开，碎裂成齑粉，身形朝后骤退50步，落于水面之上，才堪堪卸下力道。陈夏随意笑道：“接我弹指，须退50步；接我一拳的话，岂不是要去到娘胎里了？”杨刚咬牙，面色阴冷，不服输地回嘴道：“就怕你没有这种时光倒转的本事。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陈夏嘴角仍然带着笑意，解释道：“我说的是你下辈子的娘胎。”杨刚怒极，他本来性子就狂妄高傲，如何受得了如此讥讽？当下骤然一踏水面，莲花从脚底绽开，青钢剑开出锋芒，冷声道：“你这么想要找死，我就成全了你。”杨刚直接松手，任由青钢剑掉下，落入水中，同时莲花开始在脚底旋转，一共6片花瓣一一掉落，沉入水中。围观的江湖侠客看得皱眉，按理来讲，花瓣是会飘在水面上的，不过杨刚用的仙人手段，确实不能以常理来看。杨刚忽地并起双指，朝上猛地一抬，水面之中顿时一颤，迅猛地钻出把飞剑，悬停在他身前。以青钢剑为首，其他5把是粉色的莲花花瓣成，辅佐一旁。围观的江湖人士眼瞳睁大，惊骇异常。这俨然是御剑的神通，实打实的仙人手段。杨刚嘴角咧起冷笑，朝着陈夏讥讽道：“等下我要一件一件的割开你的皮肉，再砍开你的骨头，挖出内脏，魂点天灯。”陈夏站直了身体，挠了挠脸颊，有些苦恼地叹了一口气，摇头道：“可惜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不能给你这么好的待遇了。出于回馈的话。”他话语顿了一下，继续笑道：“我就直接打死你吧，死到临头。”杨刚冷哼一声，并起的双指朝上一拉，一把粉色飞剑骤然射出，朝陈夏脖颈射去。他双指不断挥动，飞剑陆续而去，脖颈、眉心、心脏、侧脑，7把飞剑皆朝致命伤而去，不留余力。杨刚眼神之中闪烁着疯狂之意，其中皆是杀意在混动。他是仙门之中300年内天赋最高者，理应是师尊之下的第一人，天下的凡夫俗子都该对他卑躬屈膝才对。他如今下山，打着给弟弟报仇的名号，其实只是想杀人，想要体会这种高高在上、随意了断他人生命的感觉。可怎么忽然就钻出一个仙人，竟然还与他师尊并称世间2仙人？杨刚如何能接受得了？此时想杀陈夏的心思已经溢满心间。最先来的飞剑直朝陈夏脖颈而来，剩下6把紧随其后，陆续进攻陈夏的致命伤。陈夏连看都没看，直接蛮横地抓住第1把飞剑，手上磅礴力道碾压而去，将这飞剑破碎成齑粉。还有6把。
陈夏眼神随意一瞥，便将刺来的飞剑全部看清，瞳孔之中玄黄气凝聚，张嘴一吐，轻吐一口蛟龙气，6把飞剑皆颤鸣，莲花变作的飞剑更是直接落地枯萎。众人隐约间似乎听见龙吟，回忆起来又略微恍惚，不知真假。剩下最后一把青钢剑插在地上，不敢动弹。杨刚神情震惊，并起的双指不断晃动着，却怎么也换不动地上的青钢剑。他目光逐渐呆滞，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陈夏嘴角带起了不屑笑容，问道：“如此，你也配叫做仙人？”杨刚表情呆滞，愣神在莲花之上，没有回话。陈夏屈指，蛟龙气在手指之间滚动，浑身力道凝在一指之上，笑意收住，面色平淡道：“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仙人。”这一指弹出，浑厚蛟龙气滚动，沿途的街道开始寸寸碎裂，就连深处的泥土都被蛮横离开。时间似乎在此刻变慢了，连远处飞鸟的鸣叫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蛟龙气滚动到了水面，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露出了几十米深处的河床。杨刚的身子被蛟龙气撞上，伴随着开合的河床，瞬间倒飞3000米，撞上远处不高的山巅。轰隆，山巅开始倒塌，杨刚已经不见了，只看得到山巅刚刚碎裂的坑洞处有血沫正在挥发。确实是陈夏这一指，直接给杨刚打得气化挥发了。周围江湖人士愣住，看着眼前被分割的工整的大江，以及远处倒塌的山巅，张了张嘴巴，却不知道说什么。一指断江，一指摧山，一指杀仙人，3件事情都只需要一指而已。这就是真正的仙人威呢？他们忍不住胆寒，身后浮现出冷汗。若是把自己带入成杨刚去接这么一指，估计等不到断江就已经尸骨无存了。因此他们看向陈夏的眼神更见敬畏。陈夏此刻却怔住了，他脑海里传来了提示：气运作用，初级蛟龙气，中级蛟龙气。看这个提示，应该是他的蛟龙气升级了，当下也能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浑厚的气体在身体里涌动。陈夏打了个哈欠，朝着众人摆了摆手：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3大掌门赶忙恭敬开口：您请，需要什么尽管和我们说，我们一定尽全力为您做到。好好。陈夏点头，又忽地问道：对于这个杨伟的仙门，你们了解多少？3大掌门赶忙道：杨刚、杨伟是80里外的仙门弟子，在35年前拜入仙门，成了那位仙人的关门弟子。他35年前就已经成名，不过还是恶名居多，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想到还能加入仙门。至于他的仙门，据说在300年前创立，其宗主也是您之前的大宋唯一一位常驻仙人，甚至还得到了天界仙人的肯定。100年前还有这位仙人出世，横推养龙寺的事迹，只不过这100年就没了，据说是必死关去了。陈夏点头，同时诚恳祝福道：希望他是真死了。3大掌门不敢接话，只是陪笑道：您真爱开玩笑。陈夏无所谓的点了一下头，回道：我确实挺幽默的。3大掌门刚要回以笑意，但是刚才那句话没开玩笑。陈夏补充道：陈夏没有开玩笑，他是真想另外一位仙人必死在关里，就这么寿终正寝，不也算一个挺好的死法吗？再说能教出杨伟这种东西，这仙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指不定以后又要来找陈夏报仇。另外3位掌门不敢回话，只是干笑着。陈夏慢悠悠地朝自己的屋子走回去，路上的江湖人士赶忙让开，偌大一个街道硬是没有一个人敢走，全都低头站在最两侧，恭敬地等陈夏走过。陈夏伸了个懒腰，朝后边远远跟着的3大掌门瞥了一眼，随便勾了一下手。3大掌门赶忙跑来，点头哈腰道：你有什么吩咐？陈夏疑惑问道：尾西镇原来的人呢？怎么全是江湖人士？3大掌门赶忙回应道：原先的尾西镇居民都高价卖了房屋，搬去了最近的城里，如今的尾西镇大多都是江湖人士了。哦，陈夏点头，没多在意。世间变化就是这样无常，尤其是以寻常人不过100年的寿命来讲。他重新钻进了自己长满杂草的小屋子里。3大掌门恭敬地候在门外，不敢踏进一步。其中一人大着胆子朝里边问道：您的房屋需要我们修缮一下吗？不用了。陈夏平淡的声音从里边传出，又道：我喜欢尾西镇，只有待在这个破烂的小屋里，才让他有35年前住在尾西镇的感觉。如果说时光是止不住的流水，那陈夏就是沉在水里的石头，不随流水而动。等水流得久了，再转头一看，旧人旧事都没了，可总得留点旧物吧。尾西镇仙人出世，弹指断江摧山杀人的事迹很快的传出，比12月的寒流传得更猛烈。半月时间，整个大宋境内几乎都在讨论这个消息。且最为恐怖的是，这仙人弹指杀的不是一般人，是另外一位仙人，完美的解释了什么叫仙人之间亦有差距。酒馆里的说书先生们都编排好了故事，
上回讲到，那杨刚习得仙法，脚踩莲花，渡江直去小江湖，性情残暴，杀戮成性，不由分说，先斩杀了一位掌门人，又要威胁陈姓仙人。陈下的名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响遍整个大宋地区，以至于江湖人士们都在商议，要不要把陈下世间半无敌之前的半字去掉。可大宋境内还有另外一位仙人没出世，他们二位还没真正较量过，现在去掉这个半字，似乎太早了吧？此番话语有不少江湖人士赞同。陈下若真想世间无敌，那么另外一位仙人是他必须要面对的阻碍。两位仙人之间，一日不分胜负，一日都只是半无敌。陈下出关的消息传出后，首先来找他的是巡捕司的高手，甚至连来的人都是10年前求陈下出山的那位，如今已有些老态，叩拜在门外，朝陈下躬声道：“求仙人出世，救我大宋于水火之中。”陈下慢悠悠地从屋内走出，瞥了这巡捕司高手一眼，微笑问道：“我记得上次也是你来的吧？都过去10年了，这仗还没打完吗？”巡捕司高手咬牙，神情悲愤道：“蛮夷武力强横，不过当初陛下已找到了应对方法，形势尚且稳住。可5年之后，陛下驾崩，太子继位，年幼不懂战事，被蛮夷横推了100里，靠着熟读兵书的长公主出战，才堪堪稳住情况。”陈下听了，有些好奇道：“你们大宋是没有自己的将领了吗？怎么还要长公主出战？”巡捕司高手咬牙，先皇之前削弱了武将势力，培养文臣。哦，陈下点了一下头，然后又笑道：“那你们这是自作自受呀，关我什么事情？”可巡捕司高手抬头，神情焦急，又要解释什么？陈下骤然开口吹气，一股狂风呼啸，卷动在巡捕司高手周围，带动他的身子退去千米，安稳跌落在道路上。巡捕司高手呆愣坐在地面上，一旁是隔着远远围观的路人。他呆了半晌，才愤懑的一拳捶在地上，对自己咬牙辱骂道：“真是个废物，我真是个废物！”陈下躺在屋内的破烂摇椅上，脑袋望着天花板。不是他不想出手，只是单纯的懒。或许是练了大龟息术的原因，他现在喜静不喜动。陈下连忙摇了摇头，拍了拍脑袋：“不行不行，这么下去真要成王八了，得动起来才行。”陈下吸一口气，为自己鼓劲，感觉身上有一股劲，内心激动起来，不吐不快。于是他在破烂摇椅上翻了个身。好，运动结束。边关城头之上，加急赶回来的巡捕司高手单膝跪在地面上，朝眼前英气十足的女子将领抱拳悲泣道：“长公主，属下无能，没有请来仙人。”女子捏了捏鼻尖，呼出一口气，摇头道：“没事，这不怪你，仙人不肯来，谁也强求不了。”巡捕司高手咬牙不言语，心中有说不出的悲戚。女子手搭在腰间的长剑上，眉眼之间除了英气之外，还有一丝秀气。此时有些低垂着眉眼，又问道：“新征召的江湖侠客们呢？有消息吗？”巡捕司高手赶忙道：“江湖侠客倒是有些原因前来，不过人数比起往年要少30%。”女子点头，无奈地呼出一口气：“会来的江湖侠客早就来了，不会来的一辈子也请不来。”巡捕司高手点头，又道：“不过这次天下第一的左飞扬和第3的老僧都愿意来，另外还有一些成名已久的高手。”女子点头：“好。”他又将低垂的眉眼抬起，凝视着前方，那里是蛮夷驻扎之处，有着100万骑兵，冲锋之时，地动山摇，无往不利。且蛮夷之中也是有许多高手存在的。女子又叹了一口气，眉眼之间写满忧愁，摇头道：“真的够吗？要是守不住怎么办？”巡捕司高手赶忙咬牙抱拳道：“请长公主放心，我誓死守卫城门。”女子轻笑了一声，然后摇头，略微无奈道：“说了多少次了，父皇死了，我就不是长公主了。如今弟弟继位，你还叫我长公主像什么话？叫将军就行。”“是将军。”巡捕司高手赶忙改口。女子睁着眼睛，其中有灵光闪过，似乎有了什么主意，急忙的朝后边走去。3日后，有长公主南下，直去小江湖的消息传出。长公主此去为何？有人询问。求仙人出世。仙人在干嘛呢？仙人在家里躺尸。总之就是突出一个不想动荷兰，3大掌门也不敢来打扰他，陈下更是乐得清闲。一天24小时，他能睡23小时，剩下1个小时坐着发呆。能坐着升级，谁又想要动呢？对吧？只是这种清闲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呀，就有人再来拜访他。浩浩荡荡的队伍封锁了周围，江湖人士只能站着远远的，连3大掌门都不敢靠近。看见了吗？那是巡捕司官家的衣服，这我认得，里边好像都是巡捕司的高手，好像还有皇家的禁令，应该是那位来了吧？江湖人士没有直说，但都知道来者是谁。大宋的长公主来了。破烂小屋里，身着大黄袍子的女子端庄坐着，俏丽的面容皆是严肃郑重，清秀眉眼注视着眼前歪七扭八躺着的陈下，请求道：“我代表大宋请您出世，
挽救大宋危局，我愿给予您国师身份，且满足您的一切要求。陈夏在破烂摇椅上转了个身，扬起垂下的脑袋，倒着看女子，回道：我这里必须要给你说明一点，虽然我是一个好人，但你们并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奖励，对吧？女子点头，认可陈夏这番话语，双手放下膝盖上，紧紧抓着衣袍，又请求道：可您身处在我大宋江山这么多年，总归是有些感情的吧？且蛮夷顽劣不堪，进入大宋之后定会屠杀百姓，您出事不单是为救大宋，更是为百姓。你说的对。陈夏点头，但又回道：可我并不吃感情牌，你的道德绑架对我没用。但女子一连淡了几下，却始终没有说出话语，最终只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起身朝陈夏鞠躬弯腰道：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知道就好。陈夏回道，脑袋又缩到了破烂摇椅上，准备躺平。气运作用，你与皇室相处，蛟龙气增加1%。这也行。陈夏直接从破烂摇椅上起身，叫住了准备离去的女子：你先回去，我3日后就来。为什么要3日后？因为他还想再躺3天。女子欣喜转头朝陈夏激动谢道：谢过先生，先生愿意出手，真是太好了，大宋无以为报，这就通知弟弟任命先生为国师。气运作用，你获得了皇室好感，蛟龙气500，照这样下去，应该达到100时，蛟龙气就会进入下一次升级。身份更新，大宋国师拥有20%国运加持，可提高20%境界。陈夏脑海里又新弹出了一个提示，显示他成为了大宋国师，可以拥有国运加持，并且提高实力。但之前当巡捕和镇长的时候，怎么没弹出这个提示？陈夏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之前的身份太小了，根本没有提升，所以干脆不弹出来。这就代表着往后陈夏的身份越高，能拥有的增益也就越强。陈夏点头，胸中一股豪迈之气冲出，总想要做些什么。于是他又翻了个身。爽！陈夏让长公主等他3天。第1天，他去在家好好的休息了一番，翻了几个身。第2天，他把屋子里里外外好好收拾了一番，还去镇子口钓了一会儿鱼，再慢悠悠的溜达回家中。第3天，傍晚时分，陈夏找了3大掌门，问清楚了边关战士的位置，便开始启程了。他脚步仅是一踏，便瞬间出现在1000米之外，以一种异常恐怖的速度朝着边关靠近。若是有人能从天上看，便能发现陈夏的身影几乎是在大宋境内闪烁，偶尔还要停下来看看别人家吵架的热闹。边关城内，将士来报：将军，蛮夷又有攻势，10万铁骑朝着城池冲杀而来。女子穿着沉重盔甲，坐于首位，面色苦恼，让将士们准备好弓弩，驻守城头，不要出城，就这么射杀蛮夷。好，将士听了指令，就要退去，顺便叫城里的江湖高手们注意一下，防守城内，不要被蛮夷的高手钻进空档。将士再次应答一声，朝帐外快步离去。女子捏了捏鼻梁，朝着一旁将领忧愁问道：仙人还没来吗？左侧将领赶忙回复道：后方守城的将士们没有听到消息，估计这仙人应该是还没到。女子点头，无奈道：希望如此吧。蛮夷之间出了个无敌的武夫，上次就单人破甲3300，几乎已经达到了1人左右战局的地步了。将领赶忙回道：这蛮夷是神勇，但我们也有江湖高手，在战场上应该可以阻挡他。女子摇头，眉眼之间写满无奈，回道：我去问过左飞扬，他说自己与老僧加在一起，尚且差着蛮夷武夫一筹，很难取胜。若是厮杀到底的话，很可能是这蛮夷要了他们的命。将领愣了愣，不敢置信道：这蛮夷武夫当真如此无敌？女子呼出一口气，6年前这蛮夷武夫横空出世时，便破甲3300，杀出威名，之后有他的战场更是无往不利。若非是左飞扬一众江湖高手阻挡，城池早被他打破。将领愣了一下，怔怔点头，如今看来，只有请来仙人才能挡住他了。不一定。女子神情凝起，否认了这个说法，语气严肃起来，继续讲道：我怀疑蛮夷和海外炼气士勾结在了一起。炼气士？将领愣了一下，皱眉问道：炼气是不是100年前就毙倒了，宣布不问世事了吗？他说你就信？女子反问一声，然后又道：蛮夷有诸多手段，都像是炼气士在其中操控，尤其是6年前的破城之战，天气异常炽热，城中粮草之内火势连绵数百米，未战先乱，给了蛮夷可乘之机。女子说到此处时，将领想起来也觉那日的大火太过奇怪，虽是自然，但又不像。我担心这蛮夷武夫和海外炼气士联合起来，本就力量蛮横，要是再加上海外炼气士等我诸多神通，恐怕到时候并不畏惧仙人。将领皱眉辩解道：可这仙人是有弹指断江摧山的神通，若真要出手，蛮夷武夫怎么可能打得过？女子眉眼忧愁，点头回道一声：希望如此。说罢，他就不再聊这个话题了，往外走去，要前往城头督战。
还未靠近，便能瞧见城头有充盈的火光，士兵们并排而立，神情严肃地注视着城下。驻守的将领在不远处站着，随时准备发号施令，应对蛮夷的攻城。女子靠近，朝将领问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将领赶忙回道：“大人，蛮夷铁骑盘旋在1000米之外，并未着急攻城，我方弓弩射击不到，只能继续守城。”女子点头应答，皱眉看着城池下边，在1000米之外，隐约能见蛮夷铁骑正在盘旋观望，并未冲杀。这对守城一方来讲并不算好，铁骑可以盘旋着围绕休息，压力更小，不用提心吊胆，且休息与补充都更为方便。但守城一方不行，守城方需要全神贯注地守住城池，一旦蛮夷铁骑有丝毫异动，守城将士又要提起精神。长期下去，守城一方定然会精神恍惚，头脑不清。女子叹气，一般面对这种战术，只有顽强硬守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方法。将士意志够强韧，便能守住。只是蛮夷铁骑一直没有进攻的打算，就这么拖着，偶尔有一队铁骑忽然冲到前端，却不等将士们射箭，又大笑着跑了回去。戏耍，这是赤裸裸的戏耍。但守城将士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听着蛮夷铁骑讥讽的笑声，沉默不语罢了。等到天微微亮时，守城的将士都有些疲惫，要轮换到其他人来驻守了。城外突然响起沉重马蹄声，仿佛把大地都踩得颤抖，数万铁骑一起冲杀而来，不留丝毫余力。守城将士赶忙打起精神，弯弓搭箭，准备射击蛮夷。铁骑之前有一道身影极快冲出，毫不停顿，冲杀在众将士最前端，脚踏之处能看见深深脚印，随意一跃便是数十米距离。是那蛮夷武夫铁木悟。将士们惊呼出声，命令士兵赶忙射箭。庞大的箭雨朝铁骑覆盖而去，顺带着要射杀铁木悟。铁木悟单手往前一挥动，直接卷断面前数十箭矢，朝着城池继续攻杀而去。1000米距离，不过5息时间，铁木悟就要踩上城头。将士们神情惊乱，叫他们打寻常人物尚可，但要面对铁木悟这种神仙人物，如何能当？单凭铁木悟一人就能杀光城头所有将士。好在铁木悟还未上城头，城中就有一箭掠出，将他斩落城下。随后一道人影极快跟上，与铁木悟在城下厮杀。瞬息之间，城中又有一位年老僧人披着赤红袈裟飞跃而出，朝着城下喊道：“飞扬小友，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城墙下便是2大绝顶高手与蛮夷武夫的对决，打得不可开交，仅是气缸就炸响了周围数十米，连冲杀的铁骑都不敢靠近周围。双方的攻杀战彻底打响，声势浩大。陈夏还在半路，正在看2个女人打架，这里边的剧情可不简单，他看了3个多小时才算是捋明白。不得不说，电视剧都没有这样婉转回旋的剧情。每次陈夏都以为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刚开始。就这2个女人，起码扯出了这镇子里80%的八卦。陈夏现在才听完，忍不住感叹一声精彩。他抬头望了望天空，忽然想到了什么，是不是迟到了？陈夏自言自语一声，不再拖沓，赶忙朝着边关奔袭而去，身影闪烁间比之前更快。战火燃烧了2个小时，边关城池的情况并不乐观，铁骑攻杀到了疯狂的程度，凶猛地冲撞着城门。城门岌岌可危，已经出现破损。2大绝顶高手与蛮夷武夫的厮杀也不容乐观，现在已经处于下风。这蛮夷武夫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出手大开大合，完全没有一点收敛，身上又有磅礴的护体真气，使得左飞扬与老僧伤不到他。而左飞扬与老僧已经内力不足，抵不住蛮夷武夫的全力攻势了。呼！左飞扬吐出一口气，刚想喘息提气，铁木悟不给他一点机会，直接一拳砸脸而来。左飞扬持剑抵挡，身影威胁，想要卸力，却被打得飞剑骤响，身躯承受不住后续压力，直接倒飞而出，滚动2圈后才接力站起。他持剑的手在颤抖，看着眼前铁木悟，不敢置信道：“你又有突破？”铁木悟说着蹩脚的大宋语，嗤笑着回道：“武道本来就该向上走，你们2个废物止步不前，自然要被淘汰。”左飞扬刚想回话，铁木悟剁碎地面，身影瞬间到达左飞扬面前，高大身躯笼罩着左飞扬，一拳高举，拳罡卷动空气，造出真空区域，朝着左飞扬锤杀而去。老僧想要来救，却被脚下突然滚动的泥土限制，他睁大眼睛，惊讶喊道：“炼气势！”轰！拳落，左飞扬身躯犹如破损的断线风筝，倒飞在城墙前，被打断了右臂，连佩剑都不知跌落何处。如果是先前是僵局，那么现在就已经破局了。蛮夷占据了优势。女子站在城头最高处，苦涩地看着城墙之下的场景，无奈摇头，悲伤道：“守了6年，难道今日就是终结了吗？您稍后退走吧，我们后面还有防线，这里交给我们便是了。”有将领劝道。
女子摇头，苦笑道：“退到哪去？6年前我们就已经退了100里了，如今要是再退，就只能退回国都了。”我无颜面对大宋子民，就让我和程氏一起存亡吧。大人，将领悲戚喊道，却又说不出话语来，干脆直接走出了营帐，准备持刀上阵杀敌。而城门处破损的窟窿也越来越大，蛮夷狰狞的讥笑声已经能通过窟窿传进来，极为的刺耳。铁骑持着巨锥，不断撞击城门，每一次都能撕裂开一道口子。而等着口子开始变大时，就再也遏制不住了。城里的将士站在了城门内，拿上了兵器，准备在蛮夷铁骑破城之后上去拼杀。他们大概率会死，但没人在乎，只想守城。随着蛮夷巨锥的撞击，城门终究是坚持不住，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叫声，朝下轰然倒塌。唯一的屏障没有了，蛮夷铁骑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以无比狰狞的面貌。当城门的最后一声闷响传出，两军之间出现了一个人影，以懒散的语气随意招手道：“滚回去吧，滚回去吧。”很平淡与随意的声音响起，却是朝着蛮夷铁骑开口。说话的是个瞧着不过20好几的青年，穿着青衫，长发扎起，面容俊俏，脸上写满了懒散之意。瞧见一众铁骑没有动静，又歪了歪脑袋，自言自语道：“听不懂大宋语言吗？”陈夏秉着能劝退就不多动手的理念，又伸手朝外边挥动，再说道：“你们低，快快低滚蛋！”蛮夷铁骑的领头人眼神阴沉，以不太标准的大宋官话朝陈夏喝道：“你找死！”原来听得懂呀。陈夏恍然点了一下头，伸了个懒腰，朝着领头人回道：“我比较懒，不太喜欢动手，你自己滚蛋，我可以考虑不杀你们。”他说完又打了个哈欠，微微皱眉，最近不知道怎么着，老是感觉有些疲惫，想要躺平开摆。蛮夷领头人眼神凝起，手上大刀横割，绽放寒光，冷声道：“你是大宋的高手？”陈夏摇头：“我不是大宋的高手，我叫陈夏，你也可以称呼我为大宋国师。”这4字一出之后的守城将士神情瞬间激昂起来，因为大宋只有一个国师，就是刚刚上任的仙人。这位就是仙人。为首的将领直接朝陈夏单膝跪拜，躬声抱拳道：“恭迎国师大人。”其后将士赶忙跟着跪拜，齐声喝道：“恭迎国师大人。”这边的阵仗响得极大，以至于城头上的将士都被吸引了注意力，朝此处看来，瞧见将士们都在跪拜一个男子，且他们口里喊着的似乎是国师大人。国师是谁？城头将士开始回想，神情猛然欣喜起来，激动的大喊道：“仙人，是仙人来了！快去告诉大将军，仙人来了！”与城头的欣喜不同，蛮夷领头的铁骑操控着高大战马往前走了2步，与陈夏直视，一字一句道：“我草原铁骑3000即可无往不利，3万可路上无敌，而我后边有30万铁骑，足以横推整个大宋。你一个江湖高手，凭什么敢挡在这里，挡在我草原30万铁骑之前？”铁骑领头人怒喝一声，牵动战马，发出高昂嘶鸣，再次喝道：“30万铁骑冲杀下，你不过蝼蚁，顷刻就要被碾压磨平，成为铁骑刀下亡魂！”冲锋！领头人怒吼一声，城门处的铁骑开始城内冲杀而来，30万马蹄同时踏在大地上，地动山摇。守城士兵赶忙站起，面色惊慌地看着眼前冲杀的蛮夷铁骑。虽有仙人在此，但就如这领头人说的一样，后边可是有30万蛮夷铁骑啊！仙人能挡住30万铁骑吗？他们心里都没底。为首的将领咬牙，提起大刀，大吼发令道：“全体结阵，配合国师大人，迎战蛮夷铁骑！”不用。一声轻飘飘的语句传来，让每个守城将士都听得极为清楚。陈夏身影孤零零地站在最前端，30万蛮夷铁骑朝他冲杀，地动山摇，杀意弥天。陈夏的表情很平静，甚至还抽空伸了个懒腰，等着铁骑冲杀到30米时，他才咧起微笑，不屑道：“30万！”他脚步抬起，眼中浑厚蛟龙气闪耀，皆数运转到这一脚之上，朝着面前大地猛然一踏。青石做成的地板在这瞬间成为齑粉，连一点抵抗的作用都没起到。随后是泥土开始瓦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爆破出深坑。最后是泥土上的城墙承受不住，寸寸碎裂，尽数塌陷。从陈夏这一脚为起点，越往后碎裂的范围越大，沟壑越深，成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扇形。扇形似小山的沟壑中，坑杀了近万蛮夷铁骑。守城将士与蛮夷铁骑都愣住了。这就是仙人一脚的威能吗？倒塌的部分城墙烟尘中，有一道人影缓缓走出，站在废墟最高处，朝着数百米外的蛮夷铁骑笑道：“30万铁骑不行，300万尚且能够杀。”蛮夷铁骑不敢回话，看着站在城墙废墟上的人影，只觉得是在看天神一样。唯有天神才能有如此威能。横行草原的蛮夷铁骑们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不再继续冲杀，
几乎想要调转马头回去了。守城的将领们神情激昂，眼神崇敬地看着城墙废墟上的人影，欢呼大喊起来：“国师，国师！”城墙上的将士因为退让及时，并没有被陈夏这一脚波及，此时眼神热烈地看着陈夏背影，跟着大喊：“将军，我们赢了！国师太厉害了，这就是仙人伟力吗？”女子也眼神热烈地看着城墙废墟上的那道人影，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与崇拜。这是从绝望到充满希望的转变，全都是因为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人间力之极致了吧。陈夏眼神朝着城墙左边数百米一瞥，瞧见铁木悟还在和左飞扬与老僧厮杀，便随意一踢脚，咻！一抹废墟上的石子极快地射去，瞬间洞穿铁木悟左臂，将他打得跌倒一旁。铁木悟紧紧咬牙，眼神怨恨地看着陈夏，以蹩脚的大宋官话愤怒叫道：“偷袭算什么本事？”陈夏面色平淡，拍了拍袖子，问道：“你很会打吗？”“对。”铁木悟愤怒大吼。“有我能打吗？”铁木悟没有回话了，不过仍然愤怒地看着陈夏。左飞扬与老僧赶忙退回来，朝着陈夏躬身抱拳道：“见过国师。”“陈夏随意的敷衍应答。左飞扬两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大宋十高手，世间两仙人，虽然是放在一起说的，可唯有他们这些十仙人才知道，自己和仙人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铁木悟被陈夏随手击伤，就是最好的证明。甚至他们觉得陈夏刚才根本没有杀铁木悟的想法，不然铁木悟已经死了。铁木悟仍然咬牙，朝着陈夏不甘示弱道：“卑鄙的宋人，有本事等我再修行30年，到时候定要取下你的头颅。”铁木悟还真是符合草原蛮夷的性格，一点也不懂得示弱，就是要争个你死我活。现在你就打不过我，还有30年后。陈夏被逗笑了，又评价一句：“一个好身子配个狗脑子。”铁木悟咬牙，一拳重重地砸到地上，打出一个极深的拳印，愤怒喝道：“你们不过是占了早出生的便宜，在天地气运最充盈时修炼，得了机缘而已。论天赋，我当碾压你们。只要给我30年，到达另一个机缘盛世，走上巅峰，我定当斩杀你。”陈夏双手并拢，朝后边弯了弯腰，显得很随意，朝着铁木悟问到一句无关的话语：“考你个数学题吧，30年后你多少岁？”铁木悟眉眼一皱，朝着陈夏喝道：“我如今才30，30年后不过60岁数，以修行中人来讲，还正值壮年，武力最高。你呀，说你是个狗脑子，还真没说错。”陈夏笑道一声，回道：“30年后你肯定是30岁啊。”铁木悟一愣，随后很快反应过来，陈夏这是要杀他，当下怒目圆睁，朝陈夏怒吼道：“你怕了？你怕30年后会输给我？”陈夏点头：“对，我怕你个算术都算不明白的狗脑子。你满意了吗？满意了就摆个好看点的姿势吧，可以微笑加剪刀手，让尸体好看一点。”铁木悟咬牙，愤怒大吼：“你个软蛋，连30年时间都不敢给，还敢叫什么仙人？叫怂蛋算了。”陈夏面色平淡，随意回道：“你要是再狗叫，我就把你的尸体做成标本。”铁木悟一愣，虽不理解标本的意思，但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当下又愤怒骂道：“阴险小人，软蛋怂鬼！”城墙废墟处突然传来响声，铁木悟还没看清，脸庞就被一只大手抓住，其上磅礴的巨力传来，直接将他甩出。他的身体擦着地面，硬生生离出100米沟壑，无力地躺在最边缘处，骨头粉碎，气管碎裂，只能发出呜呜声。“还能说话吗？”陈夏问道，是直接给这铁木悟禁言了。他慢悠悠地朝铁木悟走来，同时说道：“本来还想给你一个平稳死法的，没想到你这么能叫。30年，给你30年，你能斩我？呵呵，可别开玩笑了。你是觉得我不会变强吗？不管是现在还是30年后，你都是我随手锤杀的手下败将而已。而且我凭什么给你30年？你要是态度好点，跪下来求我，好好说2句切磋交流的话语，说不定我心情好，还真给你30年时间。连要杀我的话都说出来，你是真的嫌弃自己命长啊？我人是很好，可并不是老好人。”陈夏靠近，随意捡了一把士兵掉落的剑，准备用这个了结铁木悟。远处突然有剧烈擂鼓声，火光高高冒起，一众白袍围拢祭坛，环绕阵声，高举双手，其上灵光闪耀，为首练气士朝天大吼一声：“请上宗降临！”天黑了，倒地垂死的铁木悟眼中冒出金光，浮空而起，其100米范围内的地面开始一一崩碎。请神，这是某些道家会用的术法，在民间也很有传播，主要是请诸天正神降临此身。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请神。陈夏脚下踏着100米之内的唯一土地，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铁木悟，皱眉问道：“你是谁？”铁木悟捏了捏拳头，眼中冒出的金光异常闪耀，没有回答陈夏，
而是极为不屑地说了一声：“凡人的躯体就是孱弱，只能施展这么一点力量。”远处炼气士玉气腾空而来，恭敬立到铁木屋身后，弯腰道：“下宗宗主，见过上宗仙人。”“就是你把我请来的。”铁木屋转头看着炼气士，眼中的金光闪耀得更猛烈了。炼气士赶忙点头回道：“我请仙人过来，是为了铲除此人，为上宗日后降临此界早做打算。”铁木屋连看都没看陈夏一眼，朝着炼气士伸出了一只手，其上华光凝聚，开口道：“此界是扶摇仙宗管辖，且过于贫瘠，连一个金丹都没有，怎么用得着请我下来？你们这些废物，可知道我刚才好不容易和圣女搭上话，结果就是因为你这个废物，不得不降临此界。”铁木屋说出此话时，满是阴沉。炼气士身躯被吓得颤抖，赶忙抱拳求饶道：“小人不知情，叨扰了上仙，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你确实该死。”铁木屋冰冷回道，伸出的手掌猛然一捏，炼气士身躯像是被挤压，瞬间成了肉泥粉末，命丧黄泉。随后，铁木屋又将目光看向陈夏，眼中金光闪耀着杀意，俯视着陈夏，冷声道：“你也该死！若不是你这蝼蚁闹出动静，我也不会被迫降临此界了。”陈夏将双臂伸展，无所谓的回道一声：“那你大可以现在就回去啊，又没人拦着你。”铁木屋冷着面容质问道：“破坏了我和圣女搭话的大好机会，现在又想让就这么回去，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要将你们这些蝼蚁的灵魂都收割，化作我修行的本源，如此才能稍微弥补我下界的损失。”铁木屋言语间已经毫不掩饰他溢出来的杀意，且要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江湖。城墙上的将士与蛮夷铁骑此刻都有些慌乱，从铁木屋杀炼气势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不分敌我，只要杀戮。且铁木屋刚才这番话语也确实是把他们吓住了，竟然要收割所有人灵魂，化作修行的本源。陈夏倒是没有多怕，因为这铁木屋并不算强，上界的修行者降临下界是会被大幅度削弱实力的，甚至有江湖顶级高手锤杀下界仙人的事迹。陈夏是此界之人，稳扎稳打而来，自然不存在削弱一事。但这个降临在铁木屋身躯里的仙人不一样，他会被此界的天道意志削弱，弱的陈夏根本感觉不到压力。两人真要厮杀，可能也就是个5-5开的局面吧。铁木屋闪耀金光的双瞳朝陈夏看来，注视一会儿，不屑笑道：“只是一个筑基的蝼蚁而已，凭什么敢挡在我面前？即使我因为降临的原因实力大减，也不是你这个蝼蚁能够直视的。”铁木屋说到此处，神情有些不耐烦了起来，伸手指着陈夏，语气冰冷地说道：“去死吧！”他骤然捏紧手掌，露出残忍微笑，要像之前杀炼气势一样捏死陈夏。陈夏站在100米坑洞唯一的石柱上，眼神之间浑厚蛟龙气闪烁，猛然朝着右边一甩拳头，当！拳头砸在空气上，发出了诡异的金刚撞击声响。随后那处空气竟然开始寸寸碎裂，犹如玻璃渣子掉落。围观的将士和蛮夷铁骑都呆住了，从未见过这种神通力量。陈夏缓缓收拳，朝着漂浮在半空中的铁木屋平淡回道：“逗小孩的把戏就不要再拿出来玩了，没意思。”铁木屋神情阴沉了下来，松开了捏紧的手掌，瞳孔中的金光在飘荡，像是火苗燃烧。他将双指比起，呈现捏黄豆的姿态，回道：“你是一颗比较大的蝼蚁，比其他人略微大些，不过终究逃离不了是蝼蚁这个事实，也躲不开被我碾碎的结果。”铁木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是自信，他从上界而来，修为更是高深，这些人在他眼中确实是细小的蚂蚁。有没有一种可能，陈夏瞳孔中的浑厚蛟龙气越来越烈，开始朝身躯蔓延，继续道：“只要是在这个天下的存在，全都是蝼蚁，也包括降临的你，而我。”陈夏嘴角咧出了狂妄笑意，捏拳直接抨击胸口，霸气道：“就是最大的那一只。”他身上显露出无与伦比的气势，脚步微抬，然后朝着站着的石柱骤然一踏，蛟龙气疯狂地朝石柱钻去，使得石柱开始碎裂，却没有崩塌，而是开始抬头。石柱成为了蛟龙，头颅上站着陈夏，朝着漂浮在半空的铁木屋冲杀而去。今有青山客，骑龙斩仙人，你他妈给我下去！陈夏一声暴喝，紧紧捏拳，不留余力，朝着铁木屋硬汉而去。这一拳拉起了气流，在天空拽拖着长长的痕迹，像是即将坠落的流星，就要砸在铁木屋的身上。而流星的威力是足以灭世的。铁木屋神情惊骇，双手瞬间掐诀，身躯周围出现了一个金光罩，其上符文密布3大圈，不停环绕。这是上古防御神通，能挡致命伤。100米石龙撞击而来，身躯寸寸碎裂，却仍然冲撞着金光罩，想要攻杀进去。金光罩上面的符文不断抵御着石龙冲杀，第1圈符文也随着石龙一起消逝。还剩2圈，还有1圈，全落，犹如陨星坠地。金光罩开始爆发出剧烈的光芒，
剩下的2圈符文汇聚在了一起，尽数抵抗这一拳。铁木悟漂浮在金光罩之中，双手掐诀，不断的为金光罩提高符文，但是没用，真正的力量是挡不住的。咔嚓，金光罩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而当第一道裂痕出现时，就代表着已经变得脆弱了。拳头在不断磨灭着符文，金光罩上的裂痕层出不穷，密密麻麻，最后终于是撑不住了，伴随着拳头落下，金光罩彻底崩碎，飘散天地间。铁木悟慌乱的神情前落下了不可抵挡的一拳。什么比允星飞得还快？答案是被允星砸中的人。铁木悟瞬间砸入地面，朝着数百米之深硬砸而去，且还不停止，直达千米才堪堪停住，整个人都在冒着白烟，已经被高速的摩擦点燃了火焰。除此之外，地面塌陷了3000米，蛮夷铁骑死伤了将近3万人，这还是他们退后的早。陈夏捏着冒烟的拳头踩在空气之上，呼出一口气，瞧着铁木悟落下去的坑洞，回道：出拳，我是认真的，挖洞，我是专业的。如果说这天下的所有人都是蚂蚁，那他就是最大的那一只，不管是谁来了这个天下，都得听他的话。当然，你要是能直接把这个天下撕开，陈夏也可以收回刚才这句话。能屈能伸才是真英雄。上仙，别装死了，快滚出来！陈夏朝地洞里喊了一声，他知道铁木悟没死，因为他能听到地里的喘息声。片刻过后，铁木悟从地里浮空而起，浑身带着血迹，瞳孔中的金光暗淡，凝重地看着陈夏。你确实是最大的蚂蚁，但仍然只是蚂蚁而已。这种够了。陈夏笑着回道，只会永远都当最大的那只，那我就是无敌的。不可能。铁木悟坚决摇头，你虽然天赋可观，有些实力，但等你走出这个天下，来到诸天万界，才会明白真正的天骄有多恐怖。那些远古种、遗忘种、圣体、神体，根本不是你能抵抗的。这方小天地也根本不能庇护你。真正的大地人物是能够手撕天地的。陈夏皱眉，朝着铁木悟谨慎问了一句：你是大地吗？铁木悟摇头，大地人物是我等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其寿元等于1个纪元之久，其力能掌控群星，颠倒阴阳。那你认识大地吗？陈夏又问道。铁木悟仍是摇头，神情恭敬地说道：大地岂是我可以接触的存在，甚至就连呼唤大地的名号都不敢。陈夏点头，朝铁木悟笑道：那没事了，我可以放心杀你了。铁木悟一愣，赶忙道：你不需要杀我，也杀不死我，这只是我的一缕神魂而已。虽然你的身份低微，但我愿意与你通力合作，咱们共同收割此界生灵，获取本源。事后我可以把你带离此界，体会诸天万界的风采，修行大道。陈夏嘴角咧起，问了一句无关的话语：我看起来很像沙比吗？不。铁木悟摇头，又皱眉问道：何出此言？陈夏笑道：那你为什么要用骗沙比的话术来骗我？没有，我没有骗你。铁木悟刚要解释，陈夏直接一拳朝其头颅焊去，蛟龙气缠绕，力量尽出，原地炸开音爆。铁木悟身躯倒飞1000米，砸入山丘之中。呼呼，他眼瞳中的金光消散，还在苟延残喘。面前掉落的石头崩碎，出现的青山人影遮挡了一切光芒，朝他露出了微笑。你好。陈夏一向很讲礼貌。铁木悟咬牙，做出了最后的威胁：你这蝼蚁，要是敢灭我神魂，此后只要你离开这番小天地，我就要在诸天万界里追杀你万万年，直至碾灭你的灵魂，让你不入轮回。我好怕。陈夏平淡地回了一声，然后甩出了最后一拳。这一拳砸碎了头颅，彻底了结了上仙与铁木悟。气运作用，你斩杀上界岛海境仙人的一缕神魂，获得3抹无敌翼。陈夏脑海里浮现出提示，他一愣，然后沉入神识看去。无敌翼，越境杀敌时，第一境杀人可获得1抹无敌翼，加持自身，超越同境3000抹无敌翼成无敌之人，可开大地之路，登临诸天。陈夏点头，大约是明白了，没有多在意，毕竟要3000抹无敌翼才能开启地路，他现在才3抹，差得远。气运作用，你击败上界仙人，获得其功法玄魂道章第一册。脑海里又弹出提示，陈夏神识沉寂，将这玄魂道章第一册打开。天地玄魂，修万万年不死，3000大道皆为一章，习得玄魂气，方可修道章。陈夏粗略看了看，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功法。第一册的内容支持修行到元婴境界，和大龟息术的上限一样，但具体效果不同。玄魂道章第一册的修行法门是要在体内练出1抹玄魂气，然后才可以用玄魂气在体内书写道章，写得越多，境界越高，实力越强，最后甚至可以成就大道之体。不过这就不是第一册的内容了，等在后边几册才有具体修行办法，第一册只是简单提示一下而已。陈夏依然没有在意，
只是当打怪报的奖励而已。当下伸了个懒腰，朝着余下的几十万蛮夷铁骑招手，随意开口道：“滚吧！”蛮夷铁骑不敢停留，更不敢开口反驳陈夏，当下赶忙返回，马不停蹄地朝着草原而去。炼气士就别走了，陈夏喊道了一声，他还挺怕这些炼气士给所谓的上界仙人通风报信的。一众炼气士身体一僵，立马朝陈夏跪地磕头道：“仙人饶了我们，我们以后定安安分分的隐居海外，再也不敢有异动。”陈夏点头，我也很想饶了你们呀，可你们的种种行为让我放心不下。仙人放心，我们绝不联系上界，且要上界的仙人降临，需要的是铁木屋一样强健的体魄，世间并没有这么多天赋异禀的存在，请仙人不要担心。陈夏点头，双手抱胸，你们知道的，我是一个好人，而且还比较懒，平时能不动手的话，一般是不会动手的。对对，您是一个大好人。炼气士们赶忙开口附和道：“陈夏赞同的点头，然后又平淡的回道：“可我不是一个大杀笔，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不想担惊受怕，我会用最快速的手段杀死你们，让你们不至于太痛苦。”所以，陈夏挽起袖子，在一众炼气士的惊恐神情里，朝前边一伸，做出邀请姿势，说道：“请你们赴死。今日海外炼气士一共56人，皆死于边关城外。整个时间不过10息。”陈夏站在城外，脸上是写满的无敌。仙人大破蛮夷铁骑后，大宋王朝不仅守住了边关，还将之前的百里地界要了回来，且不费一兵一卒。蛮夷铁骑退回草原，再不敢侵犯大宋疆土。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宋的先人，也就是如今的大宋国师。民间此刻都在流传着国师的事迹，说国师随意一跺脚便坑杀近万蛮夷铁骑，还在2军之前锤杀了蛮夷的先人，无敌于当世间。有江湖人士直接拿到了陈夏半无敌的半字，直接说陈夏无敌。不过也有一些反对声音，说大宋仙门内的那位仙人没有出事，2位仙人还没有真的捉对厮杀过，陈夏算不得真无敌。实力方面尚且还有争议，但在名气方面，陈夏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天下第一了，连大宋皇帝都不如他。民间现在不谈皇帝，只谈仙人，虽然不敢在公众场合论长短，但私下自家说话时会很不屑地议论道：“皇帝算不上最大，你让他去仙人国师面前耍横，他敢吗？他敢让仙人国师下跪吗？我看是他跪仙人还差不多。”不过这种言论都是在自家里私下说，不敢上明面去，怕被查出来掉脑袋。但事实确实是这样，江湖上也没有什么天下10高手，世间2仙人了，就一个仙人，陈夏。因为陈夏一个人就足以碾压整个江湖，天下10高手的名头在陈夏面前确实显得过于好笑了。气运作用，你获得大宋国民崇拜蛟龙气50100。本来陈夏还在马车轿子里睡觉，这提示一下给他整精神了。什么玩意，直接涨了45的数字。他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获得了大宋国民的崇拜，不由得点了点头，觉得自己真是实力派。在前面陪轿的将士听了轿子里的动静，赶忙问道：“国师大人，您可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这就改。”陈夏换了个姿势躺着，回道：“没什么，还有多久到黄都？”将士赶忙回道：“按照这个车程，差不多还有3天10日，到时候皇帝陛下就能够见到您了。”言语之间说的是皇帝见陈夏，而不是陈夏见皇帝，证明陈夏是要比皇帝高一头的。陈夏点头，又回道一声：“到了叫我休息了。”好好，将士赶忙点头答应。陈夏则是又开摆，顺便想着以后的道路。那所谓的上界仙人放话了，只要陈夏敢去诸天万界，他就要追杀陈夏万万年，直到彻底击杀。所以现在他不能去所谓的诸天万界，而且也去不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他现在只需要待在这个天下就是安全的，然后等着每年加点和大龟悉数的修行就好了。等个几千上万年再出去，到时候是谁追杀谁就不一定了。另外，玄魂道章第1册，陈夏也想修炼，技多不压身嘛。况且这个功法看起来要比大龟悉数正常的多。他又伸了个懒腰，心中默默运转功法，同时等着变强。还真是枯燥又乏味的修行过程呀。变强对陈夏来说就是一个这么无趣的过程。陈夏还没到达京城国都，他的画像便已经流转到了。普通人尚且不谈，最多就是拿副画像看看仙人国师的模样，长长见识。但官员们可不能这么想，上头下了死命令，只要在京城内必须得记住国师的画像，眉眼五官全都得记死了。还有考核，不通过者就不要当官了。且皇帝还亲口下了谕旨，只要是当朝官员，无论大小，无论场合，见了国师大人都要行跪拜之礼，凡有不从者，直接罢免职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哪怕你在茅房里如厕，见了臣下，你都得光着屁股行跪拜之礼。虽然也不太可能在这种场合遇见。京城国都在这几日异常的繁忙，不仅要熟记臣下的画像，还要布置京城，
只要是繁华有人的地方，都要加上恭迎国师大人的横幅。甚至皇帝下令要在京城诸多繁华地界修建国师的雕像，且在皇城门外诸位大臣上朝登梯的道路处都要修建一个臣下的硕大雕像。有大臣提出质疑建议：陛下，您这番行为，若是以后太子继位了，会不会有损形象？损哪位太子的形象？国师与我们大宋是救命的恩情，只要国师不嫌弃，我愿意在全国上下都修建国师的雕像，凡是大宋人烟所在处，皆有国师雕塑。皇帝挥手呵斥这个大臣，大臣赶忙低头，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敢多言。皇帝看着这大臣，重重的叹一口气，骂道一声：“你真是榆木脑袋，朕得好好考虑一下，你是不是适合这么高的位置了？”大臣脑袋低下，卑微点头道：“皇上教训的是微臣头脑木讷。”皇帝吸了一口气，还是恨铁不成钢，这些个大臣忠心是忠心，就是脑子转不过来。如今有先人的大腿，那就赶忙舔着脸去抱呀，热脸贴冷屁股也得贴好了，不然这皇帝该谁当，天下归谁管，不还是先人一句话的事情吗？你把先人伺候的舒服了，他看你懂事，不就让你大宋一直掌控天下了吗？不然先人一个不顺眼，直接2巴掌拍死你，重建一个听话的王朝就完事了。你走吧。皇帝不耐烦的招手，让大臣滚蛋。大臣赶忙退去。皇帝踱步在大殿内，不停的呼气，心中有些紧张。按照进程，先人还有2天就要在京城国都了，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让先人满意呢？皇帝冥思苦想，很是苦恼。马车上，臣下正歪七扭八的躺着，这是他好不容易找到的舒服姿势。外面突然传来女子的清脆声音：“国师大人，我能够进来吗？”是大宋长公主的询问。臣下慵懒的回道一声。于是马车门开了，穿着华贵长袍的长公主走了进来，恭敬的跪坐在旁边，微笑着询问道：“不知道国师是否满意这次的行程？”“还行吧。”臣下无所谓的点头，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啊。女子微笑着，双手放在膝上，腰杆挺直，身躯呈现出姣好曲线，回道：“此次京城之行，一定不会让国师您失望的。”“我确实不会失望。”臣下点头，解释道：“因为我根本没有期望呀。”他又没对这什么京城抱有幻想，他去京城只是简单的想坐马车而已。女子脸上的笑容一僵，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你叫什么名字？”臣下突然问道一声。“宋茜。”女子赶忙回道。“好。”臣下点头，无所事事的看着窗外。“国师您对大宋王朝有什么看法？”宋茜突然问道，双手紧紧抓着膝盖上的衣衫，心中忐忑。“什么看法？”臣下看着窗外，平淡的回道：“没什么看法，就和其他朝代一样，一个皇帝，几百个大臣，上亿的民众，只要没有饥荒、战乱，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吗？但是时代啊，它永远是进步的，或许你们会成为历史书上的一页，谁也说不清楚。”宋茜忍不住辩解一句：“可您是大宋国师，也可以是大唐、大臣、大夏国师。”臣下平淡回道，同时将看向窗外的脑袋抬起，注视宋茜，笑道：“而且我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上，永远不会。”宋茜没了话语，呆呆地看着臣下，过了半晌，才面容苦涩的点头，轻声回道：“臣下说的没错，就算没了大宋，他还可以是其他王朝的国师，甚至于不只是国师。只要他想，在这天下可以是任何身份。”臣下伸了个懒腰，又扭头看向窗外了，零零散散的景物不断从窗外过去，他很喜欢这种感觉。宋茜也不再打扰，和臣下行礼过后，转身退去，关好了房门。一路行驶的马车队伍一共3000人，打的皇家的旗号，立着最尊贵的5爪金龙牌子，这就相当于是皇帝出行的排场。宽广的官道上，周围3000米都不许有人靠近。前边有巡捕司的护卫，早早就开始驱散其余官道上的车队与人流，为臣下的马车队伍腾开位置。除此之外，3000人后勤也是按着皇帝出游的架势来做，甚至比皇帝出行还要奢侈。车队里的食物，不管臣下吃不吃，全是最新鲜，只要有一点不好，哪怕是光泽暗淡了，都直接淘汰，然后由其余驿站人马800里加急再去运来，甚至运有专门的兵士来储存食物。车队随行的还有诸多成名已久的国手大厨，只要一到3餐饭点，国手大厨们就开始做饭，也不管臣下吃不吃，反正菜先做好，只要臣下开口要，那就马上得端上去。不过尴尬的是，臣下这2天一直没开口要吃饭，大厨们做的饭菜冷了，也只能热一热，拿给其他随行的护卫吃，属于是让随行的护卫狠狠地饱了口福，当下都在心里默默感谢国师大人。除此之外，车队还有美人美酒，一直伴行，随时准备为臣下服务。只不过臣下也没喊，他现在就坐在马车内，自己想着事情。越能往高处走，越是变强。
他就越能感受到自己刚来时那灭城的大手有多恐怖。可能大帝级别的人物就是这样吧。毕竟臣下就算是把力量点到了35，也没有这么恐怖的实力。灭城是可以，但远达不到一掌灭城的程度。且这大手的主人可能还被此界天道压制了实力。臣下翻身坐了起来，大约估算了一下，可能自己力量加到1000-1200这个区间时，能做到随意一掌灭杀一个城池。用的是最普通的换算法。假设一个城池30千米大小，他现在35的力量全开，能够打出方圆3000米的坑洞，比起一个城池的大小差了10倍。所以至少需要350点数的力量全开才能一拳灭城。而要达到随意这个程度，再加3倍力量并不过分，毕竟全力以赴和随意为止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所以粗略换算出1000-1200力量点数时，臣下就可以与那只大手打个平分秋色了。再换算一下，就是1000年左右的事情，说久也久，说不久也不久，看自己怎么理解。如果臣下不想搭理外界事情的话，可以选择一直闭关，加个几千上万点再去诸天万界，这也是最安全的手段。毕竟外面的仙人有些太强悍了，更有大帝人物的存在，各种神通手段捉摸不透。臣下呼了一口气，也不着急，慢慢来就好了。至少现在这个天下没有能威胁他的存在，就如同他自己说的一样，就算是当蝼蚁，也要当最大的那一只。马车队伍还在前进，一路上的各州官员会专门赶来，获得清场的护卫允许后，就带着下级官员跪在官道两旁，神情恭敬地高呼道：“见过仙人。”臣下没有想搭理的意思，比起现在，他还是更喜欢在尾西镇里当巡捕的日子。他作为尾西镇蝉联了4年的优秀巡捕，没少去偷老李家的西瓜，尤其是夏天夜里，闲得没事就去抱一个吃。路过的人渴了，摘一个瓜吃，不算偷的。主要管的是茶。瓜田里的少年会拿着钢叉去刺茶，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刺到的，有时候会刺坏西瓜。这时候的臣下就会笑着走来，抱着还没吃完的西瓜，没收少年的钢叉，转头卖给村里新来的铁匠，银子赚不了不少，主要是好玩。后来少年家也不种瓜了，改成了卖钢叉，臣下还去捧了好几次场，买了各种大小的钢叉放在家里当做收藏。再后来少年家赚了钱，搬去了城里，自己也成了仙人，都是旧事，但是想起来就是觉得有趣。臣下嘴角挂起微笑，颇为怀念那些个夏天。成了仙人后，进入了修炼，能看的人间风景也少了很多，可能这也是修仙者修力但很少修心的原因吧。毕竟遇见的人和事少了，看的也少了，经历的更少，等出关时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仙人了，纯粹的以力量论高低。虽然这样也没什么错，但臣下总觉得差了些什么。可能是礼貌吧，毕竟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如果要约定好了要杀人的话，他会在前一天准备一个花圈，再端一碗饭，插3炷香，杀人的时候手上尽量不沾血。别问为什么，因为优雅永不过时。运送仙人的马车明日一早就要到了。这个消息在半个时辰内传遍了整个京城，就连3岁稚童都知道仙人国师要到京城了。民众还好，虽然激动惊喜，但不至于慌乱。但官员们就彻底惊慌了起来，连觉都不敢睡了，连夜整理城内的事宜，划分好各个区域，且规定了一户只准1人出行，街道绝对不能拥挤，还必须保持干净整洁，所有民众都要穿最新的衣服，看到国师都要跪下磕头。这些规矩都是京城里的官员和巡捕们挨着门去敲着说的，让每户的居民严格遵守，务必要呈现出一个人人幸福美满的京城。且不仅官员们睡不着，皇帝更睡不着，此刻在床上辗转难眠，不断思索明天该如何与国师对话，如何讨国师欢心。他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还有些欠缺，但又想不到哪里欠缺。但时间可不管这些，随着太阳的升起，早晨来了，该早朝了。皇帝赶忙起身，即使一晚没睡，也没有一丝困意，赶忙让侍女穿戴好衣物，准备上朝。载着臣下的马车也终于进了京城，迈着重重的马蹄声，以禁卫军开道，独行在官道上。周围是叩首以拜的民众，不断高呼国师之名。臣下躺在马车里，正在睡觉，用蛟龙器隔绝了周围声音，等于是什么也没听到。他朝着皇城慢慢而去。朝堂之上，文武百官早早就来了，包括皇帝也在安稳坐着，但没人说话，朝大殿外翘首以盼，都在等待一个人。长公主到！门外的公公一声高喊。宋茜穿戴华贵的黄袍，迈着稳重步伐，脸上带着英气，走入朝堂之中。皇帝赶忙问道：“姐姐，国师大人还没有来吗？”“应该马上就到了。”宋茜回道一声，走到了自己的官位处站立，静待上朝。所有人都等好了，臣下还在睡觉。国师大人，该上朝了。国师大人！轿外的护卫焦急喊道，却不见臣下出来，又不敢直接钻到马车里边去。当下可真是急坏了他们。
要不我们把国师大人抬上去吧？有护卫提议道。这个提议很快通过，于是几十位护卫扛着硕大的马车轿子，登过上百台阶，进入了朝堂之中。国师大人到！守门的公公高喝一声。朝堂里的文武百官赶忙整理自身，打起精神。进来的却是一个硕大轿子，把皇帝都看愣了，隔了半晌才问道：国师大人在哪里？护卫们指了指轿子，不敢说话，意思是国师大人在轿子里呢，不肯出来。你们可是怠慢了国师大人。皇帝瞪眼质问道。护卫们惊慌的摇头摆手，其中一位解释道：我们说了要来觐见陛下您，但国师大人还是不肯出来。混账东西！皇帝直接怒目骂道：怎么能说来觐见我？该是我觐见国师大人才对。文武百官都沉默了。皇帝骂完，赶忙走下来，恭敬地在轿子外抱拳，诚恳道：我宋威求见国师大人。轿子里边还是没有动静。宋威表情紧张起来，腰身又低了低，继续躬声道：国师大人若有何不满，可以和我仔细述说，我一定尽全力改正。轿子里边还是没有动静，安静异常。朝堂上的气氛这就紧张了起来。宋威抱拳弯腰站在轿子门口，额头上都有冷汗泌出，生怕自己说出话招惹了臣下的不悦。过了1刻钟，轿内才缓缓传来声响，轿门被缓缓打开，懒散的青衫人影从里边钻出，皱眉环视了周围一眼，再看了看面前抱拳弯腰的身影，疑惑问道：你是？皇帝见找到机会，赶忙再弯腰，以恭敬语气回道：我是国师大人忠诚的拥护者，大宋皇帝宋威。他言语之间已经是将臣下摆到了前边。臣下点头表扬道：不错，很有礼貌。宋威以庄严语气严肃道：对待国师大人理应如此，国师与我大宋就是再生父母。臣下随意的打量朝堂大殿，顺便随意的开了个玩笑，这样说来我就是你爹了。文武百官神情瞬间紧张了起来，毕竟这是一个关乎到先皇的沉重问题。老臣们希望皇帝能够稍微硬气一些，不至于在先人面前这么低姿态。新臣们则希望皇帝能够忍一忍，不要因为这句话就和先人起冲突，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当个玩笑含糊一下就过去了。当下朝堂场面是很紧张的。皇帝骤然抬头，眼神里迸射出金光，神情无比严肃，紧紧直视着臣下，一甩宽大袖袍，抱拳叫道：干爹！这下老臣们和新臣们都沉默了。臣下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个皇帝竟然如此能屈能伸。他随口开个玩笑，皇帝还真接上了。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沉默不语，看着眼前这有些滑稽的景象，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在无与伦比的力量面前，皇权确实显得有些过于可笑了。宋威又躬声道：义父请随我上座，咱们一起进行早朝。说罢，宋威还朝前一伸手，示意臣下先行。臣下也很理所当然地走在了前头，慢悠悠地朝着大殿上最高的椅子走去。文武百官们看得提心吊胆，若是先人直接去做最中间的皇位，该如何是好？那岂不是要皇帝站在一旁？这该如何是好？文武百官们各自打着心里的算盘。臣下走到了最高处，却没有在龙椅上坐下，而是扭了扭脑袋，随意地说道：搬一张椅子来吧，不然我坐哪里？宋威赶忙朝伺候在龙椅旁的宫女喊道：都愣着干嘛？还不快去给义父搬椅子！宫女们赶忙朝后边退去，不到片刻，便有10几个太监搬着硕大的镶金重椅放在了臣下身后。10几个太监搬完椅子后，整整齐齐地站在后边，即使汗流浃背，却依然不敢发出任何喘息声，怕惊扰了主子的义父。且他们此时也不敢离开，按照宫里的规矩，做完事之后，主子不说走，奴才是不能随意走掉的，得等主子点评完才行。臣下没坐下，转头看着恭敬站立的10几个太监，嘴角扬起微笑，表扬道：麻烦诸位了。他是很讲礼貌的。10几个太监赶忙跪地磕头道：为主子做事是我们的荣幸，哪怕赴汤蹈火，奴才也在所不辞。臣下随意应答了一声，便坐下了，单手撑在椅子上，抵着脑袋，想着自己的事情。宋威见臣下满意了，当下也大喜，走上了龙椅旁，朝10几个太监开口道：你们表现得不错，去内务府领黄金1箱。谢主隆安。太监们在磕头高喊一声，陆续退去。接下来的时间就到了早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文武百官们喊完这一声，看着静坐在皇帝身旁，位置隐约还要比皇帝高一点的臣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皇帝则使劲努着眼睛，给文武百官们使眼色。好在宰相及时领悟到了皇帝的意思，带头跪下，又拜道：国师万岁万岁万万岁！文武百官们赶忙附和。臣下却皱起了眉头，商讨道：不用祝我万岁，祝我无敌就好。万岁对臣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相当于你去一个100岁老人的寿辰，然后祝福老人长命100岁。
那你就不是来送喜的了，是来奔丧。祝国师大人无敌天下！宰相赶忙改口，文武百官也附和。接下来的早朝时间就有些无聊了，都是各个地区的处置事宜。臣下听不懂，又不好中途离场，就撑着脑袋发呆了。只是宋威会时不时的朝他问道：“义父，你怎么看？”臣下能怎么看？两个眼睛瞪着看。他起初还用不错，好，应付宋威两下，后面被问的烦了，干脆直接回道：“你按照往常一样来就好，不用管我，当我不存在。”好好。宋威赶忙点头。整个早朝的时间就在臣下的发呆之中度过了，对他而言是挺无聊了。然后是退场，所有人都不敢先走，全部把目光看到了发呆的臣下上。臣下回过了神，好奇问道：“都看我干嘛？”宋威赶忙回复：“义父，按照规矩，退朝之时应该是当朝地位最高的人先走。当朝地位最高的人是谁？毫无疑问的就是身为大宋国师、皇帝义父的臣下。既然能走了，臣下也不想拖沓，直接站起身，朝着大殿之外走去。”宋威赶忙喊道：“义父，您往哪走？皇家的退场在大殿里边。”“没事，我溜达。”臣下随意喊了一声，已经走到了台阶上。宋威也没办法，只能朝巡捕司的高手叮嘱道：“跟上义父，务必要让义父开心。若是有丁点不悦，你们就自己去慎刑司领罚吧。”“诺。”巡捕司的高手们遥遥跟在臣下身后，不敢靠近，只能遥远盯着。臣下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管，因为眼前有更震撼的，一个100米高的他的手办不对，雕像，完完全全是按着画像来雕刻的，所以说和臣下并不是很像，因为画像就不是很像。不过一些细节倒是刻画得很好，例如臣下那副懒散的气质，虚眯着眼睛，像是随时随刻都要睡着了一般。但雕像的年龄有些偏老了，看着像是35、6的年纪，显得有些老成。臣下的真实面貌看着不过才20好几而已。他停在了雕像前，身后是堆积着的文武百官。只要臣下不往前边走，文武百官也不敢超过他，只能等着。臣下自然也感觉到了，转头看着众人，微笑道：“你们先走吧，不用管我，我性子慢。”宰相赶忙开口：“国师大人真是体恤，简直菩萨心肠，老臣感动不已，无以言谢，唯有对国师大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剩下的文武百官也纷纷发言，表达了自己的忠心。经过一个朝堂，他们算是完全看明白了，如今的天下，皇帝是第二，这个国师才是第一。讨好皇帝，不如直接来讨好国师。臣下微微皱眉，觉得这个大宋王朝从上到下，是不是都有些太能舔了？不过好像也没什么错。他微微点头，又重复道：“你们先走吧。”文武百官不敢怠慢，陆陆续续的朝前边走去。路过臣下时，还有低头躬身问好，期待和臣下认个脸熟。这下文武百官们都开始排队路过臣下了，整整走了半个时辰才走完。臣下脸熟是一个没认到，毕竟舔狗都是一个样。他双手负后，微微摇了摇头，还是不适应这种旁人都阿谀奉承的日子。爽是比较爽，就是没意思。臣下眼神微瞥，脚步一踏，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出现在300米外的宫墙处。“你好。”他开口问候，面前是一个头发花白、穿着黑色蟒袍的老者。老者心中惊讶，面色沉稳不变，朝着臣下抱拳弯腰问候道：“老奴9000岁，刚才在城墙目睹国师大人尊严，不慎冒犯，望国师大人宽恕。”9000岁。臣下微微皱眉，这个名头他几十年前在尾溪镇听说过的，仔细思考一会儿，恍然道：“你就是那个天下10高手之一。”9000岁摇头苦笑道：“在国师大师面前，哪有什么天下10高手，只有另外一位仙人罢了。”臣下点头，这是实话。不过有一点他很好奇，当下又问道：“关于仙门里闭关的那位仙人，你有了解吗？”9000岁点头，神情严肃起来，声音略微尖细的回复道：“那是一位剑修，据说是上界转世的仙人，从大宋开国之初便存在，曾一剑开国门，悬剑出地头上，强行要了50里封地，创建仙门。只要了50里，那也不算多。”臣下点头评价，毕竟都悬剑在皇帝脑袋上了，要50里真不算多。9000岁颔首，认可臣下的话语，又道：“我第一次接触这位仙人是在200年前，当时他已经当世无敌，出海访仙归来，一剑平了当时混乱的大宋江湖，孤身御剑入皇城，这就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当时身为江湖绝顶高手的我，扛了2剑，跪倒在皇城之上，半死不活。事后才知道，他提剑坐上了龙椅，一脚踢翻了玉玺，后御剑离去时，留下了讥讽大笑的一句话。”9000岁摇头，有些不想说这句话，不过仍然开口道：“他说皇帝是天下第一人，他是天，突出的就是一个嚣张，不过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听说您杀了他的弟子。”
9000岁又问道一声：“弹指就弄死了，很没意思。”陈夏很坦诚地承认了，还点评一下感受。9000岁沉默一下，苦笑道：“若是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一个很记仇和护短的存在。100年前也是其弟子在老龙寺吃了瘪，他硬生生削去了老龙寺的山巅，杀了当时的方丈。如今的老龙寺算是新建成的，不如以前风光。希望是你记错了。”陈夏平淡回复。9000岁干笑一声，不知道该如何回话，思索片刻，又道：“如今他在必死关已经100年没出事，但若是按照闭关来讲的话，实力可能会越来越强。我怕他到时候若真出事了。”9000岁停顿一下，打量了陈夏平淡的神情一眼，又道：“恐怕就是当时真无敌了。”9000岁特意在真无敌3个字上边加重了音量。没事，我也可以必死关。陈夏的回复还是很平淡，且他必死关的话，实力不是肯定变强，是绝对会变强。9000岁神情有些焦急，皱眉解释道：“可他现在正处于必死关的脆弱状态，要是抓住机会的话，说不定可以送他进轮回。”陈夏一直平淡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淡淡微笑，拍了拍9000岁的肩膀，摇头道：“想当渔夫，你还不够资格。”陈夏又将手指向自己，评价道：“你们是虾米，他是小鱼，我是……”陈夏故意停顿一下。9000岁额头冒汗，低着脑袋，赶忙顺着话语回道：“大鱼。”不。陈夏摇头，给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歼星剑。”歼星剑？9000岁有些迷茫，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不过大体知道应该是很厉害的东西，当下低下脑袋，不敢言语。陈夏又拍了拍9000岁的肩膀，轻笑道：“你们啊，就是喜欢把别人当傻子，我又不是只练身子不练脑子，怎么可能随便被你2句话就叫去打那些人？”9000岁干笑一声，意图被识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沉默片刻，只得讲道：“其实趁那仙人闭关的时候去偷袭，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时机。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我喜欢公平对决。”陈夏回道一声，然后又摇头道：“再说他也没病啊，要是真病了的话，我就收回上面这句话。”呵呵。9000岁陪笑了一声，低着脑袋没有说话了。陈夏的言语间是摆明了不会出手去斩杀另外一位仙人，所以9000岁也不敢再劝，怕引得陈夏不快，一拳给他锤杀了。见9000岁低头不说话了，陈夏也摇了摇头，觉得没意思，转身闪走。他心里真不怕那所谓的另外一位仙人，就算他真的出关了，又能怎么样？大不了陈夏先找个地方必死关，等个几百年出来，一拳给他飞剑都干折了。君子报仇，几百年不晚，1000年还早，万年尚可。想到这里，陈夏不由得说出了往后影响了他一生的话语：“只要把你们都熬死，我就能无敌。”确实很有道理。他甩了甩手，朝着皇城外走去，一头扎进了人间。京城里处处是他的雕像，不得不说，确实不像。陈夏就算和雕像站在一起，别人都有可能认不出来。不过这也方便他出游，认不出来就没人打扰他了。巡捕司的高手们乔装打扮，隐藏在四周，神情极为紧张地打量着周围，确保国师大人出游满意。陈夏没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就是看看，其实人间都是一个模样，主要是烟火气多了就有意思。不远处抱着糖葫芦柱的商贩正在吆喝，卖的不是普通的冰糖葫芦，是水果一类。不过生意不是太好，可能因为水果价高，所以定价也高了，结果平常民众吃不起，只有一些家族小姐来买。陈夏慢悠悠地溜达过去，笑着问道一声：“你这糖葫芦多少钱？”商贩赶忙回道：“10文钱。”陈夏靠在墙上，和小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你这价格稍微贵了一些啊，水果都是当季的，糖汁也不贵，卖个8文钱合适。不过我说的是以前的老物价了，现在可能不适用，你随意就好。”商贩见陈夏挺礼貌的，当下生意也不算好，于是就干脆聊了起来：“你以前卖过糖葫芦，有些懂行呀？”“没有。”陈夏摇头，轻笑回道：“我以前是巡捕，没收过糖葫芦。”商贩脸上的笑容一僵，指了指糖葫芦柱，疑惑道：“这个您也要没收？”“陈夏点头，解释道：“主要是嘴馋，等着他收摊的时候，把糖葫芦柱子没收回去，吃1-2个，第2天再还给他，后面想吃了再没收。”“嘿，您这吃一个糖葫芦多大的事情，花得了几文钱，为啥不直接买呢？”“你不懂。”陈夏还是摇头，靠在墙角上，微笑继续说道：“因为白嫖真的很爽。”商贩愣了愣，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也是。两人之间又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话说，气氛有些尴尬。商贩干笑着，又找了个话题：“您要糖葫芦不？我按照您说的价格给您，8文钱一个。”“不。”陈夏仍是轻轻摇头，不是白嫖的，吃起来没那个味道。而且，他拍了拍自己的衣兜：“我没钱。”哈哈。商贩只当陈夏是在开玩笑：“您呀，真是有趣，谢谢夸奖。”
陈夏礼貌地回道一声，就靠在墙角，也没有走的打算，默默想着事情。人经历的事情多了，就喜欢回忆。其实回忆也回忆不出个什么，想完了还要各种感叹，思绪乱动，简称闲得蛋疼。但陈夏偏偏就是闲得蛋疼。来个雪梨的糖葫芦。有婉转俏皮的声音在一旁响起。商贩赶忙回道：好嘞，您稍等。他伸手取下了一个裹着雪梨的硕大糖葫芦，递给了眼前的姑娘。陈夏抬头看了看，是个俏丽的姑娘，穿着梨黄的裙子，头上扎着玉簪子，正扬着甜甜的微笑，和一旁的同伴说着什么，很有青春气息。但也就这样了。陈夏活了几十年，见过的美人太多，一个俏丽的姑娘而已，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是这么想的。但当他看到这姑娘一口含入整个冰糖雪梨时，陈夏有些想去要联系方式了。主要是她太能含了。好在陈夏几十年的心性不是白来的，很快稳住情绪，遏制住了心里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周围紧张观察的巡捕司高手们此时就慌了神，正在不断交流。国师大人看了那姑娘好多眼，是否？这姑娘是谁家的？有人知道吗？好像是七品文官家的女儿。巡捕司高手们为了猜透陈夏心中所想，可谓是费尽了心神，却又不敢妄动，怕陈夏不高兴。小姐，那人好像在一直看你呢。什么啊？俏皮少女嘴里含着冰糖雪梨，含糊不清地问道。就是那里的公子呀。侍女转头望去，示意自己小姐快看。于是俏皮少女也傻乎乎地转了过去，刚好与陈夏的眼神对上。她脸庞很快红润，赶忙转头，装作整理自己梨黄的裙子。好像真的盯着自己在看呀，她不会对我有意思吧？怎么一直看呀？好歹也转一下头吧。长得好像很俊俏，不过没看清，要不要再转过去看一眼？俏皮少女赶忙拍了拍自己脸颊。不行不行，要矜持，不能再转过去了。这是俏皮少女的心理想法。她好能含呀。这是陈夏的内心想法。俏皮少女脚步加快，想要快些走开。陈夏也脱离了墙面，准备走了。两人的交集按道理来讲应该已经结束了才对，但忐忑的剧情总是有很多意外的。在陈夏刚走开的瞬间，破空声呼啸而起，拉出一道猛烈的阴笑之声。一抹箭矢急射而来，直朝陈夏头颅。巡捕司的高手们神情惊骇，赶忙出手，想要截住这抹箭矢，但他们都慢了。好在箭停了，被陈夏单手握住。掌声响起，一位花甲老者从酒楼中慢悠悠走出，赞叹一声：仙人伟力，果然不同凡响。你是？陈夏疑惑问道。花甲老人微笑回道：海外炼气士。那这就说得通了。陈夏点头，来报仇的吧？隐匿气息的手段不错，我丝毫没察觉到。主要是也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敢来刺杀他。老人手持拐杖，脸上依旧挂着笑意，轻松回道：就2个人而已，也不算报仇，只是心有不甘，来和仙人算算账。毕竟在边关之外，陈夏可是杀了56位海外炼气士，一个不剩。那我只能再收2条人命了。陈夏很平淡的回复，顺便将手上的箭矢捏成了齑粉。这是京城国都。老人说道一声，看向周围，这里是闹市，方圆5000米住着1万人。你杀我们的时候，要不要考虑这1万人的命呢？陈夏挠了挠头，还真有点苦恼，摇头道：没想到我是一个好人的事情都让你们知道了，还真是不妙。老人嘴角扬起得意笑容，又道：我们海外炼气士修的多是战场上的神通术法，求的就是威力大，范围广，就算等下我杀不了1万人，杀个2、3千还是问题不大。你舍得让这2、3千人受死吗？老人骤然转头，指着穿着梨黄裙子的俏丽姑娘，冷笑道：只要我施法，死得最快的就是这个女子，你忍心吗？女人会激起男人的同情心，漂亮的女人更会。老者嘴角逐渐露出狰狞笑容，我施法只需要半息不到，你觉得有可能在半息不到的时间彻底杀死我吗？陈夏配合的摇头，他确实不能彻底杀死，因为就算是被洞穿了头颅，人体还是会有短暂生机，不会瞬间死亡，这是避免不了的，除非直接把老人碾成齑粉。老人大笑一声，看着陈夏思索的模样，脸上写满了得意，双手放在拐杖上，咧嘴道：那我们就开始好好谈一谈条件吧。没办法了。陈夏突然摇头，很是无奈地说道：只能帮这2、3千人报仇，已未及他们的在天之灵了。老人瞳孔瞬间收缩，质问道：你是想让这2、3千人去死吗？能力有限，抱歉。陈夏很无奈地说了一声，同时又端正了态度，解释道：但我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你身为大宋国师，怎么能有这么想法？你应该不惜一切保护这些人才对啊。老人怒吼道：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呀？陈夏皱眉，你要杀人，我又阻止不了，那我只好杀你了。你可以阻止，只要你答应。不，我不答应。
陈夏还没等老人说完，直接反驳，同时微笑道：“我的人生从来不为别人而妥协。”老人双手捏紧拐杖，咬着牙继续道：“可你是大宋国师啊，所以我要为了他们报仇。”陈夏接道：“你要为了自己的任性，选择害死2、3千的民众吗？”老人几乎是怒吼出口，朝陈夏质问道：“不。”陈夏摇头：“不是我害死的，是你。而且我也有句话要送给你。”陈夏清了清嗓子，酝酿一下，说道：“你要为了自己的任性，害死全部的炼气士吗？”思路是互通的。炼气士作为弱势的一方，既然能道德绑架陈夏，那陈夏也能反过来绑架他。炼气士神色阴沉，咬着牙，双手捏紧拐杖，怒道：“以我海外炼气士的性命，换你大宋2、3千民众性命也不亏。”你觉得不亏就好。陈夏由衷的点头，然后打了个哈欠，神情有些无趣，又重新靠在了墙壁上，随意说道：“给你2个选择吧，滚回去，或者死在这里。”老人神情不定，思绪良久，沉声道：“我是来给死去的56位炼气士讨说法的。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啊？”陈夏揉了揉眼帘，朝着老者问道一声：“你会被虫子威胁吗？你要杀这些民众的话，杀就是了，我阻挡不了，但我杀你，你也阻挡不了。事后我还会专门去一次海外，将你们炼气士杀得干净，没问题吧？”老人握着拐杖的手在抖，他发现陈夏是真的不在意这2、3千人的性命，因为陈夏整个人都很随意，一点想要阻挡的心思都没有。可他是大宋国师啊，怎么会如此？陈夏扭过了脑袋，朝着穿着梨黄裙子的姑娘问道：“你怕死吗？”姑娘愣了半晌，没搞清楚状况，但也点头。“那你就离我近点，等下保你不死。”姑娘听了，下意识地朝陈夏靠近。老者突然发狠，手上掐诀，口中低喝一声：“气！”他的声音没有喊完，因为脑袋已经少了一半。陈夏站在他面前，随手一切的事情而已。老人残存的一半嘴角却咧出残忍笑意：“你果然是在意的，我们还有一位炼气士，他马上就会施法。”“好。”陈夏平淡的点头，他看起来是真的不在意。气爆！大概是800米处的一道细微声响，被陈夏清楚地听到耳中。于是蛟龙气从地中迅猛而出，瞬间围住开口的身影，控制其身形。老人剩下半个脑袋的身体也坚持不住，没了声息。陈夏有些惋惜道：“我本来挡不住你们的，可惜你的心乱了，手就慢了。”巡捕司的高手们赶忙现身，将周围不明情况的民众驱散开，随后围拢在陈夏身旁，跪地磕头道：“巡捕司护驾不力，请国师责罚。”陈夏愣了一下，有些好笑：“真不需要你们护驾，也别跟着我了，自己回家休息吧。”“谢国师大人宽恕。”巡捕司高手们赶忙磕头。陈夏也懒得多说什么，兜兜转转回了皇城，坐在宋威为他准备的豪华寝宫里，打算又开始闭关了。夜里，房门突然被敲响，怯生生的声音在门响起：“国师大人，果能进来吗？”陈夏听着声音有些熟悉，却又想不起，便点头回道：“可以。”房门被轻轻的推开，入眼处是一双匀称纤细的玉腿，仅有少许布料裹住臀部，然后是妙曼的身姿，最后是俏丽的脸颊。“是你？”陈夏恍然大悟，来的是竟然是今天遇见的能一口吞掉冰糖雪梨的姑娘。姑娘低着脑袋，脸上全是羞红，几乎要滴出水来，不敢看陈夏，又轻声问候道：“见过国师大人。”陈夏随意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黄清月。”姑娘压着声音温柔回答，怕吵到陈夏。陈夏站起了身，朝着黄清月走近，饶有兴趣地问道：“今天你买糖葫芦的时候，表演了一口吞下雪梨吧？”“黄清月不好意思地点头承认，神情更见羞红了，比今天的冰糖葫芦还要红。“好。”陈夏笑着提了提裤子：“那你能不能再表演一下？这次咱们不吞糖葫芦。”“啊？”黄清月红润的神情有些微愣，疑惑问道：“不吞糖葫芦吞什么？”陈夏摸索了一下，回道：“你这么厉害的口活，拿去吞糖葫芦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再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尝试的。”“什么？”黄清月疑惑地抬起了眸子，有些不解，又觉得陈夏似乎话里有话的样子。这件事情应该没有男人可以拒绝。陈夏说着，摸索的手也停住了，朝着黄清月露出笑容，继续道：“你能表演3口1头猪吗？”他问道。“哈？”黄清月睁大了眸子，看着面前的烤乳猪，脸上写满不理解。不过他还是吃了，且没用3口，2口就完事。天纵奇才，陈夏如此评价。黄清月嘴巴被撑得鼓鼓的，话也说不明白，只能快速咀嚼。之后就是2人的大眼对小眼了。“你来干嘛？”陈夏现在才问出这个问题。黄清月低着脑袋，轻声细语地讲道：“是爹爹让我来的，说国师大人看上了我，让我来伺候国师大人。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女子脸薄的原因，很是羞红，甚至不敢抬起眸子去看陈夏。这就是少女风情了。陈夏点头，比较赞同，确实算看上了，毕竟能2口吞1头乳猪，证明我的眼光确实不错。黄清月更见不好意思，脑袋都快贴在胸脯上了，小声解释着：“我是有些贪吃，让国师大人见笑了。不过我来这里是为了伺候国师大人的。”姑娘终究是脸皮薄，一说到伺候2个字的时候，声音就突然小了起来，不敢大声说出来。“你准备怎么伺候我？”陈夏笑着问道，觉得逗逗小姑娘也挺有意思的。“您想怎样就怎样。”黄清月小声回着，仍然不敢看陈夏。“好。”陈夏点头，问道：“你会下象棋吗？”“和爹爹学过，算是会吧。”黄清月回复。“好。”陈夏拿出棋盘，摆好棋子，伸手邀请道：“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我对弈几局。”黄清月赶忙点头，端正坐着，请国师大人您先行。“那我就不客气了。”陈夏手持车，低喝一声：“我一个漂移，先将你一军。”黄清月摸棋的手停住，面色茫然。“哈！上界扶摇仙宗。”衣着华丽的老者乘坐渡船行驶在星海之中，到达了一处洞府之前，先礼了礼衣衫，再躬声喊道：“长老王物，求见圣女。”“不用见了，有什么事情就在门外说吧，圣女没空，我会给你带话的。”洞门骤然发出了声响，竟然睁开了2个眼睛，看着老者回道：“是。”老者不情愿的点头，说道：“仙界有万宗盛会，宗主让我来通知圣女准备参加，顺带也借着新任圣女的名头去拉好那些宗门的关系，所以需要圣女多做准备。且万宗盛会也不远了，刚好在1000年后，老夫还请圣女勤加修炼，到时候大出风采。”洞门发出不耐烦的声音：“行了行了，快走吧，给宗主带个话而已，怎么还添加这么多个人话语？”老人面色不悦，但也不敢发作，快步离开。洞门却没有将老者的话语转告给许真，因为许真听得到，只是不想搭理这长老而已。自30多年前他来到扶摇仙宗，便见多了阿谀奉承和人心叵测，也知道这些长老眼中大多只有利益。她又是一个境界不高但天赋异禀的圣女，是这些长老最喜欢接近的存在。好在她圣女的身份够高，能够强行的不搭理这些长老，得个静心修行。许真摇了摇头，好看的眸子眨了眨，朝着洞门问道：“小欧，你说我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自由的出去啊？”洞门想了一会儿，迟疑的回道：“至少也得倒海境吧？不对，倒海还是不太够，补天境好像也不太行，还是大地最稳妥。”许真皱起柳叶眉头，觉得这问了当没问。他又叹了一口气，30年日月流转，以修仙者的寿命来说是很短的时日，甚至根本不需要过多看重。但许真觉得很长，是思念很长，且每过1年都会拉长。如果思念是一条长长的河流，那么许真心中的思念可能就要汇聚成海了。越是接触仙界，他就越怀念在尾溪镇的日子，越想念陈夏，想念那个对自己真情实意的夏哥。当然的，他也是一样，心意从未变过，从来没有人能够在被将军后弄出来太子继位。但黄清月见识到了，他下了一晚上的象棋，好不容易的将了陈夏的军，刚要欣喜，陈夏就从后边拿出了一个小一些的帅，美其名曰太子继位，还给这棋子取名为黄二世。黄清月都有些欲哭无泪，撅着嘴巴，终于是使出了姑娘的撒娇手段，可怜兮兮的看着陈夏：“国师大人，您就让我赢一把不行吗？”陈夏摇头，凡是涉及到竞技的游戏，只要输了就不太好玩了。黄清月极为赞同，点头，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的看着陈夏，是不太好玩。陈夏微愣了一下，随后自言自语的念叨了一声。黄清月耳尖听见了，这么可爱，打一拳应该会哭很久吧？黄清月赶忙擦干眼眶里的泪滴，坐直身子，严肃看着陈夏，回道：“请您务必饶我一命，逗小姑娘确实很好玩。”除此之外，陈夏就没有其他想法了。并不是说黄清月长得漂亮，他就要动手做些什么，当然也可以做，只是没必要。要学会去欣赏美，且陈夏也不想进行没有感情作为铺垫的繁殖后代的行为。他有很强的个人思想，有自己的想法，至少是由上边的脑袋来控制行动的。黄清月跪坐在一旁，给陈夏倒了一壶水，又止不住的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他陪陈夏下了一晚上的棋，已经是很困了。你去床上休息吧。陈夏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不行，您都没有上床休息，我怎么能去？黄清月赶忙摇头拒绝，又揉了揉困乏的眼睛，强行打起精神。陈夏放下茶杯，手指轻轻点在桌上，笑道：“人饿了就得吃饭，累了就要休息，困了就要睡觉，你别管我，我不困。”黄清月犹豫一下，瞅了瞅周围，轻声提议道：“那我就睡地毯上吧。”随便你。陈夏站起身，走到房门处，摆手道：“你先睡吧，
我出去逛逛。说完不待黄清月回话，他就一个人慢悠悠地溜达出去了。黄清月看着关上的房门，神情愣了愣，爬到了一旁地毯上，蜷缩着睡了起来。皇宫很大，臣下在里边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任何人敢拦着他。宫女和太监们只要看见臣下的懒散身影，立马跪地磕头给臣下请安。臣下也会有礼貌的回应，但不会下跪。可宫里的所有人都要跪他，甚至包括皇帝宋威，他就是这天下站得最高的人。但有句话说得好，站得越高就越孤独，尤其是当你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时，身边就全是恭敬的笑脸。可以，臣下喜欢笑脸，如果把恭敬去掉就更好了。义父，我已经下令在大宋各个县城都修建你的雕像，每年都让民众叩拜，您选个日子，我这就让他们实行。臣下愣了一下，拜我干嘛？我又不能许愿。宋威赶忙道，您是大宋国师呀，更是孤身击退了蛮夷，护全了整个大宋，相当于是大宋守护神，民众们理应叩拜您。臣下捏了捏鼻尖，有些被宋威舔得不知所措，摆了摆手，随意道，你爱挑哪天就挑哪天啊，我不管。好好，那我这就去准备，不打扰义父了。宋威说完，快步退走。臣下站在台阶上，慢慢走下，想着自己闭关的事情以及接下来的事情安排。这是他入住皇城的第1年，大宋境内所有县城都有了臣下的雕像，每年的5月3日被定为国师日，所有民众都要叩拜臣下的雕像，由皇帝宋威带头，文武百官齐齐叩拜。这日静坐在家中的臣下收到了这么一个提示：气运作用，每年国师日全民叩拜，蛟龙气100-100，满了。臣下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欣喜，自己果然是挂机就能够变强呀。玲珑气01,000，臣下脑海中再次传来提示，蛟龙气进化成了玲珑气，且颜色也从玄黄变成了青绿。他眸子闪耀，青绿玲珑气在其中滚动一圈，很快平静。玲珑气3等龙族之气，可御灵自然，融入天地。这是玲珑气的简单讲解，臣下现在也没机会实践，等以后再说。陈哥，棋摆好了，咱们再来一把吧。黄清月的清脆声音响起，招呼着臣下过去。她现在的身份是臣下的侍女。经过1年的相处，黄清月也明白了臣下是个顶好说话的人，相处时也没有架子，还让黄清月直接叫他陈哥就好。臣下应答一声，就晃悠着去下棋了。两人现在的棋艺差不多，因为都不按规矩下棋，也别管什么马走日、象飞田。臣下能直接提着帅冲出来吃其他棋子，美其名曰御驾亲征。黄清月则能够用马一步走2个日，说自己骑的是汗血宝马，也没什么规则，就是他们两人之间斗着好玩。两人还去放过风筝，就在皇宫里边。黄清月牵着大大的风筝，小脸上有些忐忑，朝着臣下担心问道：陈哥，我们的风筝会不会飞不起来啊？你跑2步，它自然就飞起来了。臣下靠着墙边，笑着回道：陈哥，你以前放过风筝吗？黄清月提着风筝问道。臣下双手抱胸，放过一次，但是没成功。为什么啊？黄清月俏脸抬起，望着臣下，有些好奇。臣下思考了一会儿，回忆着笑道：那天风很大，也没太阳，我想着适合放风筝，就去了山上，但是我忘了，打雷之前也是会刮大风的。哈哈。黄清月没心没肺的笑了一声，然后又有些许担心的问道：那陈哥，你当时没事吧？风筝没了。臣下只回到这么一声。嘿嘿。黄清月回了一声笑，然后提着风筝开始奔跑起来，却怎么也不能让风筝飞起来，当下只能停住，喘息着朝臣下抱怨道：陈哥，这风筝飞不起来。没风。臣下给出了原因。他这句话刚说完，黄清月转头时就感受到了扑面来的风，大风吹动了他的发丝，带动了裙摆，贴在姣好的身姿上。风筝在响动。黄清月单手压着裙摆，朝着臣下大声问道：陈哥，风这么大，等下会不会打雷啊？不会。臣下轻飘飘的声音透过了大风，传进了黄清月的耳朵里。他的眸子闪耀着青绿的光芒。今天的风很大，风筝也飞得也很高。黄清月在大风里远远的笑着和他说：陈哥，我们下次一起放风筝好不好？声音没有穿透大风。臣下却听清了，靠在墙角微微点头，笑着回应道：好。他却没说下次是哪次。人生总是带着离别的，臣下觉得寿命无穷无尽的自己不应该太深入的和人接触，这对双方都不太好。第3年，在风雪交替的冬季，一道懒散的身影早早的起了床，迈着不慌不忙的步伐，踩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慢悠悠的离开了皇城。他穿着青衫，就和来时一样，空无一物。风雪往后大了些，彻底掩埋了臣下的身影，连着离去的脚印一起不见。也许风雪天本就是离去的好日子，谁知道呢？臣下就这么走了，
静无声息。隔壁屋的黄清月起床后，穿着厚实的棉袄，打扮娇俏可爱，敲着陈夏的房门，知道陈夏性子懒散，于是又念道：“陈哥，起床啦！陈哥，起床啦！陈哥。”没有人回应。黄清月疑惑之下，手上加大了一些力气，一把将房门给敲开了。里边什么都没变，什么都在，可就是唯独没了陈夏。陈哥，别躲了，我看到你了。黄清月故意喊着，以为陈夏在和他开玩笑，可却始终没等来陈夏的回应。他表情开始急切起来，加大了声音：“陈哥，陈哥。”还是没有回应。黄清月开始寻找屋内，最终在床榻上找到了一页纸，其上还像模像样的写了3个字：离别信。内容就在下边，歪七扭八的字迹，很有陈夏的风格。我个人认为离别是不需要写信的，因为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出于礼貌，就提一下吧，相逢即是缘，去门外看看吧。离别信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很有陈夏懒散的风格。黄清月拿着离别信去到了门外，这时才发现在10几米外有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插着一个高高的扫把，像是在招手告别。黄清月擦掉眼里即将流下的泪水，笑着也朝雪人招了招手。啪！雪人忽的一下垮塌，露出了里边的一本书籍。黄清月疑惑地上前打量，拾起书籍，看到了其封面上的4个大字：玄魂道章。国师离开皇城的消息没有藏住，不可遏制地传了出去。于是天下人都知道国师去了天下。州县的官员们都紧张起来，打算遇见国师了，一定要好好的行礼，讨国师欢心。可惜他们一直没遇到。而人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紧张的，起初还会做做样子，后边又恢复平常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宋江湖。自此陈夏这位出世的唯一仙人没了消息后，大宋的江湖就又活跃了起来，诸多高手成立宗门，甚至还开启了新一轮的天下10高手大选，名叫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这是第8年的事情，且这次武道大会是江湖和官家约定好一起举办的，由江湖的4大世家联合老龙寺、3大宗与大宋皇室一起举办，获胜的10位高手可以加官进爵，赏金1万两。当然，就算你没进入10大高手，只要有实力，也可以进入巡捕司，领着丰厚的俸禄，为皇家办事，可谓是江湖高手们一举登高的好去处。一时之间，各路江湖高手都向着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涌去，而举办的地址在天坛之水，须经100米之河，渡群山，方可抵岸。这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而风景好的地方都有一个特点：闲人多，江湖人士很多，从江湖来也要过江湖去，所以一众江湖人士停在了渡口处，向着来往的渡船询问价格。因为武道大会的原因，难得热闹起来，渡船的价格上涨了一些，但对于这些江湖侠客来讲，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无非是多几文钱而已。不过一般的肯给渡船钱的，都是武功不高的江湖人士，或者是专门来看热闹的闲人。因为武功够高的都用轻功踩水过河了，哪用得着专门去做渡船？当下便有如此景象。那老者是谁？竟然只用一根竹竿渡江？河岸渡口处有人惊诧发问，众人也连忙将目光移来。100米之深的河流之间，有一仙风道骨的老者踩在竹竿之上，双手负后，神情轻松，晃晃悠悠渡河而去，看似身子随时都要落下，却又稳当的很，平平静静过了河，到达对岸。瞧着老人一竿渡江，如此轻松，想必是哪家祖师才对，只不过脸生得很，从来没有见过此人。或许是哪家不出世的大人物来了，咱们也别乱说话，这种老怪物恐怖得很，若是胡乱议论被他听去了，我们也讨不着好。几位江湖人士止住了嘴，不再议论，怕惹祸上身。这些江湖老怪脾气都捉摸不定，生气起来更是极为恐怖。且这老人也不算特别出众，他们到达天坛之水的这几日里，遇见不少厉害人物，其中更是有传说中的大侠人物。他们如今也算见多识广了，不至于因为一个老怪就太过惊骇，当下还是考虑过河的事情，于是转头向渡船里问道：喂，船夫，过河多少钱一位？船夫是个中年汉子，笑着回道：30文一位，你们几位往里边请。几人皱眉，30文也太贵了些，哥俩虽然不缺钱，但也不至于被冤大头斩杀，心中不舒坦，还是多逛逛问问。船夫摇头，仍是笑着说道：那随便你们吧，不过我可提个醒，如今过河都是这个价格，我这还是低的。几人没回复，商量着去了其他渡船。船夫看着几人背影，无奈的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这么多人坐船，肯定要加些价钱的，生意看时日嘛。他将肩头的毛巾随意搭在船舱上，转头朝着右边一艘小些的渡船问道：陈家兄弟，你还不出船啊？马上就到正午了，生意最好的时间来了。小船里没有动静，隔了半晌才传出缓慢的脚步，一道懒散人影走出，随意靠在船舱上，朝中年汉子平淡回道：我不做生意，就是单纯的想划船罢了。中年汉子无奈摇头：你呀，
都来2年了，还不努力些赚钱，好讨个媳妇？陈夏双手抱胸，懒散地靠在船舱上，轻笑着回道：“那就等媳妇来找我就好了。”中年大汉都被陈夏的言论给逗笑了，干脆直接坐在船上点评道：“你呀，长得是俊俏，也文雅，讨小姑娘们的芳心是绝对足够了。可要结婚成家啊，不止小姑娘一个人同意就行了，还需要父母之言。你没些彩礼钱，如何能讨到这父母之言？”陈夏思路清奇，瞬间就找出了破解之法，回道：“那就找没有父母的小姑娘。”大汉神情一愣，估计也没想到还有这种思路，沉寂片刻，又劝道：“这没有父母的小姑娘可难找了。再说没有父母的姑娘吃惯了苦头，可就更势利了，眼光更高。”陈夏靠着船舱的身子往下滑落，直接坐在床上，微笑回道：“那就找富婆。”中年大汉沉默了，仔细打量了陈夏几眼，隔了半晌，才悠悠回复道：“你确实挺适合。”两人的话语就在这里终止了。中年大汉提着水壶，从包里掏出一个饭团，就着白开水吃了起来。马上就到正午了，是生意最火热的时候，到时可没有时间吃饭，得现在吃了补充体力才行。大汉吃饭期间，扭头看向一旁的船舱，发现陈夏已经钻了进去，不见了身影。他微微皱眉，这陈家兄弟是2年前来天水之潭的，说是游历于此，觉得风景不错，便留下来划船了。只是他划船的生意做得可真不好，随着自己心情去划，多少钱也看乘客们自己给，从不要求什么，怪得很。最怪的是，这陈夏很少离开船舱，众人也没见他怎么吃过饭，但也没人细究。中年大汉也摇了摇头，懒得去管，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操心别人干嘛？陈夏躺在船舱里，呆呆看着天花板，他现在越来越不想动了，可能是大龟悉数快要大成的原因，也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他懒，谁晓得呢？陈夏翻了一下身子，从怀里掏出一块小镜子，打量着自己的面貌。他和以前越来越不像了，不管是眉眼、五官还是面容，都有了些许出入。简单来说，就是变帅了，唯独身上懒散随意的气质没有变化。他摇头，收回了镜子，神识沉下，查看玲珑器的数值。玲珑器1501000，国师叩拜给的玲珑器已经越来越少了，8年才加到150，估计得要个200-300年才能加满。好在陈夏等得起，也没什么。另外，这8年得来的点数，陈夏全部加到了气运上边，力量还是35，法力则是0。他现在的气运是13，偶尔会有大鱼直接跃上他的船上来了。走路捡钱之类更是小儿科，但是还不够，陈夏还要继续加气运。气运会影响功法、体质，只要加高了，以后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玄学。他打了个哈欠，透过窗户朝外看去，骄阳当空，热浪滚滚，已经是来到了正午时分，也是渡船生意最好的时候。不过不关他的事，周围停泊的渡船陆陆续续载了客人，慢悠悠地朝对岸驶去。渡口上还有许多人顶着骄阳在等着，而他们眼前有一艘从来没动过的小船。有些世家子弟性格急躁，受不了这骄阳，便走到小船旁，大声喊道：“船夫在吗？开不开船呀？我出50文钱。”小船里没有回应，很是安静。世家子弟皱眉，又大声喊道：“有人没？应个话啊！不行我出1两银子，价格好说，小爷不差钱。”他这句话刚喊完，小船里就探出了一个脑袋。世家子弟刚要高兴，觉得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陈夏甩出一双船桨，随意道：“要过河自己划，钱随便给，我也不差钱。”他继续回船舱躺着了。之所以给出船桨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小船摇摇晃晃的感觉，伴随着景色掠过，很是催眠。具体感受就和上辈子坐火车差不多，坐上了就想睡觉。世家子弟站在渡口，神情有些懵，却又不晓得说什么，最后竟然走到了小船上，拎起了船桨，还朝后边人群问道一声：“你们谁要一起划的？”这划船可是个新鲜事，不少人都想参与。于是船就这么动起来了。陈夏躺在船舱，眯着眼睛，是要晃睡着了。小船上一众人闲得没事，开始谈论起来。此次武道大会，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一？有人分析道，原先的天下第一左飞扬肯定有很大的可能蝉联，毕竟他年纪也不大，还是当打之年。有人持反驳意见，武道一世怎么能以年纪论英雄？朝堂9000岁活了近200年，不还是如此生猛？依我看，左飞扬近些年都在和皇家接触，事务繁忙，没时间练习，更没有突破，很可能已经被其他高手超越了。众人讨论一番，各种可能都说了个遍。有人突然提了一嘴：“那仙人呢？你们说仙人会不会来？”此话一出，众人一愣，然后开始发表自己的说法。这是江湖之中的武道大会，仙人不算江湖之人，已经步入仙道，应该没理由来此。再说仙人自从离开皇城后，已经过去5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已经闭了死关，哪有时间来这？
又有人犹豫一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只是听说，仙人好像去了海外，要寻找登入仙界的途径。有人摇头，我听说仙人已经飞升入了仙界，所以才没了消息。我倒是听说仙人飞升不利，受了重伤。5年前皇城的大雷雨夜就是仙人的飞升之时，之后骤停，就代表仙人飞升失败了。我这里也有个消息，当然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绝对没有如此心思。听说仙人在皇城的大雷雨夜飞升失败，仙陨了。打住，打住，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有人赶忙制止，不敢再延续这个话题。但是他们心里都知道，所有的江湖人都希望仙人陨落，因为只有仙人不在了，江湖才可以抬头。不然，仙人永远是压在大宋江湖头上的一座大山，一个人便能镇压整个江湖。如今的江湖回暖，也是因为陈夏5年之间都没有消息，给了江湖人士们稍微活跃的心思。陈夏躺在船舱里，听完了几人的对话，觉得谣言呀，真是越传越离谱。现在自己都已经陨落了，要是再过几年，估计就得快进到投胎转世去了。以后的国师日也别叩拜了，直接插3炷香，改成祭拜算了。他又翻了个身，听到外边几人再次传来讨论话语。你们听说过小仙人吗？小仙人？陈夏在船舱里听得清楚，当下不禁感叹，怎么如今还出了个他的青春版，美其名曰小仙人。外面讨论的话语没有结束，继续说道，小仙人就是最近2年声名鹊起的那位，听说修的是神通术法，刚出世就击败了几位江湖老牌高手，更是孤身去了老龙寺问道，后边还安然下山了。这些事件都让小仙人在极快的时间里闻名整个江湖，甚至有人将他排入了天下第一的争夺候选人之中。这小仙人来历如何，你们可有知晓？我只听说他是来自一个隐士宗门，如今出世就是为了振兴宗门。我这里倒是有2个说法，一是说这小仙人来自仙门之中，是那位老仙人即将出世的代言人；二是说这小仙人来自海外，修行种种神通术法，是海外炼气士集大成者，如今才赶来大宋江湖出风采。这2种说法的可信度倒是不低，毕竟这小仙人确实使的是神通术法。不过其他人还有疑惑，皱眉问道，国师大人不是放话了，要诛杀海外炼气士，这小仙人还敢在大宋境内活动，当真不要命？此言差也。一旁同行人摇头回道，就如前言所说，国师大人已经没了消息5年，谁都不知道国师大人去了哪里，这小仙人本事又不小，自然赶出来。其实说到底，就是陈夏不在，且没了消息而已。若是如今的陈夏还在大宋皇城的话，那估计这武道大会也办不起来。小船划得很慢，所以船上几人的话语更多。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大宋皇室的阴谋？何出此言？国师离开大宋皇城不过是皇室的一面之词，谁知道国师究竟走没走？且江湖之前的3大高手左飞扬、9000岁、老僧都和大宋皇室交好，而大宋皇室之前又和整个江湖不太对付，甚至说出了侠以武乱禁的言论。这次大宋皇室罕见的参与武道大会的举办，且还要把武道出彩的人物招纳入皇庭之中，大有把朝堂和江湖融合在一起的心思。几人聊到这里，便都动了心思，开始深推起来。照这样说，大宋皇室是想让整个江湖给他当狗，应该如此。且按照大宋皇室的武力，就算是加上左飞扬与9000岁，也不能稳定拿下整个江湖。所以我觉得国师大人可能躲在背后，在最关键时出手，镇压整个江湖。几人言语间已经将阴谋论建立起来，想着都有些脊背发寒，不敢深究。有人赶忙摇头说道，算了算了，这件事情不该我们去想，这些个江湖大侠都不担心，赶来参加武道大会，我们这些看热闹的还怕什么？也是，有人点头附和。小船也快划到了，他们便不再谈论，陆续丢了钱在船上，朝船舱里喊道一声，船夫，钱已经给了，奖给你放这，我们走了。几人陆续下了船，朝着会场之中走去。小船没有动静，依旧停泊在岸边。过河的人多，但回去的少了。陈夏乐得清闲，躺在船舱里发呆，等过了半晌，才慢悠悠地走出来，坐在船上，将零散的钱币捡起来，随意数了一下，不多不少，刚好66枚铜币，算是一个吉利数字。陈夏将铜币用绳子穿起，挂在腰间，也不用，主要是听个响。四周还有渡船不断行驶。陈夏走下了渡船，双手负后，听着铜钱颤抖敲击的响声，慢慢地朝着里边走去。休息久了，也得散会步不是？他伸了个懒腰，吐出一口浊气，打算去人多热闹的地方看看。而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天坛之水中央，武道大会即将举行之地。之前那几个人谈论的话语也很有意思，其中一直关乎到江湖。什么是江湖？若让陈夏来解答的话，便只有一句话：他脚下的就是江湖。天坛之水最高处，空中阁楼。宋薇站在窗前，面朝群山围绕而成的潭水，也真是天坛。
名单上的江湖人士都来齐了吗？他问。身后须发皆白的9000岁点头，掐指笑道：“来了90%，还有1成生性多疑、警惕，或许是怕些什么，现在还没来。”宋威目光虚起，瞭望窗外，语气淡然道：“1成而已，无伤大雅。等整个江湖被我掌控在手中，这剩下的1成江湖侠客自然该懂得如何选择。”他停顿一下，又咧起笑容道：“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的话，就只能用大宋的铁骑教他们如何抉择了。”9000岁笑着摇头，何须大宋铁骑这么大的排场？老奴亲自上门一次就够了。宋威摇头，区区小事，哪里用得着九伯出马？言语之中看得出来，宋威对9000岁很是尊敬。9000岁脸上泛起红润笑意，很享受这种被皇帝尊敬的感觉，不过仍是谦让一声：“能为陛下您做事，是老奴的荣幸。”宋威笑着点头，转过头来，眼神热络地看着9000岁，笑道：“那就请九伯在此次武道大会里多出些力气了。”这是自然。9000岁掐着手指，轻笑回道。忽地又问：“左飞扬如何说？他同意了吗？”谈到左飞扬，宋威表情有些沉下，微微摇头。左飞扬这里不好劝说，即使我已经将舆论放了出去，他还是不愿意低头，打着朝堂与江湖和平相处的心思，估计会是您的最大对手。听到此话，9000岁皱眉，讥讽一声。他心中的侠义心肠倒是深得很，算得上一个冥顽不灵，还想着朝堂和江湖和平共处，可笑至极。宋威揉了揉鼻尖，无奈回道：“左飞扬脾气确实太倔，我让姐姐专门去找他谈过，没想到还是谈不拢，姐姐也没办法，只叫我事后饶着左飞扬一命。”宋威犹豫一下，看向9000岁，迟疑问道：“您可有信心胜过左飞扬？”9000岁双手拢袖，面色变化不定，最终稳在自信上面，从袖中伸出一指，横在面前，眼神尖锐道：“20年前，左飞扬为江湖第一，我为第二，我们之间确实有一战，我当时输他半招，不过若是舍命厮杀的话，我有信心和他换命，而不是差着半招。如今20年过，我又有感悟，隐隐约约成天人之相，我已有近200年寿命，任何江湖中人都比不了我。”9000岁说到此时，表情极为骄傲，伸出的指头捏为拳，霸道而言：“我用200年修仙道，以求凌驾江湖之上。如今左飞扬要是和我再战，我将用1刻钟镇压他。”宋威听到此处，神情也激昂起来。九伯已成仙道的话，那这次武道大会岂不是实拿实稳？9000岁微笑点头，又回道：“最近新出的小仙人，你打探过消息吗？”宋威回答道：“我让蝶子去探过，但蝶子没回来。根据其他人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海外炼气士。”9000岁皱眉，没想到国师才消失5年，海外炼气士就敢如此光明正大的现身。宋威也无奈，国师的消息这些年也没打探到，估计海外炼气士也没打探到，所以才敢出现在大宋境内。9000岁点头回道：“这些海外炼气士仗着修行仙法，一直不服国师，如今又要出来挑衅一下，很是正常。”宋威捏了捏鼻尖，有些烦恼，很快摇头：“先不去管这些海外炼气士，等镇压了整个大宋江湖，再慢慢管他们。”想到这里，宋威又叹息一声：“要是国师还在就好了，以他的名头，镇压整个大宋江湖，估计不费吹灰之力。”9000岁不置可否地回道：“也许吧。臣下在这天下真的是好事吗？”9000岁不这么觉得，他希望大宋境内的2个仙人都陨落，这个才是最合理的天下。不然他每次抬头之时，都会觉得有2个人高高在上。第3天，武道大会正式打响，几乎90成的江湖有名之士都参加了，其中更是不乏传说中的大侠人物。围观的人物更是众多，将整个天坛围得水泄不通，里里外外都是人流涌动，呼声不断。快看，是长风大侠，据说10年前就宣布避世不出了，没想到今日竟然能看到。高台上的是谁？须发皆白，黑蟒袍，莫非是皇家绝顶高手9000岁？臣下混迹在人群之中，听着周围看客讲解，自己也不时好奇地将目光打量过去。果不其然，他一个都不认识。不过这些江湖大侠倒是长得人模狗样的，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穿着打扮更是华丽，突出的就是一个装逼。好，臣下点头，觉得自己也该学习一下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逼装得如此自然。他找了个空闲位置，端着顺来的小板凳，坐着准备观战了。高台之上，9000岁面朝群山，运起内力，大喝一声。武道大会正式开始，第一场，西洋长风对战鞍山老怪。台下看客的欢呼声更见热烈。臣下面前的人影一直在跳，使得他看不见台上战况。30息后结束了，一个老头赢了。这鞍山老怪恐怖如斯，内力雄厚，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击败长风大侠，看来他很有可能进入天下前10呀。都有人开始复盘了，臣下还是没看到，不过也无所谓了，他就是凑个热闹而已，
当下打了个哈欠，咂巴了2下嘴巴。嘿，哥们，我看你都困了，不然你把板凳让给我，你去后边睡觉如何？一个世家子弟拍了拍陈夏的肩膀，提议道。陈夏摇头，没事，我在这里睡得快，催眠效果好。我出1两银子，不要你的位置，只要板凳。这世家子弟又说道。陈夏瞥了他一眼，还是摇头，没了板凳，瞌睡少一半。你是来睡觉，还是来看比武的？这世家子弟皱眉，有些无语。凑热闹罢了。陈夏笑了一声，他一个修仙的，看这些练武的有什么意思？世家子弟也无奈，只小声嘟囔了一句：乡巴佬。陈夏轻笑了一声，倒也没什么心理波动，他脾气一向很好，再加上性子还懒散，所以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行为，陈夏都很少生气。再加上这世家子弟说的比较轻，若是嘴再臭些的话，陈夏就要教他什么叫做祸从口出了。武道的比试还在继续，陈夏已经歪着脑袋开始神游天外了。等到比试的差不多了，陈夏才醒来，当下正是压轴的比试。左飞扬打9000岁，2个都是重量级。看客们的高呼声达到了空前的热烈，讨论的言语也激烈了起来。天下第一与天下第二厮杀，谁赢？左飞扬8年前边关一战被蛮夷武夫断了手，如今不知道恢复如何，若是影响太大的话，应该不敌9000岁。20年前他们之间的胜负就只差半招，20年后左飞扬受损，9000岁厚积薄发，胜算很大。诸多言论里还是支持9000岁的较多，只有陈夏注意到了其他的存在。在比武台后站着众多江湖人士，其中有一个白衣青年站在众人之前，双手负后，正持着笑意，淡然地看着眼前这场厮杀。青年的眉心一抹红点，不像朱砂痣，颇为邪气。陈夏微微皱眉，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种气质的存在。他略微沉思一会儿，缓缓抬头，终于想起，是海外炼气士。场上的厮杀正式展开。左飞扬单手持剑冲去，另外一只手缩在袖袍之中，没有动静。9000岁脚踏地面，气缸弹起，身躯直接贴地飞行，双手覆盖气缸，直撼左飞扬剑刃。这是第一次交锋。9000岁以单手3指捏剑锋，断剑气，取剑意，占据上风。左飞扬剑刃被压制，缩在袖中的另外一只手挥出，卷动空气，内力喷发而去。9000岁还是3指，气缸爆开，击退左飞扬30步，右手捏剑刃，空手夺白刃。左飞扬无剑，右臂颤抖。8年前，那蛮夷武夫果然给你留下了不可治愈的伤势。9000岁平淡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左飞扬苦笑一声，你进我退，便是再也追不上了。但他还是伸出了双手，吸了口气，正声道：天下第一20年，但求一败。好！9000岁尖锐声音响起，点头。他冲杀过去，没用1刻钟。左飞扬的断臂太严重了，仅仅200招后，9000岁就奠定了胜局。左飞扬神情黯淡地跌落台下，擦了擦身上不重的伤口，最终之中苦笑一声。9000岁咧开了极为欣喜的笑意，他终于要走到天下第一的位置。却听见脚步声，白衣青年走上台，眉心红点鲜艳，手中拿出一个玲珑塔，笑问道：不知9000岁可曾听说过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9000岁挑眉，来者不善。他双手伸出，其上气缸流转。白衣青年继续笑道：我家里人说过，天下之中9000岁是最接近仙人的存在，所以我便来找你了。顺带一提。青年指了指眉心满是邪气的红点，继续道：我这眉心红点是吸了10几位江湖顶尖高手的血肉内力，他们也因此原因来不了这武道大会了。9000岁瞳孔睁大，手中气缸竟然消失了。白衣青年手中玲珑塔旋转，发出五彩之光，笼罩整个比武台，残忍笑道：以大宋江湖为踏板，送我入仙人之境。9000岁浑身内力止不住的抽离，朝着玲珑塔流失而去。他嘴里发出痛苦哀嚎。白衣青年狞笑。本来晴朗的天气突然变了颜色，昏沉起来，乌云之中雷蛇密布，张牙舞爪，忽有雷鸣，极近。白衣青年抬头，雷柱轰来，他手中玲珑塔释放灵气，抵住雷霆，护全自身。9000岁的内力流逝停住，赶忙拖着虚弱身躯退后，不敢停留。是谁？白衣青年阴沉着脸，怒喝一声：我没说过吗？有一道懒散的声音从天地间起：海外炼气士，我见一个杀一个。声音接近，是一双极为闪耀的青绿眸子，随后是青山。陈夏已经站在了台上，淡然地说出了让白衣青年脊背发寒的话语：你找死！白衣青年身躯发颤，他表情变化了半晌，最终捏紧手上玲珑塔，眼神之中极为警惕，但笑容平常。我们本是一路人，你不应该拦我的。一路人？
陈夏念叨了一声，随后嘴角挂起微笑，青绿色的眸子闪烁一下，天空盘旋的雷霆停止，压抑在上方。他好奇问道：“你从哪里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白衣青年手持玲珑塔，身上华光四溢，看着一眼周围江湖侠客，又直视陈夏，沉声道：“我们都是仙人，走的都是仙路，高这些江湖武夫一头，所以我们是一路人。”哈哈！陈夏歪着脑袋笑了一声，双手抱胸，问出了一个让白衣青年发颤的问题：“是谁给你的勇气，把狮子和蚂蚁比成一路人？”白衣青年手掌颤抖，眼角一跳，赶忙惊呼辩解道：“可我们修的都是神通仙法呀！”不，陈夏将歪着的脑袋正了回来，很认真地纠正了白衣青年的话语：“你这不叫仙法，叫做戏法。”他双眸青绿玲珑气闪耀，充盈整个瞳孔。天上雷霆扭转在一起，沉入乌云之中。片刻过后，从乌云之中缓缓探出一只由雷霆凝聚的硕大龙首。龙首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沉浮在陈夏身旁，伴随左右。这才是仙法。陈夏笑道。白衣青年惊骇异常，手上的玲珑塔控制不住的颤抖，他赶忙用另外一只手抓住，却连带着两只手一起抖了起来。陈夏将手放在龙首之上，随意说道：“海外炼气士，若是一直在海外也还好，毕竟鸟不拉屎地方，我也懒得去。可你既然敢踏入大宋境内，也不把我几年前说的话放在心上，既然你自己都不关心你自己的命了，我就只好取走。”他轻轻拍了拍龙首，硕大龙首骤然抬头，雷霆闪耀，发出霹雳声响，两双凝聚雷霆最多的眸子直视着白衣青年，杀气腾腾。白衣青年已经开始脚步不稳了，仿佛在他面前的就是一条实打实的真龙。我此次前来大宋，就是为了寻找国师大人，代表诸多海外炼气士向国师大人赔罪，还带来了礼物。白衣青年赶忙求饶，顺带把自己的玲珑塔递出，说道：“这是我们海外炼气士的秘宝，献给国师大人。”陈夏表情平淡，如果是想道歉的话，下辈子可以直接开始，不过估计你下辈子也长不了记性。白衣青年咬牙，朝地面狠狠一跺脚，玲珑塔开始疯狂旋转，怒声道：“我已经如此低声下气，你还要撕破脸皮，那就别怪我舍命一搏了，就算杀不了你，也要坏你根基，毁你大道。”陈夏笑了起来，我听过很多笑话，但能让我笑得这么自然的，你是第一位。白衣青年咬牙，既然已经完全撕破脸面，他也不忍受了，骂道：“就算我是笑话，你以为自己好得到哪里去？整个天下怕是没有一个人真心对你。你看看周围这些江湖武夫、朝堂皇室，哪个不希望你死，不希望你陨落？”周遭江湖侠客不言语，但心中多多少少都起过这种想法，毕竟一个练武的江湖确实不希望有一个修仙的踩在他们头上。宋威站在高台之上，赶忙开口辩驳：“奸诈小人，岂敢离间我与义父的关系？”呵呵，白衣青年冷笑一声，指着周围，这些人无不是畏惧你的实力，大宋皇室也只是想利用你，可有谁真的关心你？你说的对。陈夏点头，淡然回道：“可我还是要杀你。”杀我！白衣青年怒喝：“就算你能杀我，我也要狠狠地朝你咬上一口，让你负伤。100年后老仙人出世，定要斩杀你这与他争夺气运的存在。”不错。陈夏认同点头，面容平淡，回道：“但我仍然要杀你。你自以为站在最高处，却不知道已是悬崖边缘，稍有不慎便要坠落。”确实。陈夏第3次点头，随意伸出一只手拍着龙首，这依然改变不了我要杀你。欺人太甚！白衣青年怒喝一声，手中玲珑塔开始疯狂旋转，华光炸开，整个比武台的青石板寸寸碎裂，要朝陈夏轰杀而来。陈夏面无表情，伸手随意一招，巨大的龙首骤然抬起，雷霆搅动，朝着华光冲杀而去。天幕漆黑，乌云密布，如同小山般大小的雷龙在天地间翻腾，搅乱了整个天坛之水，压得白衣青年抬不起头。陈夏无所谓的扣着手指甲，平淡的说道：“你说你要狠狠的咬我一口，让我负伤，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些？”他停顿一下，玩着指甲的手停住，抬头露出笑容，继续说道：“弄不清狮子和蚂蚁的区别啊？”白衣青年咬牙，正在拼命抵抗雷龙的攻势，没有心思回复陈夏。陈夏眼眸中的青绿光芒闪烁，伸手一招，雷龙骤然溃散在天地间，苍穹乌云也消失不见，重现晴朗。周围江湖侠客看得心神俱震，止不住的惊骇，国师举手投足之间，已经是随意掌控天地大异象了。这就是仙人伟力。陈夏召回了雷龙，双手朝前交叉一撑，活动一下，笑道：“虽然你们一直叫我仙人，但其实我的仙法真不厉害。”这是实话，因为陈夏加点的力量一直远超境界。白衣青年身上出现了不少伤势，正在原地喘息，咬牙盯着陈夏。仙法不厉害，那这雷龙算什么？热身吗？白衣青年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喘息片刻，商讨道：“
你若饶我一命，我可以将玲珑塔给你，之后更是能让海外炼气士全部辅佐于你，获得大运，斩杀大宋境内老仙人。陈夏伸出一只手指在面前，轻轻摇了摇，淡然回道：“不需要你们。”他脸上露出自信笑容，摇动的手指停住，成了屈指状，对准白衣青年，以平淡的仿佛本该如此的语气说道：“我一个人就能杀他。”嘣！这一指弹出，已经破损不堪的比武台瞬间成为齑粉，空气被蛮横驱散开，100米之内形成真空地带。白衣青年手上玲珑塔赶忙顶出，想要挡住这一指，却见玲珑塔瞬间破碎，几乎连一点抵挡的作用都没起到，就这么被一指碾碎。他在最后时刻扬起惊骇表情，看向了面色平淡的陈夏。陈夏的神情真的没有丝毫波动，仿佛杀他真的和碾杀小虫一样。这就是仙人吗？白衣青年神情只剩绝望，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天差地别。轰！这一指轰杀完毕，整个比武台彻底粉碎，而弹指的方向更为惨烈，直接出现了100米长的圆柱沟壑，而白衣青年就躺在沟壑最远端，正吐着血，半死不活。但终究是没死，而没死的原因很简单，陈夏收力了，倒不是他心软，而是留着白衣青年一命，问问海外炼气士的事情。陈夏轻松地拍了拍手，转头看向众人，在宋威和9000岁身上多停了2眼，微笑问道：“诸位近来可好？”宋威赶忙抱拳点头，托义父的福气，大宋近年来欣欣向荣，安稳平静。陈夏随意回应一声，又转头看向诸位江湖侠客，挥手随意道：“你们继续打，不用管我，我就是看个热闹。”话虽这么说，但是真没人敢继续打了。毕竟见识过皓月在前，他们这些泥沙又怎敢表扬？况且比武的场地也被陈夏摧毁完了。陈夏也意识到了这么一点，眼瞳闪耀青绿光芒，脚下100米土地骤然翻滚，在树隙之间成为擂台。简单搭了个擂台，可能简陋了些，你们不要在意。陈夏笑道。9000岁眼神瞪大，心中惊骇，陈夏的本事较之8年前又有提高，已经是可以使出这种凡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大神通术。陈夏缓缓走下擂台，朝人群中步行而去，拥挤的人群赶忙让出一条极为宽敞的道路，丝毫不敢阻拦。陈夏走到了最末端，面朝众人，朝着宋威喊道：“这炼气士你带回去，问些有用的消息出来，我之后来问。”宋威赶忙点头：“是。”陈夏站直身躯，嘴角挂起微笑，面朝众人轻松说道：“我确实不应该出现在江湖，修仙的和练武的怎么搭得上条呢？”一众江湖侠客低头不敢应声，心中却都是这么想。所以往后，陈夏又笑道：“希望咱们江湖不见，山水不逢。”他轻轻一跺脚，身影消失不见，就如同他从来没出现过一样。而所有人也都想不到，这是陈夏在众人面前的倒数第3次露面。大宋威历30年，朝堂招安了近80%江湖侠客，就职于巡捕司。而往后的江湖侠客想要得到名正言顺的侠客身份，需要在巡捕司登记才可，不然就是武贼。如今的江湖已经和朝堂密不可分。若说以前的江湖是侠肝义胆、尔虞我诈并存，那么现在的江湖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加官进爵。没以前这么逍遥了，可也是江湖。威历40年，罕见的大雪下遍了全境，叠起了身后的雪地，就连瓦片上面都是厚厚的积雪，有时甚至会将瓦片带着打落。皇城里的雪尤为的厚实，许多太监拿着铲子不停地铲雪，可终究是杯水车薪。穿着青色面貌的人影站在屋外，安静地看着太监们铲雪。其中有太监眼尖看到了，连忙朝人影问候道：“奴才见过月姬。”黄清月轻轻点了点头，随意摆手道：“自己忙自己的吧，不用管我。”是。太监又拎起了铲子，开始卖力铲雪。黄清月是宋威亲自封的月姬，地位甚至比一品文员还高。原因很简单，她是陈夏的侍女。即使只是1年的侍女，但她依然是当今天下和陈夏相处过最久的存在。所以宋威专门封了她为月姬，甚至平日还对黄清月很是恭敬。黄清月也知道为什么，她沾了陈夏的光。即使陈夏已经15年没有出现过了，但整个大宋王朝还是丝毫不敢怠慢。且宋威也看出了一件事情的端倪，黄清月未曾变老，样貌还和年轻时一样，甚至根本未曾变化过。这代表什么？宋威仅是稍微一想便明白了，黄清月很可能得了陈夏的教导传承，也走上了仙道。这就代表了黄清月可能会成为继老仙人和陈夏之后的大宋第3位仙人。既然有了如此可能性，那宋威就绝不敢怠慢，就将黄清月看作了第2个陈夏。至于陈夏的传承，宋威确实动过一点歪心思，但这点念头很快就被宋威自己抹杀。他不怕黄清月，但是极为惧怕黄清月身后的陈夏。尤其是武道大会之时，陈夏展现出来的毁天灭地的力量，
让宋威心里的所有念头都化作灰烬。这是他高不可攀，只能仰望的力量。哪怕陈夏已经15年都没出事了，但宋威还是怕。陈夏已经给他蒙上了心理阴影，心理面积就不用求了，反正很大，也抹不掉。黄清月站在屋檐下，呆呆望着雪花。他深刻的记得，陈夏走的那天也下了这么一场大雪，厚厚的，能够将整个鞋子埋进去。那天的风也很大，真适合远走高飞。黄清月双手合起，放在面前，不断揉搓哈气。他看着面前大雪，眼神逐渐朦胧了，视线拉长，仿佛看到了以前。他眼前似乎有一个雪人，插着扫把做成的手臂，朝他缓缓的招手。他眸子渐渐湿润，忍不住的去想，若是当初雪人招手的意思不是告别该多好。黄清月多么希望雪人招手的意思是在叫他一起过去。他曾经梦到过这种场景，于是醒来都会开心极了。可梦是会结束的，他也不知道为何只是短短的1年相处，陈夏就会对他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黄清月想不明白，他只是想陈夏了，思念和这场雪一样大，一样的止不住。风雪天确实是容易伤感的时候。黄清月抽了抽鼻子，踢了一脚雪。如果你在大雪时走，那么能在花开后回来吗？初春的风带着一丝冷意，青山人影缓慢走在山涧小道里，扛着一把老旧的锄头，慢慢悠悠的前行。陈夏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生活的方法，种地。他也不吃，只是看着庄稼成熟，果树长大，会让他对时间有更深刻的理解。总不至于像以前一样，闭关个10几年，出来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种地也不算无聊，陈夏现在已经在研究把西瓜和蒜嫁接在一起了，这样就算不用菜刀，也能吃到带蒜味的西瓜。如果成功了，估计能成为最没用的发明之一，但也说不定，万一有人好这一口了。陈夏把肩膀老旧的锄头放下，坐在自己建造的小屋门口，看着绵延土地上的种种作物。屋外的小树今年长大，伸出了新芽，结出了嫩叶，果实在枝丫上缓慢的成长，逐渐旋起。陈夏回过了神，天色早就黑了起来，已经过了很多天了。他现在经常这样，看着植物生长，就会沉浸其中，然后忘记时间长短，醒来后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小树上悬挂了半大的果子，压低了枝丫。陈夏摇了摇头，提起了锄头，往屋内走去了。这几10年来，他做出了一个很离谱的决定，点数全部加在了气运上，以至于他的气运直接达到了40，比力量还高，甚至解锁了一个成就——幸运儿。幸运儿，你是百万无一的存在，大事上你会获得幸运加持，小事上你拥有绝对幸运。陈夏稍微实验了一下，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他影响越小的事情，他就越幸运。而影响大的事情上会获得幸运加持，例如陈夏有时候挖土都会挖出来金子，但是金子对他没用，所以这是小事上的绝对幸运。而大事上的幸运加持，陈夏想了一下，可能这就相当于暴击吧。例如自己和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捉对厮杀，本该只有10成力的力量，结果打出了20成力，这就是幸运加持。所以陈夏现在加气运也有些堆暴击的想法，只要气运堆得够高，触发几率够稳，那暴击就是他的实力。陈夏伸了个懒腰，坐在床上，吸一口气，沉下心神，开始修行玄魂道章。这个法门前期需要凝练玄魂气，只有才能在体内书写道章，每个道章代表着一个术法，分为5行、阴阳2种。5行没什么好说的，司空见惯了。但是阴阳就有意思了，其中阴为虚，阳为实。阴虚道章之中有一个陈夏感兴趣的，叫做幽冥绝境，效果是将一位低于大成的修士拉入其中，展开强行单挑。施法之后，只有其中一方死亡才会解除。陈夏简称其为开房。而这个看似公平的术法，有个极不公平的设定：房主可以获得对方3成的实力加持。突出的就是一个我不仅要开房，我还要偷人。确实是一个很强力的道章，也很适合陈夏这种捉对厮杀凶猛的存在。但要在体内书写这个道章极为困难，需要3000玄魂气，且不能出错，得一笔一画的在体内印刻出来，工工整整，连一丝偏移都不能出现。如此才算完成了此道章。陈夏如今才凝练30玄魂气，距离书写此道章的3000玄魂气还差得远。不过他也不着急，他变强的速度已经很快了，远超其他人太多。如今天下除了还在闭关的老仙人，就没有值得陈夏注重的人物了。不过其实这老仙人也不用太在意，以陈夏的变强速度来讲，连上界修士都比不上他，更不用说这老仙人了。上次上界修士降临，说了这天下的修的最多不过筑基，那就证明老仙人其实也是筑基境界。一个200多年还没金丹的修士，真不值得陈夏太担心。他如今的大龟息术已经快修行大成了，距离金丹最多不过30年，等金丹一成，这天下谁能打得过他？不过陈夏也没什么称霸天下的想法，
他也太懒散了，只想过好自己，其他的再说。且他现在还真的从未进入过江湖了，一直隐居，一个人过着日子，也没人来这深山老林里打扰他，适合静修。陈夏平静坐着，饶了饶脸颊，开始运转大龟息术。这些术法都需要时间去堆叠和感悟，一个运转就是几天的时间。好在陈夏有的是时间。今年果树的收成很不错，但陈夏没有去摘，就当他这么留在上面更好。今年过后，陈夏就不再加点气运了，继续加持力量。至于法力这一选项就不用着急，等以后力量够了再加法力就行了。有担当的男人就得是力量强大才对。他呼出一口浊气，拎着附磨了铁锈的锄头，慢悠悠地走出房屋，想着去将荒地打理一下。刚走出房门，陈夏却看起了树上沉甸甸的果实，鲜艳晶莹的果实挂着，展现着新生的力量。不知不觉之间，日月轮换。第一天过去，果实毫无变化，依旧挂在枝丫上，压低整个树枝。第二天有小雨，果实添上了雨水，更见晶莹剔透，就像是人最美好的18年华一样。第5天，果实完全成熟，红润的像是胭脂，结在青绿的树丛之中，极为亮眼。第15天，果实的外皮开始有了褶皱，颜色也不如之前鲜艳，摇摇欲坠。第30天，果实砸到了地上，皮肉破损，深陷泥土，外表也没了往日的嫣红，是老态的酒红色。第90天，没了果实，只剩翻新的泥土。这是2个月的时间。陈夏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动作，他的神情空洞，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第7个月，小树的叶片变黄，纷纷朝下坠落，很快就在地上堆积起了一大片落叶。第3年，小树长大了，不逊色于周围所有树木，当然也没强到哪里去。陈夏站立的房屋已经出现了腐烂痕迹，木头缝隙间不时钻出蚂蚁，这是岁月的痕迹。第10年，小树成了大树，果实不知道结了多少次，正值最壮年。光阴在此刻施展了他的力量，无形间改变一切。20年，木质的房屋彻底倒塌，陈夏站在废墟之中，依旧盯着树木在看，只是表情不再迷茫。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嘛，可就是不想动。也许是魔怔了，但他想看完树的一生，看看他最陌生的光阴的力量。陈夏的寿命无穷无尽，望不见尽头，所以之前他一直不理解光阴流动的感受。此刻看树，初感光阴。第30年，大树的年轮开始蔓延，正是走入它漫长的生命周期。40年，大树终于成了老树，在森林里根深蒂固。50年，老树开花。51年，树被砍了。陈夏呆愕地看着眼前樵夫，不知道该说什么。樵夫也瞧见了他，摸着脑袋，憨厚笑道：“这棵树我看了好些年了，适合做木材，所以专门等它开花后就来伐。小哥，你要是也想要些，我可以分给你。”陈夏沉默一会儿，看得出樵夫确实很憨厚，所以也没有怪他，摇了摇头：“不用了，你拿去吧。”樵夫笑了笑，又道：“小哥，你看着面生的很呀，应该不是本地人吧？”陈夏点头：“我是南方的。”那有些远了，不过老汉我也没去过远处，哈哈。樵夫拎着斧子看了看已经垂下的太阳，朝陈夏提醒道：“小哥，你可要快些出去啊！这山林里边太荒凉了，夜晚难免有猛兽。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和老汉我一起下山去。”不用了。陈夏摇头：“我学过一些江湖武功，人称大武松，并不惧怕猛兽。”樵夫见陈夏这么说了，也不多劝，将劈开的木材扛在肩膀上，迈着沉重的步伐下山了。陈夏看着只剩下树桩的老树，心中对于光阴之外又有了其他感悟。寿命再长，被杀也会死。他唏嘘一声，走到树桩之前，看着其上年轮，正要感叹。气运作用，你感悟了时间，获得初级时间领悟。简短的提示从陈夏脑海里响起，他眼瞳之中闪过一抹透明的白色，代表他对时间的领悟。陈夏皱起眉头，脑海里提示他感悟了时间，但他一点都没感受到自己领悟了什么。感悟是什么呢？被杀就会死。陈夏摇了摇头，觉得应该不是。他迷茫间瞥眼看见一朵抽开了花苞的花，他忽然有了想法，眸子里再次亮起透明光芒，周围一切好像都慢了起来，飞鸟不动，落叶滞空，唯独花苞开始极快速的抽动，开花、散粉、枯萎、掉落，花朵一生的过程在短短30息内极快速的展开。陈夏眸子里的透明色彩消失，他还是不懂光阴，但他能用，这就足够了。或许是气运的作用吧，加强了他的感悟，以至于陈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感悟了什么，但是他就是能用。陈夏也不纠结这么多了，拍了拍自己的青衫，慢悠悠地朝着山林外走去。房子没了，感悟的树也被砍了，他也只好下山了。不过陈夏感觉，就算樵夫不砍树，自己的感悟可能也快要结束了。
他目前的境界也最多支持5、60年的感悟，多了消化不了，反倒会影响自己。这就像小孩只能吃这么多东西，吃得刚好就长身体，吃多了就撑肚子。陈夏就差不多吃了个80%饱，已经可以了。有些事情不用去追求过分完美，不然就是自己折磨自己了。他慢悠悠的下山，随便把所有点数都加到了力量上，原先35的力量瞬间达到85，翻了1倍多，以至于陈夏一时半会还不是很好控制，走路都会踩进地面，像是踏进雪地一样轻松。好在他调整得快，仅仅踩踏了3座山就控制住了，真是可喜可贺。此时刚过冬天，迎来初春，气候还是有些寒冷，树上结着冰霜，得等着冰霜消失才算真正到达暖春。皇城之中的雪花刚刚消融完，难得是1日晴朗天气。黄清月换下了棉袄，穿着鹅黄裙摆，在外边检修着自己栽种的花。这其实也不是花，是一棵袖珍的桃树，种在了花盆之中，等待着花开。黄清月将桃树上的雪小心地清理掉，再慢慢悠悠地朝里边浇水。他的性子也懒散了起来，做什么都不急不缓的，也不紧张。或许是受了某人的影响，黄清月自己也不确定，皱了皱眉头，将桃树的泥土翻了翻，促进生长。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站在桃树前开始想事情。按照平常人的寿命来算，他现在已经算老奶奶了吧？不过倒是没有一点老的痕迹，还是和20好几的小姑娘一样年轻。这无疑是玄魂道章的功劳，他现在凝练出了50抹玄魂气，寿元增加了许多。不过因为还是不能书写道章的原因，实力并不算如何的强。如今他的实力应该算是江湖绝顶高手一类吧，例如左飞扬9000岁。他还在出神想着，眼前的桃树突然抽枝，张开花苞，绽放了鲜艳的桃花。想什么呢？一声带着笑意的询问。黄清月整个人骤然呆住，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眼眶里瞬间盈出泪滴，赶忙转头看去，一个青衫身影蹲在墙上，又朝他笑道：“好久不见。”黄清月眸子里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滴滴掉落，泪眼朦胧地看着眼前的身影，问出了自己心里一直想要问的话语：“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陈夏仍然笑着回道：“因为我说了会再见的。”黄清月拿着袖子不停地擦着眼泪，但眼泪也不停地流，所以根本擦不完。他带着委屈的语气稍微抱怨道：“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久。”陈夏蹲在墙上，单手撑着脑袋，轻笑安慰道：“可你也还年轻对吧？”黄清月嘴角一撇，低声念道：“我都是老奶奶了，在我眼里，你还是当初那个小姑娘。”陈夏回道，嘴角含笑。黄清月也微笑了起来，开始滑稽的边笑边哭。她身后的桃花开得更鲜艳了。黄清月此时忽然知晓，原来不是花开后陈夏回来，而是陈夏回来花就会开。不仅仅是桃花，还有新花。这次什么时候走啊？黄清月擦干哭得微红的双眸，止住伤感的情绪，赶忙问到这么一句，怕陈夏又突然消失了，不带上他。陈夏撑着脑袋的手放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整个人显得有些随意，轻笑道：“这次回来没打算走，就准备在皇城里修炼了。”黄清月一怔，然后抽了抽摇鼻，语气中带着止不住的欣喜，确认般的再问一遍：“真的不走了吗？”陈夏笑着点头，已经走烦了，也没什么好去的地方，不如就待在皇城里静心修行。好好好。黄清月嘴角翘起，一连说了3个好字，显然是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高兴之情，脸上还露出傻笑。陈夏站起身来，单手捏着下巴，打量穿着鹅黄裙摆的黄清月一眼，想了片刻，笑道：“你好像还真没什么变化。”黄清月嘴角轻笑，娇羞地说道一声：“哪有？要是按照正常人的寿命来算的话，人家都是老婆婆了。”陈夏摇头：“按照修士的寿命来算，你还只是个小姑娘。”嘿嘿。黄清月又笑了一声，双手背着翘臀后边，点着小脑袋说道：“希望是这样。”陈夏从墙上跳下来，肯定的点头：“本来就是这样。”黄清月如今的寿命还不到100岁，在寿元漫长的修士之中，确实可以算是小姑娘。毕竟那位才筑基的老仙人都已经有200多年寿元了。想到此处，陈夏又好奇地问道：“我留给你玄魂道章练到什么程度了？”黄清月挠了挠俏脸，有些不好意思地回道：“就只凝练了50抹玄魂气，还没书写道章。”50抹？陈夏稍微惊讶了一下，自己仗着有修为，也才只凝练了30抹玄魂气。黄清月从零开始修行到现在，竟然能凝练50抹，看得出来黄清月的天赋不错。黄清月瞧见陈夏不说话，当下心中忐忑，另外一只手抓着衣角，支支吾吾道：“可能是我太笨了，总是参悟的不好，修行的进度也慢，现在的实力也不强。”说到此处，黄清月逐渐小声了起来，抿着小嘴，沮丧说道：“我是不是很没用啊？”陈夏哑然，不知道该如何回话，缓了片刻，摇头道：“没事，至少你是一个好人。”
黄清月撇起小嘴，不甘示弱地回道一句：“你也是。”谢谢。陈夏礼貌点头，微笑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黄清月翻了个白眼，没话说了。两人便开始大眼对小眼。陈夏发现了黄清月的境界并不高，但样貌没怎么变化，这就代表黄清月的寿元很多，至少200年起步。境界不高，寿元很多，这就有些稍微奇怪了。陈夏想了一会儿，觉得应该是玄魂道章的功效。有些功法修行不仅可以加强实力，还能增加寿元，甚至江湖侠客们的凡间功法都有如此效果。所以黄清月应该是因为修炼了玄魂道章，才增加了如此多的寿元。想到此处，陈夏不得不感叹，有些功法修行了能够长寿，有些功法修行了就是短命。他现在修行的大龟息术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就是陈夏这个错误的人遇见了大龟息术这个错误的功法，所以才极为罕见的对了起来。负负的正了属于是，玄魂道章则是正确的修士修行功法，所以陈夏这个错误的人修行起来就有点慢了。初春的天气极好，暖阳早起，高悬当空。黄清月今天一直带着笑意跟在陈夏身旁，也不怎么说话，就是带着笑意跟着。这可把皇城里的太监们吓惨了，地位如此高的月姬如何要一脸高兴的跟在这个年轻男人身旁？这些太监都是前2年才进宫的，属于是年轻一辈。而陈夏虽然闻名天下，但细细数来都已经是5、60年前的人物了。即使天下依旧流传着他的画像，但画像这种东西在5、60年前就不太像，如今就更不像了。所以年轻的小太监们不认识陈夏，但看着月姬这副高兴样子，他们又不敢胡乱猜测，只敢远远的瞥上一眼。看什么呢？一个个鬼鬼祟祟的。一声呵斥响起，太监们心神一震，赶忙低头，躬声回答道：“太子殿下，月姬大人正在招待客人，我们好奇看一下。”客人？太子皱眉一下，实在想不到有谁能够当这位月姬大人的客人。月姬可是连他爹都只能恭敬对待的存在，所以太子也开始打望了起来，表情越来越不解疑惑。一个年轻人，且瞧着比他还年轻，最多不过25、6的年纪，一个年轻人能够让月姬如此高兴，难不成是月姬大人的相好？可他在皇城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月姬大人有和其他男人如此接触过，最多就是不痛不痒的几句平淡话语而已。这男人是什么存在？太子脑海疯狂旋转，片刻之后突然瞪大瞳孔，想到了一个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国师大人。这个惊骇的想法从他脑海里蹦出，便越发抹不掉，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觉得对，以至于太子的身躯都在发颤。国师大人是什么存在？是连他父皇大宋当朝的皇帝都要竭力去讨好的天大人物，且还是父皇的义父，但辈分来算，得是他的爷爷辈去了。太子至今还记得当初的威严不可一世的父皇，在说及国师大人是他的义父时，表情是相当自豪的，仿佛能认国师大人当义父是他这个一国之君的天大荣幸。且父皇还专门叮嘱了他，日后若是他继位了，有幸遇见国师大人的话，要不计一切的去讨好国师大人。太子想到此处更见激动，想要立马去告诉父皇，可脚步一顿，微微皱眉。若是现在去告诉父皇了，那他之后就可能没机会再和国师大人说话了。所以太子迟疑一下，神情立马坚定起来，要抢先与臣下说话，至少争取认个脸熟。你们回去吧，不要留在这里。他先挥手驱散周围太监，然后整理好衣衫，将心中忐忑压制住，呼出一口气，神情恭敬地朝陈夏走去。当太子踏出第一步的时候，陈夏就感觉到了，但他没有多在意，继续和黄清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太子离着陈夏还有30步时，就不敢再行走了，停在原地，抱拳躬声，大喊道：“小子宋南，见过国师大人。”陈夏没有看他，只是随意地问了一声：“猜出来的。”太子不敢抬头看陈夏，诚恳回答道：“我见月姬大人如此高兴，便由此猜测，当下斗胆过来参见国师大人。万一你猜错了呢？”陈夏轻笑问道，还是没有转头看太子。太子赶忙回应：“若是刚才是猜测，现在小子就是肯定了。毕竟只有真的国师大人才能在此时如此淡然。”陈夏点头，那你确实猜对了。太子呼出一口气，微微抬头，继续道：“小子经常听父皇提起国师大人，如今见得真人，惊喜激动下斗胆上来打扰。”陈夏这时才转头，稍微打量宋南一眼，轻笑道：“你确实和宋威长得比较像。”谢国师大人夸奖。宋南赶忙回应，即使陈夏根本没有夸奖什么，毕竟他长得像他爹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还虚得着谢？所以你就是专门来看看我？陈夏笑着问道。太子躬声道：“父皇想念国师大人多年，如今国师大人回来，父皇想必会欣喜异常。我本想现在就去告诉父皇，
但怕国师大师不悦，特此前来询问。你想去说就去吧。臣下无所谓的说道一声。太子连忙转身，朝着宋威的寝宫而去。黄清月一直站在臣下身后，只是安静听着，没有说话。按照关系来算的话，臣下应该算他的男人吧？自家男人说话时，他安静听着就很好了。臣下伸了个懒腰，无奈的笑了一声，等下又有打招呼的要来了。很快呀！老迈的宋威就在宋南的搀扶下，极快赶来，激动的看着臣下，躬声喊道：“义父！”臣下打量着年老的宋威，轻笑回道：“好久不见。自上次武道大会一别，已经是50载春去秋来了。”宋威不停点着头，表情激动，因为年老的原因，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回道：“50年没见了，义父。”臣下嘴角扬起一抹微笑，问道：“你真的想我出现吗？”宋威表情怔住，沉默一会儿，诚实回答道：“年轻时不想，年老时就想了。”宋威年轻气盛时，臣下是压在整个天下之上的存在，而宋威作为皇帝，嘴上不说，可心里肯定不太好受。但臣下对于大宋确实是有大恩，值得他如此去感谢。后来臣下消失几十年，宋威的心态也从当初的欣喜到了如今的怀念。我倒是没怎么想你。臣笑着回道一声，又揉了揉脖子，随意说道：“我此次回来是为了进修与闭关，可能要住上许久，你不介意吧？”宋威赶忙点头，自然不在意。您想住多久都行，只要我大宋存在，您就随意住。好。臣下点头，也没有话语要说了。宋威很有眼力劲，朝臣下弯腰道：“那我就不叨扰您了，先行离去。”皇帝与太子走了。臣下打了个哈欠，不知为何有些莫名劳累，可能是要结成金丹的原因吧。他本来20年前就能结成金丹的，因为悟道的原因晚了20年，如今干脆回到皇城结成金丹后顺带进修。且皇城有一个好处，气运够多。他本来就是幸运了，在皇城里气运又要上涨，结成金丹更加简单，说不定还会触发特殊效果。黄清月站在他身后，眸子眨了眨，好奇问道：“想什么了？”“想你。”想事情的臣下鬼使神差的回了这么一句。黄清月俏脸上飞快爬满红晕，像是红苹果一般，娇羞之情呼之欲出，轻嗔道：“我不就站在这里吗？哪里用得着想？”臣下沉默了，再给自己找话语说，又看了黄清月2眼，心里终于有了想法，回道：“睹人思人，很正常的。”黄清月像是小姑娘一样，此刻听着臣下的暧昧话语，便全然失去了思考能力，俏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微笑，确认般的再次问道：“真的很正常吗？”臣下又沉默了一会儿。有人说过，当你撒了一个谎时，就需要再撒无数个谎去掩饰这个谎。所以臣下点头回道：“真的。”于是黄清月笑得更开心了。臣下则咧了咧嘴巴，忽然提议道：“要不来一把精彩刺激的象棋大战？”黄清月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笑脸盈盈，回问道：“什么规则？能说服自己就成。”臣下回答。于是黄清月便知道了，又是能够发挥想象力的象棋大战。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因为重要的不是下象棋，而是和谁下。如果是和臣下的话，即使输了，他也会很开心。重要的一直不是输赢，而是和谁。3月，臣下在皇城里和黄清月闲玩了2个月，在3月2日准备结成金丹，也没什么准备，他就坐在屋里，将全身的筑基灵气聚集在一起，同时运转大龟息术，准备结成金丹。臣下看玄魂道章时发现一点，金丹会根据修士的功法不同，结成不同的金丹，其中又有人榜、地榜、天榜之分，3色为人榜，4色地榜，5色天榜。颜色达到5色就是最顶级的天榜金丹，战力会比地榜金丹高2成左右，且根据结成的金丹意象不同，战力还会有变化。臣下希望自己的金丹不会是一只绿色的王八，这样的话他宁愿自废金丹。结金丹并不算难，尤其是臣下的气运值还很高，一切都像是水到渠成。半月时间，他的金丹凝练好了，悬挂在气海最中央，位于人体最中心，连接4肢百骸，掌控全身窍穴。臣下眸子睁开，其中闪过一抹金光。结成金丹客方为天上人。他现在算是正式踏入修行之中了，就是不知道结的什么品质的金丹，3色、4色还是5色？臣下神识内沉，朝金丹看去，顿时一愣，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气海之上，一颗七彩珠子正在不停旋转，散发光芒。什么意思？他这是结了个彩灯？7色的金丹，玄魂道章上并没有记录，但是根据颜色越多越牛逼来讲的话，7色的金丹应该会很厉害。不过有一点臣下不太明白，就是这7个颜色里边唯独没有金色，没有金色的金丹，这合理吗？臣下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应该去纠结，
只要晓得它是个金丹就好了。不过这金丹一直在他体内旋转，还散发着七彩光芒，确实有点像灯球，气氛感是拉满了。还好他身体是不透光的。此次结成金丹用了陈夏半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算是圆满的。能力上能感受出明显的加强。根据《玄魂道章》上的说法，结成金丹客方为天上人，只有成就金丹了，才算是真正踏入了大道修行，才能开始施展各种神通术法，开始自己自创神通。而最重要的就是自创神通这一点。金丹是你凝聚的大道雏形，修士之间的大道雏形或许会想象，但绝不一样。拿最简单的火道金丹来讲，或许有2个凝聚都是火道金丹，甚至可能都是冷火，但越是往后修行，差距就越大。这是根据每个人的经历和机缘来走出的大道，甚至还有性格、神魂方面的依据。诸天万界里或许能找出经历和机缘一样的2个人，但能找到连性格、神魂都一样的2个人吗？如果真找到了，那就不是2个人，只是1个人。陈夏不知道自己的7色灯球是什么大道雏形，异象也瞧不见，实在看不明白。但若是能够自创神通术法的话，他还是很有想法的，脑海里已经准备好一些术法了。就拿他如今感悟初级的时间岁月来说，陈夏想创造一个时间停止的神通，名字他都想好了。起初受到东瀛弹丸小国的文化影响，决定叫做时间止后猛威阵。不过考虑太长了，不太好念，便简略了一点，干脆的叫做时停。陈夏现在还处于琢磨阶段，考虑怎么才能将时停具现化，这就要靠他自己的感悟了。另外，陈夏还有一点疑惑，就是自己凝练金丹的时候，脑海里怎么没有提示气运作用？难道是不够幸运，没有触发吗？想到这里，他神识内敛，沉入体内，又看了一下自己的7彩金丹，忽然想到自己的7彩金丹会不会就是因为气运加持才出现的？毕竟有些时候脑海里确实不会出现幸运加持，例如他出门捡钱、钓鱼满载，这些时候气运都不会提示，或许是觉得没必要提示。陈夏不理解，好在他不钻牛角尖，很容易与自己和解，当下拍了拍袖子，慢悠悠地从房屋里走了出来。才走出门口，便看见黄清月穿着鹅黄裙摆，正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嘴里还含着糖葫芦，丝毫没意识到陈夏已经出来了。想啥呢？陈夏已经走到了他身后，疑惑问道。黄清月这才回过神来，眸子之中很快亮出惊喜，赶忙转头看着陈夏，因为嘴里含着糖葫芦的原因，说话有些含糊。你出来啦？陈夏点头，又轻笑问道：在等我吗？黄清月小脑袋晃动点头，刚想说话，又觉得含着糖葫芦不方便，就将糖葫芦拿了出来，严肃且认真地说道：你说你要结金丹，这可是大事，我天天守在外边给你看着，不然要是有人偷偷摸摸潜入进去，打扰你结丹怎么办？陈夏看着黄清月手上硕大的糖葫芦，按道这妮子的功力不减当年，嘴里随便的回道：其实不是多大个事情，再说皇城之中也没人敢来打扰我，不怕1万就怕万一。黄清月神情严肃，皱着秀眉，煞有其事地说着：那还真是辛苦你了。陈夏笑着回道：嘿嘿，不辛苦。黄清月挑起微笑，在陈夏面前，她就喜欢当一个小姑娘。黄清月似乎想起了什么，在袖子里摸了摸，忽地掏出一根糖葫芦，扬着比糖葫芦还甜的微笑，说道：给你留的。陈夏接过糖葫芦，好奇问道：什么时候给我留的？这么久了都没化。黄清月挑起秀眉，自豪笑道：我每天都带2根糖葫芦，你出来了就给你也吃1根，要是到第2天都没出来，我就先吃了。陈夏拨开糖葫芦的纸面，嘴巴张大，含入其中，顺便朝黄清月竖起大拇指，夸赞道：牛！哈哈！黄清月笑了一声，也将糖葫芦含住，2人就这么鼓着嘴角，大眼对着小眼，看着很是滑稽。不过都没有说话，因为吃糖葫芦的时候要专心。这是黄清月说的。硕大的糖葫芦也经不住2个修行之人的摧残，很快就没了。黄清月用丝巾擦了擦嘴巴，又看了看陈夏，俏脸一红，单手往前面一递，低着小脑袋，羞涩道：你也擦一擦吧。陈夏没有伸手接过，而是很谨慎地问道：你有口臭不？黄清月羞红的俏脸一愣，双手叉腰，不忿道：我才没有呢，我嘴巴可香了，流的口水都是香的，不信你闻闻啊。黄清月说着，还长大了嘴巴，示意陈夏过来闻。陈夏懂礼貌，黄清月让闻，他立马就凑过去闻。同时他又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黄清月的嘴巴在吃东西的时候很大，但现在看起来竟然很小。若用樱桃小嘴来形容的话，应该正好。陈夏瞪着眼睛，鼻尖嗅了嗅，是一抹清香，不浓不重，像是3月的桃花，6月的雨，9月的木樨，12月的雪，突出的就是一个淡雅香吧。黄清月张着嘴巴，含糊地说道。看得出来，对于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认真。陈夏点头，确实。他准备收回脑袋。等一下，黄清月制止了他的行为，又自豪道：“我的口水也是香的。”陈夏犹豫一下，问道：“这个我怎么闻？总不可能让黄清月吐出来吧？”黄清月偏过脑袋，脸颊通红，红润一路蔓延到脖梗，在白嫩肌肤上很好的展现了出来。他不敢看陈夏，整个人显得有些心虚，手指不安的绞着裙摆，支支吾吾的说道：“那个香味也不一定要用闻吧，也可以尝呀。”陈夏思考一下，点头认可道：“这确实是一个好思路。那你要尝尝吗？”黄清月转头看着陈夏，整个俏脸红润的几乎要滴出血，眼眶里都有泪珠萦绕，娇羞与大胆的混合体。陈夏收了往日的懒散模样，神情难得认真了起来，问道：“真的吗？”黄清月重重点头，闭上了眼睛，双手合拢放在胸前，想要略微遮挡娇羞之意。陈夏搂住了她的细嫩腰肢，然后脑袋凑了上去，唇与唇相对，舌与舌相交，淡雅的香味经过舌尖，所以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像是琼浆玉露。整个过程很快结束，陈夏站直身子，抿着嘴角，还在回味。黄清月脸上的娇羞就更多了，隔了好半晌，才轻声地问道：“香吗？”“回味无穷。”陈夏给出了高度评价。“呼，那就好。”黄清月嘴角也挂起了微笑，两人又开始了大眼对小眼。陈夏忽地问道：“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黄清月嘴角挂着甜甜微笑，思考片刻，点头回道：“等了几十年了。”“那就好。”陈夏点头，又和黄清月对视一眼，两人心照不宣。“我想练剑。”黄清月突然说道，转移了话题。陈夏好奇询问：“为什么要练剑？”黄清月笑着解释道：“因为我看那些个江湖大侠好像都是练剑的，好像还有说剑是兵器之王，杀力最强。”这句话确实是有考究的，天下使剑的侠客确实多，其中更是有实力超强者，比起其他兵器来要高了一个档次。谈起江湖大侠时，人们通常就觉得应该是仗剑走天涯一类，所以黄清月想要练剑并不奇怪。往后的日子，黄清月果然练起了剑，用的是一把狭长细剑，品质不算太好，就是一般的剑人，学的剑法也不高深，就是一般的江湖剑术。不过黄清月现在也才是入门，用不了多高深的剑术。黄清月练剑时，陈夏会端个小板凳坐在一旁，看着穿着鹅黄裙摆的倩影晃动。黄清月问过陈夏一个问题：“陈哥，你喜欢鹅黄色的裙子吗？”陈夏没有回答，只是好奇地问道：“你喜欢吗？”黄清月皱着秀丽眉头，仔细地想了半晌，却仍然没有得来答案，苦恼地说道：“不清楚。”陈夏咧起微笑：“我觉得你穿鹅黄色的裙子挺合适的。”黄清月便不皱眉了，也不苦恼，嘴角翘起，笑着点头：“那我就是喜欢鹅黄色了。”大宋威历80年，长寿的宋威去世，由太子宋南继位。宋威去世之前，专门来见了陈夏一次，当时他已经虚弱的只能躺在床上，被一众子嗣担着床榻来见陈夏。其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希望陈夏可以庇护大宋。陈夏只笑着回道：“天灾我能挡，可有些人祸我就不想去管了。”这里说的人祸，宋威也知道是什么，例如皇位之争、皇子起兵、将士谋反之类。宋威虚弱点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事情，自然不用您去管，只能说我大宋该亡。活了近100岁，如今将死的宋威也看开了，若是真的出现了这些事情，那么就是大宋的命数将尽，主要也是他要死了，当不了大宋皇帝了。两人这便谈好了，陈夏只管天灾和少数人祸，例如仙人下凡一类，其余的他都不管。没有不灭的朝代，总不可能真让你大宋长长久久万万年吧。宋威了解了最后一个心愿后，就在床榻上逝去了，举国悲伤。太子宋南继位，对陈夏更加恭敬，甚至有些稍大的决定都会专门来请示陈夏。陈夏被问过1、2次后，就让他自己决定，不需要问。宋南心中自然是高兴的，赶忙称是。而陈夏的进修也开始了，他感受到自己即将有所明悟，体内的金丹旋转速度变慢，就快要看到里面的景象。这需要他静下心来，仔细去明悟，才能让旋转的金丹把速度彻底放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外界的干扰太多，而明悟金丹需要极长的静心时间，一时半会根本没有用处。所以在宋南继位的第10年，陈夏做出了闭关的决定，让宋南在皇城的100米深处开了一个密室，他进入密室之中闭关。黄清月有些不舍，但肯定是支持陈夏的决定，并且要为陈夏守关，等他出来。陈夏和黄清月告别后，便孤身进了100米密室之中。黄清月怀里抱着剑，眸子里满是不舍，看着眼前的青山人影越来越小，直至变淡消失。他吸了吸鼻子，将怀里的剑抱得更紧了。他一定会把陈夏守护得很好。大宋南历40年，天下出了惊天的大事，仙门震荡，
方圆30里的地面齐齐崩塌，有一道人影漂浮于仙门之上，缓缓走下，像是踏过台阶，落于地面之时，说出了一句天下震惊的话语：吾以130年修金丹，今日丹成，举世无双，天下无敌。于是天下人都知道，老仙人出关了。老仙人出关，这是天下皆惊的大事。得到消息的朝堂直接让当地最大的官吏前往仙门向老仙人祝贺。官吏携带重礼，却没见到老仙人，只得到不屑的一句：让如今的皇帝来见我。宋南忐忑地坐在宫中，得来了这么一句话语。他不太敢去，想要叫醒臣下，可又怕得到臣下的责罚，那这样他就真是两头不讨好了。于是宋南备驾，仓促地赶往了仙门。他却依旧没见到老仙人，只获得了一位仙门长老的招待。这长老坐在桌前，瞥眼看了一下到来的宋南，丝毫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让宋南坐下，只是随意地说道：宗主让我来对你说，往后的大宋若想存在，得让全境的国民供奉他的神像才行。宋南一怔，面色极其为难，朝着长老抱拳道：可如今的大宋境内早就供奉着国师大人的雕像了。呵，长老冷笑一声：这我就不管了，你要是还想大宋存在的话，就乖乖的照办，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介意换一条更听话的狗。这长老言语之间皆是侮辱，丝毫没有把宋南放在眼里。宋南神情有些阴沉，却不敢回嘴。长老瞥了他一眼，又嗤笑道：什么国师大人，你要是想要依仗他的话，我劝你还是早点收了这个可笑想法。如今的宗主已经突破至金丹境界，举世无敌，就连上界的仙人下凡都不是宗主的对手。你一个区区凡人，还妄想反抗，可笑至极。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吧，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还没决定好的话，就不是我在这里和你对话了，而是宗主大人在皇城和你说话。宋南沉着面色，低着脑袋，咬牙回道：是。长老随意的摆了摆手，回去好好想想吧。宋南不再说话，转身快步回了皇城。他想去叫醒臣下，但没有办法，100米之深的泥土隔绝了一切声音，只有一路挖下去，但3天时间怎么可能挖完？唯一可能叫醒臣下的黄清月还不同意，担忧说道：陈哥现在是闭关的关键时刻，你现在去打扰，要是陈哥受伤了怎么办？宋南这下彻底没办法了，坐在皇城里哪里也不去，等着老仙人来找他，到时候再商量吧。实在不行，就只能把供奉的对象换成老仙人了，等臣下出关后再说。他实在是纠结，每天想着烦恼异常。3天的时间很快到了，世人看到有一柄剑从仙门掠出，随后一道人影踩着剑30西行100里，悬于皇城之上，淡然声音传遍整个皇城：当朝的皇帝是谁？出来见我。宋南还没有出去，9000岁已经先和老仙人面对面。老仙人踩在飞剑之上，表情平淡，随意道：你这次还敢出来，是准备找死吗？9000岁双手拢袖，尖细声音笑道：做了皇家的奴才，自然要尽职尽责才行。算了。老仙人摆了摆手，老迈但威严的面容露出不屑神情，说道：你别说话了，我听见你这声音就恶心。你这种人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修的仙道，可没有自称奴才的仙道。9000岁笑了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这么奇怪，能挡住我一剑吗？老仙人冷哼，脚下飞剑颤鸣。9000岁笑道：试试吧。你也配？一声冷哼，老仙人确实没有出剑，只是点出了一指。9000岁瞬间从皇城最高处落下，穿透墙壁，砸入废墟之中，生死不知。老仙人站在空中，语气冰冷道：大宋皇帝，给你最后3息时间。1息。宋南已经走了出来，站在地面，在巡捕司与文武官员们的注视下，朝老仙人抱拳道：宋南见过老仙人。老仙人瞥了他一眼，不屑道：你也配站着和我说话？跪下。这一句话犹如神威，震得宋南面色一白，整个身子忍不住的朝地面扑通跪去。老仙人这才缓声道：你们这些大宋皇帝都很没有礼貌啊，见了我竟然都不爱下跪，不会真以为这天下是你们的吧？宋南咬着牙跪在地上，低着脑袋开口回道：老仙人教训的是。围观的巡捕司和文武官员们面色惊骇，很难想象高高在上的皇帝竟然会出现这副卑微模样。我3天前让长老给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老仙人又问。宋南点头答应道：如老仙人心愿。老仙人轻点一下头，又随意道：你要是办好了，就让你管理这个天下，不然就换个人吧，毕竟我是要找听话的狗。宋南咬着牙不敢反驳，只能点头。老仙人朝下随意打量了一眼，飞剑骤然下坠，悬在100米高处，继续问道：听说这100年来天下又出了一位仙人，还是你大宋的国师，现在供奉的就是他的雕像？使得。宋南点头。老仙人挑起眉头，摆手道：让他出来见我吧，
80年前杀我关门弟子，就一命抵一命吧。宋南苦笑一声，国师大人正在闭关，我恐怕是叫不出来。小小修士还用闭关？老仙人不屑一笑，脚下飞剑颤鸣一声，闪烁间临近密室处，冷笑道：“就是这里吧。”他脚下的飞剑凝聚剑气，就要斩下。住手！一声清冽怒喝响起，穿着鹅黄裙摆的女子手持着剑，怒视着他。老仙人挑眉，没看黄清月，看着他手上的剑，问道一声：“你也是剑修？”他脚下的飞剑依旧在凝聚剑气，随时准备落下。黄清月秀眉倒竖，愤怒异常，再次喝道：“我让你住手！我要是不住手又如何？”老仙人不屑一笑，突然剑鸣一声，黄清月身影瞬间而至，手上剑刃直朝老仙人头颅斩去。老仙人嘴角挑起不屑笑容，甚至不愿意出剑，单指挡来，抵住剑刃，再轻轻一甩，剑刃断裂。黄清月身影倒退100步，撞入墙面，俏脸苍白，嘴角溢血。老仙人不屑一笑：“就你这种蝼蚁，也好意思在我面前拿剑？我一指就能斩杀了你。”他当真伸出了一指，其上剑气萦绕，指着黄清月的眉心。老仙人且慢！皇城内有人闪烁而出，是一位穿着白衣的消瘦老者，正讨好看着老仙人，说道：“这小姑娘有些修行的天赋，不知道老仙人可否将其赏赐给我，我拿回去当做炉鼎修行。”老仙人瞥了他一眼，问道：“你给我说过的吸收愿力香火修行的门路，当真可行？”消瘦老者赶忙点头道：“这是我海外炼气师的不传之秘，肯定能行。到时候若没有作用，老仙人大可拿我项上人头，我绝无怨言。”“最好如此。”老仙人点头，扭头看着黄清月，再问道：“他身上有什么机缘吗？”消瘦老者赶忙点头：“是有一些小机缘，不过不大，只是有些修行的天赋，拿来做炉鼎最好。”黄清月嘴角吐出鲜血，艰难的起身，看着两人，咬牙道：“别去碰陈哥，找我就行了。”消瘦老者点头，咧嘴笑道：“自然会找你的，不过不是现在，是之后在床上。”黄清月咬牙，体内玄魂气瞬间转动，竟然写出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章符号，手上断剑猛然闪耀，剑气满溢，朝着消瘦老者甩去。剑气搅动之下，在空中拉起弧光。消瘦老者面色一变，正要闪躲，老仙人并起双指，剑气滚动，以指作剑，将黄清月丢来的短剑彻底斩了个粉碎。消瘦老人呼出一口气，赶忙向老仙人抱拳道：“多谢老仙人搭救。”老仙人连看都没看他，不屑道：“你们这些海外炼气士，除了会些奇怪术法外，就真的没什么用处了。”消瘦老人不敢顶嘴，便怒视着黄清月，咬牙道：“竟然敢对我用出这种狠辣手段，等回去了，我一定将你炼制成只知道侍奉我的听话炉鼎。”黄清月嘴角还带着血迹，紧紧咬着银牙，鹅黄裙摆上都沾染了不少血迹，眸子里全是凶狠恨意。老仙人看着他，倒觉得有些意思，咧嘴笑道：“等下我就将这闭关的人拉出来，一件一件将他切碎，不知道到时候你还能是什么表情呢？会不会跪下来求我？”老仙人嘴角笑容越来越大，讥笑道：“或许你现在跪下来求我，等会儿心情好，也就只将他弄个半死，让你们多说一会儿话。”黄清月死死咬着牙，没有回话。老仙人踩在飞剑上，其上剑气翻滚，流转四溢，对着黄清月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你现在跪下来求我，不然我立马就要杀了此人。”黄清月将嘴角的血迹擦干，脸上神情没有一点示弱，只是点头道：“好。”老仙人又道：“跪地磕头，得给我磕响了才算，至少也要撞破这个地板吧，不然就显得太没诚意了。”“好。”黄清月还是点头，看着眼前的墙面废墟，重重的咳了咳，将体内淤血吐出，然后就要朝地面跪下。100米之深，陈夏身体不断颤抖，震得整个地面晃动。片刻过后，骤然睁眼，其中是闪耀的金光，晃晃若神人。他抓起一旁的铁柱，瞬间抽出，金光覆盖铁柱，直接朝前面丢去。泥土瞬间崩碎，毫无阻力，铁柱飞出，犹如世间杀力最大的飞剑。100米地面崩碎，老仙人瞬息退开，悬在天穹之中。消瘦老人被金光铁柱贯穿半边身子，插在地面上，鲜血四溢，不能动弹，半死不活。陈夏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铁柱上，看着下面半死不活的消瘦老人，表情难得的出现了愤怒，沉声道：“大宋的库里有的是手段，你就等着享福吧。”消瘦老人嘴角不断流血，已经是不能回话了。陈夏又抬头看着天上的老仙人，表情阴沉：“我还没有去找你，你竟然敢先找到我头上来了。”老仙人冷声道：“天下气运只有这么多，可容不了2个仙人飞升，只有杀了你，我才能追寻大道。”陈夏看了一眼受伤的黄清月，表情更见阴沉了，朝老仙人骂道：“老东西，找死来了！”老仙人表情冰冷，脚下飞剑颤鸣，语气之中杀意弥漫：“取你项上人头，助我无上仙道！”
臣下眸子之间亮起透明的光芒，将黑色的眼仁遮盖，手指伸出，比在嘴前，做出了噤声的姿势，回道：“你只能取自己的人头。”此刻，飞鸟不动，所有人的表情都停滞出来，就连灰尘都停留在了原地。这一段的时间，长河停止了流动，而臣下在其中走动。30年的点数全部加到了力量上，一共115的力量值汇聚在了一拳之上，对着老仙人的头颅一拳甩出。飞鸟动了，灰尘落下，这一拳击中，老仙人眉眼之间全是惊骇。从他的视角来看，臣下的速度已经快到了他不能理解。除了速度外，还有恐怖的力量。老仙人身躯周围100米爆开，空气全部炸烂，身躯瞬间倒飞，划开厚重的云层，在数千米外停住，与虚空撞击，浑身崩血，有血花落下。臣下站在空中，表情冷漠，提着拳头，踏着天空，再次向老仙人走去。他要告诉天下，何为无敌。皇城之中的围观人群面色惊骇，全都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青山人影踏天而行。老仙人位于数千米外的天空，浑身浴血，死死盯着臣下踏天而行的身影，身旁飞剑不停颤鸣。他眉眼凌厉，紧紧咬着牙，伸手一招，飞剑怒鸣一声，倒旋而起，剑尖直指臣下头颅。我修道200年，以飞剑入道，当是天下杀力第一。你一个单凭拳头的修士，凭什么能这样和我叫板？老仙人心中不忿至极。他苦修200年成金丹，出关之后本该是举世无双，这臣下凭什么能够在100年时间内崛起，成为不弱于他的存在？臣下踏天的步伐停住，看着老仙人，单手伸出，再次比在嘴角前，眸子像是在水中流转，整个变为透明，回道：“因为我懂礼貌。”老仙人面色一正，这算是什么回答？他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臣下又到了他身前，且拳头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老仙人眉眼惊骇，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臣下可以使用出这种恐怖速度。不管他再怎么不理解，拳头是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他身上。于是他的身影再次暴退，在空中划开沟壑，血迹都被空气摩擦出的高温蒸发。老仙人咬牙，伸手比在胸前，照来飞剑。他身躯突然被一阵阴影笼罩，当下惊骇抬头看去，是臣下俯视他的眸子，以及朝他头颅抓来的手掌。老仙人神情惊骇，胸前的手指迅速掐诀，飞剑成弧光，飞速掠来，带着凌厉剑气，就要斩向臣下的头颅。这飞剑很快，杀力更是强。若是命中的话，老仙人有信心可以洞穿臣下的头颅。不过可惜根本没有命中的机会。臣下单手抓住了剑刃，飞剑发出了悲凄颤鸣声，被臣下单手捏在手中，剑刃上已经崩碎出裂痕了，此刻正不断悲鸣，剑气全部消散。老仙人神情呆滞，他的头颅被臣下捏在手中，像是投掷皮球一般，朝着地面猛然投掷而去。嘣！空中爆发巨响，老仙人身躯瞬间接触到地面，直朝千米深处冲刺而去，崩碎不知道多少泥土，方圆数千米地面塌陷。3息之后，半边皇城倒塌，无人伤亡。臣下单手握着飞剑的剑柄，另一只手掌抵着剑尖，开始朝里边压缩，蛮横的力量无视所有剑气，直接将这飞剑碾成了飞灰，随着吹来的风消散。周遭巡捕司的高手们都看傻眼了，这就是单方面的碾压殴打呀！老仙人在国师大人面前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跟大人打小孩似的。臣下踏步一下，身影从数千米高处闪烁到地面，看着坑洞之间半死不活的老仙人，吐出一口浊气，问道：“你妈没有教过你做人不要太嚣张吗？”老仙人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身躯已经是动弹不得，死死盯着臣下，回道：“我无父无母，3岁上山，16岁练剑，26岁天下无敌。”臣下皱眉，脚步一提，随意踢出一颗石子，爆射而去，炸开老仙人头颅旁的碎石，然后点评道：“这也不是你能这么嚣张的理由。”老仙人再次咳出一口鲜血，盯着臣下，嗤笑道：“天下修行就是一个抢字，你不争不抢，靠什么修行？别人的施舍吗？靠加点。”臣下很想这么说，不过还是忍住了，摇头道：“既然你想要争，那你就去和要争的人争夺好了，来皇城里发什么疯？”老仙人冷笑道：“我就是来与你争的，这天下的机缘有限，不足以让2个人飞升，只有杀了你，我才有飞升的可能。”臣下蹲下，双手搭在膝盖上，平淡的回复道：“那你直接来找我就好了，打其他人干嘛呢？尤其是还打我心爱的侍女，你这不是茅坑里打灯笼吗？”老仙人沉默片刻，只回道：“你比我厉害，自然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臣下摇头，眼神凌厉起来：“你来的时候就应该想好自己会死。”老仙人沉默半晌之后才回道：“你不只是金丹。”臣下点头：“我是彩丹。”他这确实是实话实说。老仙人没有评价，
嘴角再次吐出一口血，瞧着已经是命不久矣的模样了。缓了一会儿，又说道：“成就元婴时，你就会飞升。这个天下容不下元婴修士，你会飞升到仙界。若无意外的话，应该会被划分到上宗扶摇仙宗。”陈夏皱眉：“你告诉我这些干嘛？奢望我善心大发，饶你一命？”哈哈！老仙人大笑一声，血液再次从嘴里喷涌而出。他此刻也不管了，一边吐血一边说道：“我只是要告诉你，不管你在这个天下多么厉害，飞升之后，你也只是低下的蝼蚁。”陈夏有些纳闷：“那你为什么要飞升？为了当蝼蚁吗？”老仙人沉默了，又过了片刻，才说道：“你不飞升，只有寿元将尽，身消到死这一条路，唯有飞升，才能追求长生不死的大道，哪怕是重新从蝼蚁当起。”陈夏笑了：“那他真的不用飞升，寿命已经是无穷无尽，还能每年加点升级，脑瘫儿才飞升上去和那些仙人眷。”老仙人看着陈夏的笑意，又吐一口血，冷声道：“你现在尽管笑，等你到了上界，以你这种不愿争抢的模样，只能当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的蝼蚁。”陈夏从地上随意捡了个石子，朝着老仙人笑道：“至少我还活着。”这一句就足够爆杀老仙人了。接下来也没什么话需要说了。陈夏捏着石子猛地甩出，空气爆响，顺着石子丢去的方向一看，便是老仙人眉心处的一抹血洞，以及他逐渐溃散的双眸色彩。老仙人的神魂已经被陈夏洞穿，天穹瞬间起了乌云，密密麻麻的小雨开始下落。这是金丹死后的天气，气运作用，斩杀此界金丹强者，无敌1+1。无敌？陈夏稍微有些惊讶，毕竟这个东西在他看来是比较稀有的。之前自己锤杀了一位上界仙人，才给3抹无敌翼，如今斩杀一位同境金丹就能给1抹，还真是简单。陈夏想了一下，觉得这种无敌翼应该也是看在哪个天下，例如这个天下金丹就是最强的存在了，所以自己斩杀同境金丹也能得无敌翼。不过这无敌翼得3000抹才有用，才可以成就无敌之人，开启大地之路。他这4抹无敌翼估计还不够凝聚一根无敌手指出来，当下也就是存着好看。不远处的黄清月瞧见打完了，急忙拖着虚弱的身子跑来，仔细打量陈夏，关心地问道：“没有受伤吧？”如果这句话是在老仙人还活着的时候问出来，估计能把老仙人气得当场跳起来。整个厮杀过程中，他连碰都没有碰到陈夏一次，黄清月竟然还能问出有没有受伤的话语来。好在老仙人已经死了，不容忍受此般折磨。陈夏看着黄清月苍白的脸色，有些心疼这傻妮子，擦了擦他俏脸上的血迹，轻声道：“他要找我打架，你放他来就是了，反正也打不过我，哪用得着自己去拦他？这人一看就是个莽夫模样，出手不知道轻重。你这细皮嫩肉的去拦他，太不值当了。”黄清月嘴角扬起幸福微笑，知道陈夏这是心疼自己，不过还是弱弱的解释一声：“我怕他打扰到你修行了吗？你给我说要结成金丹，万一他打扰了你，导致你结丹失败了怎么办？”陈夏摇头道：“我不结丹一样能杀他，下次要还有这种事情，你先跑，不用管我，我是无敌的。至少在这个天下，陈夏是无敌的。”黄清月却倔强的摇头：“不，我要看着你才放心。那你千万要安静看着，别再出来拦着了。你可是我亲爱的侍女，要是受伤了怎么办？”陈夏笑道。黄清月将手臂挽起，嗅了嗅自己的胳膊，娇笑道：“我可是很厉害的，就算受伤了也没事。”“真没事吗？”陈夏看着黄清月苍白的脸色，担忧问道。黄清月很享受陈夏关心她的感觉，就像是最贪吃的小时候吃了最甜的蜜糖，这种幸福感怎么也品尝不够。她低着脑袋轻声回道：“应该，大概，可能没事吧。”陈夏皱眉：“给我看看。”黄清月捂着挺翘的胸脯，苍白的俏脸上浮现了微红，低着脑袋极为羞涩地说道：“不能随便看了。”陈夏愣了一下，随即感叹黄清月是真会受伤。如此，他也没有多问了，转而叫人来打扫战场，顺带把老仙人的尸身拿去火化，骨灰撒到海里吧。也不是追求什么意境，就是陈夏单纯的想扬了这老匹夫的骨灰。黄清月眼帘低垂，其中闪过他人看不见的失落。老仙人的出世就这么结束了。接下来天下人都要知道，老仙人出世只活了半个月，出世14天，说遍豪言壮志，去皇城1天，死，骨灰都被人扬了，一代传奇就这么深消到死了，也不由得让诸多江湖高手感叹。如此，陈夏身上说了100年的半无敌，也终于是将半字摘去，只剩无敌。当天夜里，服用了药物的黄清月站在自己门口，看着即将进屋的陈夏，微红着脸淡叫了一声：“陈哥。”陈夏疑惑转头：“怎么了？”黄清月别过脑袋，整个人在皎洁月光的照耀下显得羞涩异常，小手将耳边的发丝撩起，便露出了红的快滴血的耳尖。你要看看我的伤势吗？”
陈夏先是一愣，随后面色一正，双手抱拳，严肃道：“今夜我们只谈医术，不论其他。那你快进来吧。”黄清月实在羞涩难当，快步缩进了屋内。陈夏也屁颠屁颠跟了过去，顺带小声说了一句：“才怪，医术要谈，其他更要说。”早晨暖日初起，雾气还没消散，皇城里的大钟发出了悠悠声响。陈夏早在这之前就坐在了黄清月的门前台阶上，单手撑着脑袋，看着清晨朦胧的雾色，想着事情。他和黄清月自然是经过了一晚上的医术探讨，其中对于人体的各个穴位更是有了最基本的认识，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是生物的本能。陈夏也接受着生物的本能，但并没有繁衍后代，不是他不行，是黄清月不行。黄清月受了伤，理应好好休息，理疗一番，哪还有再受一次伤的道理？陈夏心疼黄清月，不想伤了他，决定改日再约吧。黄清月自然是欣喜的，拉着陈夏坐在床榻上，要陈夏给他讲故事听。于是，一脸认真的陈夏讲起了影响了他一生的故事，且为了符合这个时代，他还改变了一些。第一章，地主太太。阿斌的科举成绩并不理想，这注定是一个难眠的夜晚。尤其是后来黄清月看陈夏的眼神中充满了朦胧，俏脸通红，像是醉人的酒，空中不自觉地发出轻微的呜宁声音。好在后来陈夏停住故事，黄清月也用被子蒙住羞红的脑袋，准备睡觉了。陈夏这才走出来，坐在门槛上，撑着脑袋想事情。他在想自己以后的道路该怎么办，就躲在这个天下，自己慢慢的加点吗？他自己是无所谓的，毕竟长生不死。可黄清月不是长生不死呀，要想获得长生，就得飞升去往仙界。况且陈夏还要去仙界看许真，所以他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天下，他也会在往后某一天飞升去往仙界。所以在飞升之前，他要做好准备，达到自己的最强状态，飞升之后至少能取得容身之地，这样他才能继续保护黄清月。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无敌，但他不想在无敌之前失去太多的东西。如果是法宝功法的话，他倒是无所谓，破财免灾嘛。但世界上是有比法宝功法重要许多的东西在的，陈夏不想连这些东西都失去，不然他会哭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吧？可他这也不算轻了。陈夏坐在台阶上，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表情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站起身来，看着天上初阳与还未完全褪去的月亮，拍了拍袖子，笑道：“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打造无敌。”12月，苍白的天空下起了更白的雪，天地一白。陈夏依旧穿着单薄的青衫，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单手撑着脑袋，眼帘微低，想着事情。哇，下雪了呀！一声清脆的喜悦惊呼响起，黄清月走在了他的身后，好奇地问道：“陈哥，你喜欢雪吗？”陈夏扭头看了过去，黄清月穿着雪白的袄子，里边是绣着花的鹅黄裙子，有些紧致修身的作用，所以凸显了她的丰满身材。他点头回道：“蛮喜欢的。”为什么啊？黄清月蹲下了身子，和陈夏并排着，好奇问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让陈夏想了一会儿，隔了半晌才轻声道：“可能是我的老家很少下雪吧，所以我才喜欢看到雪。”黄清月睫羽微挑，其上似乎有雪花附着，看着更见清丽，当下笑道：“陈哥的老家在南方吗？那里确实不常下雨。”不，陈夏摇头，抬头看着苍白的夜空，在远方，他眼中难得的出现一抹怀念。黄清月抓着他的袖子，扬起宽慰的笑容，说道：“不管多远，总有一天能回去吧。”陈夏将望着天空的眼神收回，摇头笑了笑，无所谓了，他也没什么值得挂念的了。黄清月摇了摇头，心中怪自己不该提起这个话语的，这一下惹得陈哥不开心了。于是他又赶忙补救道：“陈哥，我们来堆雪人吧。”好，陈夏答应着，站起了身来。黄清月已经小跑进了雪地，转过身来看着陈夏微笑道：“这次我们要堆2个雪人，肩靠着肩，好不好？”他露出了很灿烂的笑容，站在雪地里，嘴里还哈出朦胧的雾气，笼罩了面容，像是雪中的仙女，很美。初春，花还没开，陈夏就已经远行海外，他要去见一见这些海外炼气士。不说锤杀，至少也要警示一下这些炼气士，不然要是再来骚扰他，陈夏就真的要把所有海外炼气士杀光了。他不太喜欢杀人，但该杀人时他也不会心软。海外多是群岛，许多还未开发，是根本没有人居住的荒岛，而海外炼气士很有可能就隐藏在这些荒岛之中。陈夏站在空中，金丹修为的五感全开，瞬间笼罩近10里范围，犹如人肉雷达一般探测周围变化。他目光忽停，看向了远处的一个小岛，即深密室中，身着白衣的海外炼气士们正在商议事情。他们如今死伤惨重，已然示威，当下要考虑存活的办法。副宗主此行前去大宋皇城，
据说是要给那出世的老仙人当帮扶，但副宗主终究是高估了那老仙人。说到这里，炼气士们就越见愤恨。那老仙人的名头说得如此无敌，还好意思和大宋国师并称什么世间两仙人，我看就是和狗屁。人死不能复生，这炼气士骂起来就更狠了，反正老仙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大宋国师也真是太过无敌，传言锤杀老仙人不过30息，无人能挡。众人谈到这里又沉默了，过了半晌，才有一人以担忧语气问道：若是那大宋国师来海外找我们怎么办？此话一出，所有炼气士身躯一颤，立马有人反驳道：不可能，这里全是海外荒岛，我们又开壑于荒岛之下，紧邻海水，他们可能找得到我们。这句话说出，就像是给所有炼气士们吃了一颗安神丹，当下也不慌乱了，只是仍然有疑惑。可我们总不能躲在这里一辈子吧，总要与外界接触，若这大宋国师在海岸围堵，该如何是好？说到这个问题，所有炼气士都苦恼了起来，确实为难。其中有人提议道：不然我们去向这大宋国师示好吧，我们有吸收供奉之力的阵法，之前老仙人就是为了这个才与我们合作的，想来这大宋国师应该也需要。好，炼气士们点头，但是又有问题，派谁去？大家大眼对小眼，不说话了。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所以没有人愿意去。不如我们传信给这大宋国师，顺便送上一些宝物，以表我们的诚意。这个方法倒是可以，但要是这大宋国师不来该怎么办？应该不会，他可能也在找我们呢，说不定现在就来了。这只是他开的一个玩笑，但是马上他就知道了，玩笑不能乱开。他们处于的密室开始震动，桌椅摇晃，墙壁骤然粉碎，像是水幕一般消逝。其后站着一个青衫人影，像是突然出现在泥土之中一般，眸子里闪动着青绿光芒，朝众人问道：是在找我吗？一众炼气士瞬间胆寒，脊背犹如被细密的针碾过，惊骇得发痛。见他们不说话，陈夏便走了出来，他身后塌陷的墙壁骤然而起，重新凝聚覆盖。正好，我也在找你们。陈夏笑道。一众炼气士却丝毫笑不出来，胆寒地注视着眼前的男人。他们今天就要死了吗？陈夏微笑着给出了答案，今天给你们两个选择，死或生。我不是一个是杀的人，但我会杀人，所以给出你们的诚意，我可以考虑不杀你们。炼气士们互相对视一眼，其中一人以颤抖的声音赶忙说道：我们正讨论依附于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愿意替您完成供奉大阵，从此后大宋甚至于这天地的生灵都会祭拜您。陈夏微微挑眉问道：有什么好处吗？他现在也被大宋百姓供奉着，但除了每年的国师日会增加一些玲珑器之外，就没别的好处了。炼气士颤抖的语气在此刻停了下来，变得沉重严肃且认真地说道：成神。陈夏皱眉疑惑不解。炼气士赶忙解释道：您到了这个境界，想必已经知道了诸天万界的消息。陈夏点头，听别人讲过。这个别人自然是被他打死的那位上界仙人。炼气士将手放在桌面上，画出了一个极大的圆。诸天万界里有许多强大的界面，我们头上的仙界便是顶级界面之一，而掌管我们这个天下的只是仙界里的扶摇仙宗而已。陈夏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消息，点了点头，又问道：这关成神什么事呢？炼气士将手放在画的圆圈之中，开口道：每个天下或者是界面都如同这个圆圈，而圆圈可以看作是人体，拥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我们这个界面之所以如此弱小，甚至几百年来连金丹都出不了的原因，就是缺少最为重要的心脏。炼气士神情沉重，手指点在圆圈的正中央，又道：成为心脏就是成神，成为这个天下的至高存在，之后这天下的一切都会反哺于您，而您的境界也会影响这个天下，使得这天下越来越强。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受益。陈夏双手抱胸，觉得有些意思，又好奇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炼气士赶忙道：500年前金丹祖师曾经想要成神飞升，却终究是资质差了，没能成功，于10万雷劫之中丧生。还要渡雷劫？陈夏更加好奇了。炼气士似乎是想起了自家死于雷劫的祖师，有些悲伤，点头道：想要飞升去往上界都需要渡雷劫，如果只是普通雷劫的话倒是没什么，但老祖想要成神飞升，便触发了灭国级别的10万雷劫。陈夏瞥了这炼气士一眼，手指放下了圆圈的中央，笑道：意思是我成神之后要飞升的话，也需要渡10万雷劫，甚至不止10万。炼气士干笑一声，随后赶忙道：这渡雷劫不算坏事，古来修士突破都有雷劫，所以雷劫都算是喜讯。越强大的雷劫渡过去了，对修士的裨益就越大。老祖他资质不够，没能扛过10万雷劫，不然飞升去了仙界，到现在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了。炼气士说到此处时，尤为的感叹，想500年前他们炼气士是多么的风光，皇帝见了他们炼气士都得俯首叩拜，
如今却只能躲在这么个荒岛里边。世事无常，真是世事无常。陈夏忽地又问道：“有没有其他仙人降临此界的传闻？我说的不是那种江湖绝顶高手都能杀的仙人，是能一掌灭城的。”一掌灭城？炼气士听到这句话，眉头紧皱，似乎想到了些什么，沉声道：“祖师的书上有记录，600年前出现过一次，也是一掌灭了一座城池。但祖师推测，这手掌的主人不是仙人，因为扶摇仙宗的降临使者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若是仙界同僚，其术法波动绝对躲不开扶摇仙宗检测。所以，扶摇仙宗降临的使者推测是他界之人。至于是那个界面的存在，就不得而知了。但肯定已经迈入了圣人这个层次。”陈夏盯着炼气士，眸子里的光沉静，像是深邃的潭水，一字一句地说道：“100年前，我见过。”炼气士身躯瞬间颤抖，像是被狂暴雨水击打的浮萍，连身子都差点稳不住。600年前，100年前，那么期限是500年吗？您见过？炼气士还是有些不敢置信。陈夏点头，眼神逐渐扩散，像是回忆。那只手很大，其上满是雷霆，像小蛇一样流窜在指缝中，然后就这么压下，啪的一下，偌大城池就没了。炼气士身躯颤抖，点头道：“和祖师书上说的一模一样。那么这大手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来这个天下灭城？他们都想不明白。成神还有什么好处了？”陈夏转移了话题，问道。炼气士赶忙回答：“成神之后，您会是整个天下修炼的最快的存在，同时也会增强自己大道的进步，这些都是祖师书上的记录。”陈夏点头，他本来也没想杀这些炼气士，现在看他们态度这么好，也没了杀心，眼眸中的青绿光芒闪耀。整个密室直接拔地而起，来到了荒岛外边。炼气士们看向陈夏的目光自然更加惊骇，此番神通已经是通天彻地了。陈夏站在高处，面朝全部炼气士，背朝即将垂下海面的大日，水光粼粼，倒映着橘黄色的日光与陈夏的青山背影。陈夏笑道：“那么诸位就帮我成神吧。”大宋南历35年，全国境内开始修建陈夏的金身雕像，每个地区有一位炼气士看守，负责给陈夏的金身雕像打磨与供奉事宜。百姓来供奉，就会得到陈夏的赐福，不说心想事成，但未来3天内至少都会遇见一次心中的好事。这就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供奉陈夏的雕像，且都是新城。陈夏则坐在皇城之内自己静修，他现在还没感受到供奉有什么好处，不过想来应该也是需要时间堆积的，当下急不来。不过他也留了一个心眼，要是炼气士们要反水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些炼气士杀个干净。一个人反，就是全部人死。他们本来都是该死之人，陈夏心软才让他们都活了下来。如今若是再搞些什么幺蛾子出来，陈夏的心也再软不下来了。除此之外，陈夏每日的修行也极为刻苦，主要是在凝练玄魂气，想要书写幽冥绝境这个能强制单挑的道章。不过此事也还早，陈夏估计以自己进度来算，应该要100年后才能集齐书写的玄魂气。另外，那凭空出现的灭城一掌，也是让陈夏心头担忧的存在。这就像一头疯狗，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要跳起来咬你一口，你又没能力抢先把它打死，只能等它来咬，这种感觉很不好受。陈夏唏嘘一下，玄魂气再次运转1周，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慢悠悠地朝门外走去。黄清月正在打理桃花，瞧见陈夏修炼完了，嘴角挑起微笑，双手背在挺翘臀后，小步蹦跳过来，歪头笑道：“陈哥，你看我修的花好不好看？”陈夏看了眼那株已经长大的桃树，笑着点头夸赞道：“和你一样好看。”黄清月俏脸一红，心中欣喜，嘴上却娇嗔道：“哪有？”陈夏看着他，表情恍惚一下，沉默一会儿，忽然问道：“清月，如果到了后面，我们2个要分开怎么办？”“为什么啊？”黄清月皱起了眉头，神情紧张了起来。陈夏轻笑道：“我说的是如果，而且以后很可能也会有这一天的，咱们各自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黄清月秀眉皱得更深，不解道：“为什么不能一起走了？”“我当然也想一起走呀。”陈夏点头，顿了一下，伸出一只手，回道：“可任何事情都没有想得这么好，对吧？”黄清月皱着秀眉点头，觉得陈夏说的话不假，可他心里还是觉得不舍，隔了半晌才瓮声瓮气的回道：“如果真的要分开，那以后肯定会再见面的。”陈夏点头，语气铿锵有力的说道：“当然，离别就是为了更好的相遇。”80年，宋南寿中，由太子继位。陈夏的大归西术已经修行至大成，距离元婴门户也不过1步之差，且他的金丹也完整的露出了其中一种颜色——亮白。这是时间、岁月以及光阴的颜色，也是他的道。陈夏现在可以自由操控身旁30米的光阴流动。黄清月的修行也十分顺利，顺利的让陈夏觉得惊讶。
与陈夏靠着大龟悉数讨巧不同，黄清月是自己实打实的凝练玄魂道章，现在已经凝练出金丹了，且体内有1000抹玄魂气，已经可以书写道章了。黄清月的修行可以说是只靠天赋，但天赋高的存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出彩。百年的正午，天空刮起了彩虹，如同一道宽敞的桥，在国都所有人的注视下搭到了皇城里。一道金黄大轿从天穹而来，渡过彩虹大桥，悬停在皇城之上。轿子两旁走出2个怪模怪样的小道童，双手作揖，朝着地面朗诵道：“上宗收徒。”陈夏站在院子里，觉得这架势和当初仙人收许真为徒时很是相似。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当初他打不过那些仙人，话语权较弱，现在他成了天下第一，已经可以和这些仙人谈条件了。就是不知道要收谁为徒。陈夏还在想着，那金黄大轿突然坠地，就停落在陈夏面前，金光暗淡内敛，不过依然可能看见其上有各种纹路，似真龙神皇。没想到这种小天地竟然还能出一个快元婴的修士，委实不错。一道女子声音响起，其中满是狂傲。2个怪模怪样的小道童赶忙走到轿门前，腰身屈起，像是准备背什么东西。轿门大开，一双如瓷玉的双脚踩在2个道童背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陈夏，又道：“不过我要找的不是你，陈哥，陈哥。”黄清华呼喊着跑了进来，瞧见眼前的架势，皱起了眉头，心中有些警惕。女子通红的眸子看着黄清月，神情在面纱下看不清，笑道：“就是这个小姑娘，跟我回宗门吧。”她的语气里带着不可拒绝的狂傲。“你是？”陈夏疑惑询问。“仙界第9山的门主。”女子再次开口，语气之间满是傲气。“没听过。”陈夏摇头。“我也没听过。”黄清月跟着摇头。女子瞥了他们一眼，眼神之中有些无奈，随意的摆了摆手：“你们只需要知道很厉害就够了，我是来收徒的，不是来解释这个的。”陈夏还是有疑惑，不应该是扶摇仙宗来收徒吗？女子看向陈夏，对于他知道这些事情也不意外，毕竟都是要成就元婴的人物了，肯定知道些仙界的情况，于是他压着急躁性子解释道：“扶摇仙宗是你们的上界不错，但收徒一事，只要双方愿意就行了。况且这女子还和我们第9山有缘分，本来你该去我们第9山。再说扶摇仙宗已经几万年没出过大帝人物了，即使现在多了一个圣女，那也只是大帝苗子，不是大帝，比起我们第9山来说，肯定要低上一个档次。”陈夏还是皱眉，觉得有些太巧合了，怎么之前许真也是天赋异禀，现在黄清月也是？女子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你们这个小天地就只有这些气运，天赋资质不凡的存在会互相吸引，也就是说天道会制造机会让你们相遇，从而将气运拔高。”女子说到这里，红色的眸子又看了2人一眼，不由得称赞一声：“你们2人在这个灵气与气运匮乏的小天地里都能修行到金丹，确实不错。”黄清月忽的一步踏出，表情严肃，朝着女子问道：“如果我同意的话，可以让我和夏哥一起进入第9山吗？”女子打量陈夏一眼，伸出白嫩手指在面前轻轻摇动。“不行。”“为什么？”黄清月几乎是质问出口。女子看着他，解释道：“他是无气运之人，天地都捉摸不定，且他现在境界低下，还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人，我们第9山不需要。”“很不需要。”女子又着重补充了一句。黄清月眉头皱起，听不得别人这么说陈夏，当下摇头喝道：“我不去。”女子踩在2个小道童背上的脚似乎加大了力气，压得小道童呼呼喘气。过了片刻，他才继续道：“你若是想与他一直在一起，那你就必须飞升修行。你如今才金丹，他已经快元婴，到时候他先行飞升了，你还是得在这小天地里修行。且可能因为他飞升带走了最后一个飞升气运，你就没了飞升路，只能老死在这小天地之中。你愿意这样吗？”黄清月眼神有些迷茫，求助似的看向陈夏。陈夏皱眉问道：“我们该怎么才能相信你了？”“相信？”女子似乎听到了很好笑的话语，发出了大笑声，片刻后才止住，朝2人说道：“你们只能相信我，别无选择。即使降临这个小天下，我也有元婴打底的修为，你们也反抗不了我，不是吗？”他的笑意间充满了狂傲，扩散在天地间。“元婴？”陈夏摇头，“元婴可不够看。”他朝前踏出一步，微风忽停，陈夏周围30米的光阴停止流逝，唯独他行走在其中。女子神情极为扭曲，在这光阴结界之间挣扎，眼神已然开始转动，颇为惊骇地看着陈夏。一个还未元婴的修士，怎么可能接触到时间这种至高大道？他实在不愿意相信。陈夏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说道：“谈事情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是相等的。”女子面部的光阴所被震开，她皱眉看着陈夏，一直狂傲的语气中难得多了些严肃，赞赏道：“未入元婴，先入时间大道，
你还真是个天才，可惜是个无气运之人，不然连我第9山都要来抢你。陈夏轻笑回道：我倒不需要你们抢，我只是想要知道，你们怎样保证会好好的对清月。女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说道：你们都修炼了玄魂道章，这是我第9山散布在仙界的术法，且外传的只有第1册而已，为的就是在诸天外界里寻找与玄魂道章相契合的天骄，而这个小姑娘便是能在这灵气与机缘都匮乏的小天地里成就金丹，且凝练出上千抹玄魂器。这小姑娘的资质已经是达到了准圣级别，虽然不如大帝，但要是成长起来，也是可以镇压一方的大人物。所以我第9山要把她带走，不然屈居在这么个小地方里，也太浪费她的天赋了。陈夏透明色的眸子闪动，摇头道：你还是没能证明自己的诚意。女子虽然说了这么多话，但谁知道是真是假？这关乎黄清月未来的走向，陈夏可放不下心来。女子上半身已经在时间锁之中挣脱了出来，摸着下巴也有苦恼，想着该怎么证明。她忽然又笑起：可你们都得飞升不是吗？而飞升去了仙界，注定要选择宗门，不然以你们的实力，只会被域外天魔狩猎。而你和这个小姑娘应该是不能一起飞升吧？你最多压境300年，就不得不面临元婴雷劫，飞升仙界。可这小姑娘就不一定了，修的还是我第9山的玄魂道章，本来进度就缓慢，若在这灵气和气运都稀少的小天地里，至少也得500年成元婴。女子话语一停，像是想到了什么，神秘面纱下的嘴角咧开笑容，又道：你要是飞升了的话，这小天地的气运可就支撑不住再出一位元婴飞升者，那么这小姑娘的结果呢？可能是寿终正寝吧，听起来算一个好结果，但真的好不好，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如果陈夏飞升了，那么黄清月可能就再也见不着陈夏了，这对2个人来讲都不算好结果。陈夏脚尖踏在地面，淡白色的周围的波纹开始震动，而周围的时间竟然出现了逆转的惊骇现象。女子的眸子亮起，语气终于是郑重了起来，肯定道：你若不是无气运之人的话，我第9山绝对要你。可惜，实在可惜，你现在就能将时间大道感悟到入门的程度，未来的成就至少是准圣打底。陈夏皱眉，这无气运之人有什么说法吗？女子摊手一笑，没什么说法，就是单纯的没有气运，没有机缘，不能被天道所算策，一切都凭自己。陈夏听着越见皱眉，逆流的时间流速开始缓慢起来。照你这么说，无气运之人并不算坏事吧？不。女子伸出一只手在身前摆动，笑道：无气运之人就是坏事，因为不被天道认可，所以成不了准圣，更走不上之后的地路，终其一生也就是个补天境的修为罢了。这就像是一个水杯，别人的上限是满满1桶，但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填满，但你的上限就只有半桶，不管怎么去填，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只能达到半桶。你走的是断头路。陈夏这才恍然，难怪这些仙界宗门都不要他这个无气运之人。不过这个弊端对陈夏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也不靠修行变强，主要是加点修为就是个天头，有更好，没有也不影响什么。女子伸出的手上又比起了2个手指，继续道：第二，无气运之人会影响周围人的气运，且这种影响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反正我活了3万年，没见过有正面影响，所以各个宗门都不喜欢无气运之人，更不收录。这个消息陈夏倒是知道，当下没有太意外，大不了就一个人加点修炼嘛，这也没什么。但眼前是关于黄清月的事情，他便多问了一句：清月去了你们第9山后是什么待遇？女子整个身躯都已经挣开了时间锁，慈玉般的脚掌从2个小道童背上走下来，笑道：准圣的资质肯定是山主的关门弟子了，以后成了准圣就能当和我一样的门主。你是准圣？陈夏有些讶异。女子脚掌踩在地上，手指对着前面的空气轻轻一点，逆流的时间骤然不动，甚至有反制陈夏的预兆。我还不是准圣，补天境巅峰而已，也可以说半步踏入准圣，不过因为我自身战力强大的原因，提前成了门主。女子解释道，同时朝着陈夏缓慢走动，继续道：我对你倒是很感兴趣，压境在金丹和你过几招如何？也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赋神通。陈夏一挑眉头，也没客气，直接挽起袖子回道：元婴都不够看，何况金丹？女子嘴角挑起狂傲笑意，我这可是铜镜无敌的金丹。她踏出重重的一步，时间飞快流逝，周围景色模糊，像是进入了混乱的领域。另外，我会用些不属于金丹的神通术法，不过威力绝对是金丹范围。陈夏双手都挽好了袖子，神情古怪地看着女子，好心劝道：我觉得你还是用元婴实力好些。为什么？女子皱眉，伸手点在身前，时间顺流而来，凝聚在她身旁，成了护身的法阵。有了这个法阵，陈夏就再也打不到现在的他，只能打到未来或之前的自己。不过那可不关现在的事情，只会磨灭在不存在的时空。陈夏左脚向前踏出，崩碎地面，双拳提起，其上拳意盎然，
隐有青绿光芒闪耀，是天地借力。他回道：“因为我是彩丹。”彩丹？什么东西？天道金丹嘛，可无气运之人是凝不出天道金丹的呀。女子有些疑惑，不过没太在意。她这个补天境巅峰的存在，就算压境在金丹，使用的神通术法和修为领悟，也不是臣下能够碰瓷的。仅是这个过去未来护身阵，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实在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输。女子嘴角挑起了微笑，看着扎起拳架的臣下，伸手晃了晃，摇头道：“花架子少摆，真神通多出。”好。臣下点头，双拳杂合，脚上使力，本就崩碎的地面更见承担不住，开始出现裂痕。他杂合的双拳突然又分开，在原地舞了个拳法，腰身微低，哈出一口气，拳顶向女子。女子挑眉，有些看不懂，疑惑道：“什么意思？我可不喜欢看武拳。”臣下大吸一口气，眸子里的青绿光芒闪耀到极致，双拳上的天气意气越见磅礴，脚步一横，他伸出了左拳。献丑了，他说。地面在这一瞬间开始剧烈碎裂，臣下的身影因为恐怖的速度拉长，甚至还有一抹色彩停留在原地。他身影已经笼罩了女子，伸出了左拳，甩出了右拳。女子神情不变，甚至就连笑容都懒得取消。她已经看穿了臣下的一切动作，无非就是些雕虫小技而已，和他的神通术法根本没有可比性。毕竟不管怎么说，臣下也就是个单纯的金丹，而他是从补天境压境而来的金丹，两者之间自然没有可比性。他是这么想的，且伸出手指，其上结了一个细小阵法，准备抵住这一拳。拳至，很朴实无华的一拳，甚至让人提不起防守的兴致。因为貌似只要一闪身就能躲过去，但出于礼貌，也为了让臣下看清楚双方之间的力量差距，女子选择了接拳。3息之后，她就能明白自己不应该接拳的，当然这肯定是后话。她指尖处用作抵挡的小阵法先行碎裂，根本没有起到一点抵挡的作用。女子收回了手指，眉眼之间有些意外，觉得这种力量不应该存在于金丹才对。难道是她太弱了？女子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但很快呀，拳就落到了她的护身时光大阵上，能打未来的她，也能打以前的她，就是打不到现在的她。女子稍微震惊的神情很快恢复平静，因为她知道臣下伤不了现在她，她无论如何都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臣下的拳落在了她的护身大阵上，青绿的眸子突然暗淡，转而是透明色彩蔓延而出，整个拳锤入大阵之中，丝毫没有停滞。大阵开始疯狂的流转，被臣下的时光之力带动，停留在了一个正确的时间节点，就是现在。女子看着眼前迅速变大的拳头，眸子骤然睁大。拳落，女子身影倒退100步，擦出沟壑，双脚抵住，脸上是一个硕大的拳头印子。不过她却没有生气，而是更见惊讶地看着臣下，啧啧称奇道：“你这也太猛了，怎么金丹不像金丹，反而更像是元婴？若你不是无气运之人的话，仙界不知道多少大宗门要收你当弟子，就连我都是心动不已。”臣下双手抱拳，点头道：“承认了。”女子一愣，伸手摸了摸鼻尖：“你这是想不打了？你打不过我。”臣下的回答很是直接。女子倒是没有因为臣下的回答生气，反而十分欣赏他，笑道：“压境在金丹，有可能打不过你，毕竟你也不像金丹，但我在这小天地里可是能提到元婴修为。元婴也不行。”臣下很自信地回答道，双眸看着女子，没有一丝退让。女子有些讶异，这么自信，我可还很多神通术法都没出来。臣下呼出一口气，没有作答，仅是踏出一步。百里天穹骤然漆黑，厚实的乌云密布，其中猩红的雷霆环绕，不断咆哮，更是有山脉一般粗大的雷霆涌现在乌云间。女子看得一愣，诧异道：“你随时都能渡雷劫，迈入元婴？”臣下点头，一念之间，他退回了步伐，天空恢复清明，雷霆消失，风轻云淡，是收回了破镜元婴的念头。呀呀！女子双手抱胸，诧异笑道：“你还真是让我不断意外，没想到这么个小天地能出一个你这样的人物。就算你的上限只有补天境，也应该是最强的那批补天境。到时候我第9山倒是欢迎你来挂个记名供奉的名头。”好好好，臣下点头，也没有拒绝。记名供奉是个好差事，又不用做事，又有俸禄拿。不过当下是关于黄清月的事情，这号称来自第9山的女子拿不出足够的诚意，臣下就不放心把黄清月交出去。女子也知道臣下一直以来都有担忧，当下欣赏臣下的天赋，自然也舍得耐着性子解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给你留下一盏连接2界的明灯，到时候你可以通过明灯与这小姑娘交谈，之后飞升仙界，也可以来第9山找她，只要不久留就没事。好，臣下思索一会儿，点头应答。其实黄清月要去仙界是肯定的，就算不随着这女子去所谓的第9山，之后也要自己飞升。而臣下一直压着境界，就是为了和黄清月一起飞升。
但就如这女子说的一样，有一件事臣下不得不担心，就是这小天地的灵气与机缘很可能不支持两个人先后飞升，谁留下都不太对。如今女子的出现倒是解决了这个困境。女子看着思索的臣下，伸手点在面前停滞的时间上，笑道：“还是让当事人自己决定吧。顺带一提，我叫神鹰，第九山门主，也是以后的第九山主候选之一。”停滞的时间开始恢复正常流动，破碎的地面随着时间的恢复，成了之前完好无损的样子。黄清月停滞的神情也恢复了，水灵灵的眼睛眨了眨，有些迷茫地看了看两人。女子又向黄清月说了一番之前的话语。臣下让黄清月好好考虑，不要为难自己。黄清月秀眉紧皱，思虑半晌，谨慎地问道：“去了仙界，我还是能和陈哥联系，对吧？”女子点头，只要有跨界明灯在，你们两个就能联系。等他以后飞升了，也能来第九山看望你，但是不能久留。好。黄清月重重点头，我愿意。臣下站在原地，有风背着他吹过，又是离别，也幸好只是离别，不是永别。绵长的人生是避不开这些的。离别那天，臣下穿着青衫，双手抱胸，看着黄清月，轻笑一声：“再见。”黄清月哭红了眸子，不断吸着鼻涕，却怎么也止不住。明明都已经金丹修为了，可还是控制不了。他看着臣下，也就是一个劲的哭，却什么话都没有说。臣下心疼地看着这妮子，眸子里的青绿光芒闪动，让天穹变得晴朗起来。他知道黄清月喜欢蓝天白云的广阔天空。等我。臣下又喊道：“黄清月拿袖子擦干眼泪，重重点头。今天过后，臣下就进入了绵长的闭关。再不出事，大宋江湖再也没有出过绝顶高手了。有人说这是天道的沉寂，武道的没落，唯有仙道才能走出一条路来。但谁都知道，如今能成功修行仙路的存在，只有国师一人而已。且国师早已闭关，不问世事，不知去向。有人说国师就隐居在大宋皇城的密室里，有人说国师早就去了天下，也有说国师远游海外的说法，都是猜测。但可以肯定一点，国师大人不管事了。从闭关到现在已经50年没有出现过。不过民间对臣下还是仍然尊敬的，供奉着他的雕塑，每月都要祭拜一下。这个是臣下获得玲珑器的主要来源。他如今的玲珑器已经达到了7501千，还差250就能升级。瞧着是快了，但每年获得的玲珑器却越来越少，应该是越接近成功越难得。臣下伸了个懒腰，身处大宋王朝打造最深的密室之中，看了看眼前的明灯，有些无奈。这个跨界明灯竟然要充能，且是拿天地气运填充。如今的天地之间哪还有多余的气运？所以这跨界明灯一充就是30年，现在才显示完成2成，距离充满至少得100年时间。好在臣下通过上次聊天已经确认了黄清月很安全，不需要担心，还当上了天级弟子，有自己的宫殿，待遇很好。当时的黄清月已经快要渡元婴雷劫了，想必现在已经元婴了吧？这就是仙界充盈的修行资源吧？臣下感叹一声。其实那女子是可以把臣下一起带到仙界去的，但是第九山不能收臣下，这就代表着臣下去了仙界依旧是孤家寡人，甚至还要面对一些修行了几千上万年的老妖怪，也会让黄清月担心。所以臣下现在不打算去，等玲珑器升级完毕，时间大道真正入门，玄魂器书写出第一个道章，力量加点在500时，再飞升仙界。他飞升上去了，就是孤家寡人一个，所以要更见小心，底牌不嫌多。不过到时候可以让清月给他拿些天才地宝出来。还有早就去了仙界的小许，现在应该也是一方大人物了吧？臣下想着，更加奠定了吃软饭的想法。他凭本事吃的软饭，谁能说什么？有本事你也去吃一个。臣下双手抱胸，点了点头，这确实是他的本事。密室之中没有光阴的概念，臣下也是用系统给的点数来估算的年份。他心神沉下，已经开始在心中书写道章了。这是一个极其耗费心神的活计，书写的道章必须工工整整，一点也不能出错。就连写上最简单的一笔，臣下都要经历半个月的打磨。这一笔写完，臣下也差不多耗费完了心神，浑身汗流浃背，要休息个把月才行。除此之外，臣下还在凝练自己的金丹了，要将金丹巅峰的境界打磨得更加圆润凶猛，争取不弱于元婴。这又要慢工出细活，着急不来，得靠时间去堆。还好臣下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一甲子写道章，100年磨金丹，臣下争取在400年的时候就将这些事情全部做好。他无心管其他，但外面的局势转动得非常快。大宋第9任皇帝继位，因为从小听先皇说大宋有仙人庇护，忘不了国的话语，因此他上位之后百无忌惮，文武百官哪个不顺着他的心意来，便是杀头的死罪。他喜欢听好话，文武百官们便变着法的说好话。
而好话说的最好的，往往是最奸的，在自己的州县里鱼肉百姓，私自加大税收，中饱私囊。且能言善辩的文官们开始联合起来排挤武官，有掌控朝野的倾向。朝堂乱了，国家就也快了。这是大宋亡国的开端。第9年，南方州县出现农民起义，3万农户联合冲杀官方，占据州县，领头人自立为王。这让当朝皇帝异常愤怒，派兵30万镇压此州县，凡是农户一律杀无赦，甚至是商户也免不了死刑，唯有官户们能够留下一命。过于粗暴的镇压，往往会带来更强烈的反抗。大宋境内诸多州县开始反抗，甚至一些官员都公开反对大宋暴政，农户起义，反攻国都京城。大宋民心已变，国如何还能存在？仅仅半年时间，起义的民兵就打进了京城之中，诛杀百官，围困皇城。当朝第9任皇帝坐在皇椅上，神情之间满是不可置信，咬牙怒吼道：“怎么可能？这些贱民怎么敢反？我大宋可是有先人庇护，万万年不灭，这些贱民怎么敢？”底下只剩下几个太监，正双手抱拳，声音颤抖道：“陛下，他们已经杀进大殿之中了，就快到了。”皇帝眼神之中全是怒火，拳头重重地砸到龙椅上，暴怒道：“这些个贱民，我这就去请先人来诛杀他们！”他愤怒起身，在太监们期望的眼神中，朝着后方自己的宫殿走去。他记得父皇说过，100米之下就是先人闭关的所在，他如今就要去请先人来诛杀这些贱民。皇帝愤怒地跑到自己的宫殿前，朝着宫殿大喊道：“先人，快出来帮朕诛杀这些贱民！先人，快出来！”毫无回应。皇帝表情逐渐焦急，不停地敲击着地面，愤怒喊道：“快出来啊，先人，快出来！”先人到最后都没有传来回应。围杀的农兵已经到了此处，将大宋皇帝生擒。自此，大宋算是灭国了。新兴的朝代叫做大夏，皇帝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叩拜臣下的雕像。先人的存在是刻入了每个人心中的，只要是之前大宋的居民，全都信奉先人。所以现在大夏皇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叩拜先人。臣下处于100米之下，自然是将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他不管这种人祸。朝代的更迭是避免不了的。记得几百年前，他和宋茜就说过，没有永远存在的朝代，他就算不是大宋国师，也会是大唐、大孙、大李国师。而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他是时间中的旁观者，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保持沉默。如果500年是一个轮回的话，那臣下正在见证着这个轮回，他的神识偶尔弥漫间会融入天地，感受到众生的声音。根据炼气士所说的话，这是成神的征兆，他即将成为这天道的一部分，甚至取代天道，成为这方天地的唯一神。这个过程还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臣下不急，慢慢等待。他现在的大龟息术已经炼制圆满，但并没有提示出下一阶段的功法。臣下估摸着，应该是要等自己元婴之后，这大龟息术才会根据气运升级，不然就是气运不够的原因，得加点气运了。现在他的力量已经达到了350，气运40，法力0，标准的莽夫战士模板。其实臣下也觉得没必要点法力，以后整点魔抗就行了。点力量是为了打人痛，运气是为了暴击然后打人更痛，两者相辅相成，所以可以互点。不过臣下对法力也有些兴趣，打算以后点数多余了的话，就点一个在法力上看看效果。除此之外，臣下现在与这小天地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厚，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也因为如此，他心神里会传来震动，是天地的冥冥声响，从10年前就会偶尔响起，是一阵急促的震动。臣下觉得是像是一种预警，可到底在预警什么呢？火山喷发、地震、海啸，这些灾难虽然对平常人有灭顶的威力，但是对天地而言却毫无影响，甚至于就是天地导致的这些灾难，那还能是什么？臣下很快就想到了，是外来的修士是当初灭城的那一掌，所以天地才会预警，因为这不属于天地，甚至会磨灭天地大道。臣下的心神也在这10年里紧张起来，为了对抗这只大手，他加快了书写道章的速度，想要在大手来到之前成就道章。如果能使用幽冥绝境这一道章拉着大手强行开房，从而偷取大手30%实力的话，臣下有信心稳赢。突出的就是一个，我不仅要当着你的面绿你，甚至还要狠狠地殴打你一顿。所以臣下现在很忙，白天凝练玄魂气，晚上就写道章。上次大手出现是大约400年前，如果按照500年为期限的话，还有100年，臣下就要面对大手的压力了。臣下已经想好了，到时候他有3种选择：打或跑。其实也不需要想，不过用排列组合的话，还有2种方法：打不过再跑，跑不赢再打。选择还真是多呀。臣下自嘲地笑了一声，加紧修炼了，争取100年后能够锤杀大手。
但是人生呀，总是充满猝不及防和不叫人圆满的。今天的皇城突然黑了起来，比晚上还黑，因为晚上是有月光的。民众们纷纷出来，朝天穹打量而去，觉得天上的笼罩的阴影似乎像一个手指，且手指还在不断下降，仅是隔着数十里带起的气流，就已经在城里刮起了大风。民众们极为惊骇，得到消息的达官显贵们在第一时间就备上马车，想要逃离。可整个首长有100里之大，你马车就算是不休息，也不过日行50里，如何能在1日之间逃离？还留在黄豆的民众则开始了等死，不过也不是干等，有些民众开始疯狂地叩拜臣下的雕像，期待仙人能救世。有些人已经失去了希望，也看不惯其他人叩拜，一个大踢腿把臣下的雕像踹落，指着雕像怒道：“没用啊，谁都救不了我们，别奢望什么仙人了，这不过是几百年前的谣言而已，都等死吧，等死吧！”叩拜的人将雕像捡起，叹了口气：“你骂就骂，没必要给仙人来上一脚的。”哎，踢腿的人也重重叹一口气，他何尝不希望有仙人救世，可就是没有啊！天上的大手越来越近，人们已经可以看见手指之间沟壑分明的指纹，其间还有像小蛇一般的雷霆在游动。人们都知道了，仙人不会救世，仙人要灭世。皇城最中心，当朝皇帝颤颤巍巍地走到了寝宫正中央，俯身叩拜，强行压住颤抖的声音，躬声道：“大夏皇帝，恭请仙人出世。”他重重一叩首，四周回荡着他的磕头声。等磕头声响完了，周围就彻底寂静起来，没了声响。大夏皇帝的身躯在颤抖，他想着先皇告诉自己的话语，想着长久以往的传说，想着自己每年都要供奉仙人的雕像。他不甘心，于是又重重叩首道：“请仙人救世。”这次连风都安静了。大夏皇帝嘴角颤抖，愤怒地起身，指着地面骂道：“我大夏千万子民每年都要供奉你，视你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你为何要当这缩头乌龟避而不见？难不成是怕了天上这只大手，只敢躲藏身影，早早逃避？你算个狗屁仙人，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奸诈小人罢了。”大夏皇帝骂得不够泄愤，还要重重地跺几下地面，以示自己的愤怒之情。等他的怒气消散了，便绝望地坐在地面，看着天际的大手，表情呆滞。或许这皇城里根本就没有仙人，不过是历朝皇帝用来稳固江山的谎话罢了。他怎么也信了呢？皇帝苦笑一声，双手掩面，忍不住哭泣出声：“就让朕随着朕的天下一起死吧。”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上，随之而到的是一句带着笑意的话语：“在喷人这方面，你还是太有礼貌了。”皇帝愕然抬头，眼眶里还带着泪，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年轻男子，神情瞬间震惊。因为眼前的年轻男子和那仙人的雕像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不说极像，但至少有5成，主要是气质，一股淡然的气质，且是在如今这个情况下还能这么淡然。仙人，皇帝不敢置信地问道：“乖，别哭，去后边待着吧，看我表演。”臣下像哄小孩一般劝道。论年纪来讲，当今皇帝在他面前确实是小孩。皇帝脸色一红，赶忙起身，朝着臣下抱拳鞠躬，恭敬道：“见过仙人。”臣下嘴角咧起笑意：“那你可要好好看清楚了，以后就见不到了。”皇帝抬头，只是瞥了一眼，还没完全看清，臣下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天际，脚步骤然往前一踏，整个天空凝聚出乌云，笼罩数百里，甚至将这个大手都笼罩在其中。猩红的雷电已经在乌云里跳动，偶尔有成了鳞的雷龙探出脑袋，朝下打量。恐怖的蛮荒气息从其中传出，一只淡蓝的眸子从乌云中凝望而出，像是凝望亘古一样，寻找着渡劫的人选。这是10万年雷劫，大地劫。仙界之中，数道神念几乎瞬间朝着小天地打量而来，凝于天道之上观看。几道神念都是相识几万年的老熟人，当下还交流了起来，满是震惊地问道：“10万年的元婴雷劫，这小天地能出这种人物？打死他都不愿意相信，这种灵气和机缘匮乏的小天地里，竟然能出现度10万年元婴雷劫的绝世天骄。”几人神念交流之间，有大能又凝眉发问：“这大手是什么东西？法相天地这么光明正大的摸到我仙界来了？”有圣人神念悠悠回复：“他借生灵而已，看这架势应该已经成圣了，来仙界所属的小天地里收割一些气运。”哼，他倒是想得好，没想到如今竟然碰到了硬茬子，10万年元婴雷劫啊！乖乖，这只要度过，便是地路大开，只要不中道崩殂，成帝是必然事情了。几位大能神念交流之间，又将目光打量在了渡劫之人的身上，于是很快便有人皱眉：“怎么回事？这人身上没有此番天地的气运加持啊！”其余大能呆愣一下，纵使活了几万年，也没听过这种事情。都能度10万年元婴雷劫了，身上还没天地气运加持，这他妈不是太监逛青楼无稽之谈吗？
可能比喻粗俗了点，但意思是这个意思。几位大能实在想不明白，便不想了，直接用大神通逆转推演陈夏的前世今生因果机缘。答案是没有，一片空白。几位大能叹息一声，觉得这是应该的事情，毕竟是无气运之人。神念们成了虚幻的人影，站在天道之上，互相对视，神情中似乎有话要说，但没人先开口。几位大能表情各异，心里全都揣着自己的想法。终于是有大能憋不住，感叹出声：既然是无气运之人，我玉天宗就吃个亏，将他收入门下吧。有大圣立马嗤笑道：一个大地天赋的无气运之人，你玉天宗真是吃了好大的亏啊！玉天宗的大能脸不红心不跳，平淡回道：我玉天宗最不需要依靠天地气运，理应是我吃这个亏才对。哎，你这个就不对了。有圣人老者摇头回复道：我帝山虽然依靠天地气运，但也可以花费大力气帮此人重塑真身，打造至尊仙体，以此配合他的大地天赋。玉天宗大能神情凝重，看着老者沉声道：老东西你疯了，连打造至尊仙体这种话都敢说出口，用什么打造？你帝山潼关里藏了30万年的那具老古董吗？未尝不可。老者云淡风轻地说出这句话。几位大能之间的气氛僵持了起来，瞧着有些沉重了。哎，你们都先别急，先看看此人能不能过10万年雷劫吧，万一被雷劫直接劈死了呢？你们还吵个屁啊！确实是这个道理。几位大能便将神念打量到了下边，成为天地间的风和雨，什么都不影响，只是安静看着。看乌云漫天，雷劫四起，看那青山人影安稳站立在天穹，直面大手重压。陈夏表情平淡地看着大手压来，气流带动他的发丝飞舞，衣衫猎猎作响。他现在的力量是399，境界是金丹巅峰，也可以叫做半步元婴。够资格吗？陈夏也不清楚，但不试试的话，他永远也不清楚。活命固然重要，可人活一生，总有一些事情是比命更重要的。有值得你拼命的事情吗？陈夏嘴角咧起了笑容，眼瞳里的青绿光芒闪耀，直接迎着大手走去。他是这天地的神，不管人祸，但要灭天灾。城里的民众走在了大街上，看着正中央迎着大手而去的青山人影，先是愣了愣，随后不知道是谁先喊了声：仙人，那是仙人！皇城之中的民众瞬间沸腾起来，朝着独行在苍穹上的人影叩拜，神情激动呐喊道：请仙人救世！陈夏止住了脚步，估摸了一下距离，便开始挽袖子了，然后伸出了拳头比在嘴前，朝着拳头哈了哈气。这是附魔。他一脚踏在苍穹，从脚掌处爆开巨响，猛烈的风荡开，苍穹似乎都承受不住这种重压，发出了嘎吱颤抖声。陈夏的身影冲出去了，像是逆流而上的流星，在苍穹拉出一片青绿的弧光，于大手的阴影中带出一片光芒。仅是一瞬间，流星便和大手相撞，发出响彻天地的轰鸣声，大手前压的进度戛然而止，甚至还往后退了数百米。仙人！民众们群情激昂，呐喊出声。但大手仅退了片刻，随后更见用力且快速的朝下挥击，带动的压力气流已经爆碎了皇城中的许多房屋。民众们神情转为骇然，赶忙躲避。大手还往下挥，陈夏咬牙死死抵着。你打过蚊子吗？用手重重的一拍，将蚊子拍死，打成肉末。陈夏现在就是这只蚊子。大手蛮横的挥击而来，似乎还加大了一些力气，像是要镇压一切。于是陈夏飞得比来时还快，直坠入皇城最中心，砸开房屋，深入地面，离出100米之深，才稳住身影，嘴角都在溢血。陈夏伸手推开旁边的碎石，爬起身，吐了一口血沫，看着大手，眉头皱起。他想到了以前听说过的一句话：恭喜你通过新手教程，试试来挑战王者吧。现在的情况就有些像这句话。陈夏擦了擦嘴角鲜血，站在原地没有动，他在等。玲珑器9991000，等底牌成型。皇城百姓们的叩拜之力慢悠悠地传来，融入玲珑器之中。快了！陈夏感叹一声，走上废墟之中，站稳身子，直面压迫而来的大手，神念四散，朝着众生传出自己的意念声响。供奉许愿，为我助力吧，只差你一个，我就能斩下大手。百姓们先是一愣，然后赶忙叩拜，供奉陈夏。愿力积少成多，玲珑器1000-1000。他眸子中闪耀金黄的光，身后出现一道远古龙吟，金黄树瞳浮现，五爪着地，千丈真龙盘旋天地之间。陈夏眸子里有璀璨且金黄的光，他脑海里出现提示：真龙器灵10000。他如今身后的便是千丈真龙伏地，大手蛮横压来，搭配上呼啸雷劫，带来了恐怖的灭世之感。陈夏将破烂的青衫袖口撕扯而下，随意的丢到地面，又吐出一口血沫，再看向大手。若说大手是天的话，那他就是天下的一只蝼蚁，
俯身阴影之下，不值一提。可当真不值一提吗？陈夏嘴角扬起自信的微笑，就算大手真是天穹，他也要骑黄龙而斩天。剧烈的气流滚动而下，爆开房屋，压低水面，100里之内江河翻滚，飞鸟坠地。陈夏踏出第一步，在乱流之中稳稳当当。千丈真龙发出高亢龙吟，盘旋于陈夏背后，已成他的大意象。天穹高处，几位大能的神念更见看不懂了，纷纷皱眉，语气略微惊讶道：“什么情况？怎么连远古遗种都叫出来呢？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是哪个大帝转世？瞧着不像，但是太怪了，可从来没听过有修士能叫出远古真龙种，就连仙界里真龙种都没几条，都在龙渊里边由那些龙祖宗养着的。几位大能是捉摸不透了，那便只能不想，毕竟诸天万界里事情这么多，要是他们都能想明白的话，那也不至于还是个圣人了。如今最紧张的还是陈夏与大手的厮杀，他以千丈真龙大意象死死抵住大手，两者相撞，将虚空都扭曲压碎，露出了其中黝黑的空间。大手不能下压，真龙无法抬头，两者就这么僵持住了。陈夏咬着牙，双手似龙头，死死抵住大手的压力，浑身气血澎湃，力量进出，就连嘴角都开始溢血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建议：要不我们各退一步，你先回去，再等200年再来，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招待你。这个建议可能真的不成熟，以至于大手没有回复，反而更见用力的朝下压制。仅是这一下加力，就震得数十里外的地面碎裂，蔓延出蛛网般的裂痕。首当其冲的陈夏自然更加吃力，嘴角咳出一大口鲜血，看着眼前大手也有些生气了。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嘛，突然加力干嘛？真把我当软柿子捏？陈夏咬牙，眼瞳里爆发出浓烈璀璨的金色光芒，金光迅速蔓延，朝着他的身躯蔓延而去。仅是片刻，便已成金光神人，其千丈黄龙朝着大手搏命厮杀而去。大手开始迸发鲜血，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伤口，其上的恐怖压力随着气血的流逝减弱，像是失去了生机。陈夏以单手扯住大手的指甲边缘，直接猛烈地拉出数千米长的血肉沟壑，嘴里还振振有词道：“给你手指上弄个倒刺。”天空的散落的气血还未落在地上，便被两者打斗的恐怖气势蒸发，融散于天地之间。大手似乎也生气了，不再下压，而是直接选择合掌，要彻底碾杀陈夏于手心之中。陈夏也不避让，就是朝着大手疯狂冲杀，要用大手气血染青天。而遥远天穹之中也传来了一句狂傲冷漠的话语：“蝼蚁生灵，也敢在我掌心作祟，吾以手心成大道，灭杀你神魂肉身，消散天地，不入轮回。”天穹上的几个大能神情一震，瞬间开口道：“准帝存在？其他界面的准帝存在，怎么跑来这小天地收割气运？难不成他是想豢养这小天地，收割万年，最终凝成法宝？”大能们猜测不断，但如今都不敢动手，忌惮诸多。先不说天穹之中还在酝酿的10万年元婴雷劫，单是这个准帝人物，就不是他们能够轻易招惹的。且他们去了这小天地，受到如今的狂暴天地意志压制下，境界也最多达到金丹巅峰。总的来说，就是没什么大用处，不如静观其变。该死该活，都是这小子自己的命，命硬就活，软就死。天地间的大道之争，从来都是这样残酷无情，更没有人和你讲道理。陈夏的命硬吗？如果要他自己回答的话，他肯定会点头，因为他的运气一向很好，40点的气运不是白加的。他咬着牙，已经打出了真火气，当下也不惯着这大手了，直接朝着各个手指冲杀而去。天穹巨震，大道颤抖，整个小天地都因为这场打斗摇晃了起来。陈夏越杀越猛，体内七彩的金丹闪耀，他没有结出元婴，而是体内的金丹亮起了另外一束鲜明的光，一道金光。他的金丹如今便有2种鲜明色彩，亮白与金黄。亮白是时间大道，金黄便是真龙意象。他已经厮杀的浑身浴血，硬生生折断了数十里大小的小指，将山脉般的手指打成血雨，扩散在天地间。而受到血雨淋湿的天地开始扩散出磅礴的灵气，万物生长。陈夏自身也伤得不轻，浑身气血都在翻腾，鲜血时常逆流从嘴角吐出。但当你打红眼的时候，是不会在乎自己伤势的。陈夏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彻底干碎这只大手。大手也怒了，开始燃烧气血之力，要彻底碾碎陈夏这只蝼蚁。天下山岳齐崩，江海倒灌，无数的血雨洒向人间，化作磅礴灵气扩散在天地间。民众们呆呆地看着天空，看着笼罩在头上的阴影越来越小，直至彻底消失。而血雨还在不停地下。陈夏一个人站在天地间，嘴里不停地喘气，身上全是鲜血，他的气力已经干涸，达到极限，整个手掌都在颤抖。天穹之上，
沉默看了整场厮杀的亘古眸子终于转动了起来，凝视着陈夏，没有任何其他动静。但是满天的雷云开始呼啸，山岳般大小的天雷闪烁，带着肃杀意气，准备轰杀而下。陈夏喘息着，无力地看着满天的乌云，做出了最后的一个决定。他将刚刚得来的点数加到了气运上，气运值41，他要开始赌命了。陈夏站直身躯，面朝着满天雷霆，神情平淡，露出了最后的微笑。幸运之风将会从他身后吹来，雷霆洒满人间。从亘古望来的巨大的眸子淡淡的俯视凝望一切，直到雷霆泯灭旗下渡劫的修士。山岳般大小的雷柱藏入乌云之中，成了灵的雷霆隐匿，不再现身。笼罩整个小天地的乌云缓缓消散，10万年的元婴雷劫消失，退回苍天雷池之间。大能们的神念赶忙朝原地眺望，心中咯吱一顿，满是失落。渡劫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可能是随着雷劫一起烟消云散了吧。大能们再次叹息一声，可惜了一个大地苗子，但也只是可惜而已。天地间的大地屈指可数，大地苗子可不是，没有成长起来的，只能得到一声惋惜而已。大能们神念回归仙界，四散而去，不再停留，更不关注这小天地了。而小天地的变化也从血雨落下的这一刻开始了。百草复苏，结出了奇奇怪怪的形状，有人误食得莫名神通，例如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更有江湖绝顶高手忽然之间念头通透，踏入仙路之中。山中野兽开始异变，更甚者口吐人言，更甚者是一只黑熊精偏要去隔壁寺庙里偷袈裟。好一个制服控！仙路就这么朝着整个小天地展开了。于是所有人都知晓了一件事情：灵气复苏。宽阔的水潭之间，水面安静如镜面，像是时间的尽头。陈夏躺在水面之上，茫然地坐起，看了看完好无损的自身，这一下就更加茫然了。你醒了？一声平淡的问候从一个钓鱼翁口中说出，慢悠悠地传到陈夏耳中。你是？陈夏有些疑惑。钓鱼翁提着青铜鱼竿，苍老的面容带起微笑，是我将你从时间长河中打捞过来的。我成漂流瓶了。陈夏有些微微惊讶。钓鱼翁浓厚的眉头微微皱起，话倒不是这么说，你可以理解成自己飞升了，但不是飞升到了仙界，而是大诸天。陈夏神情更加茫然。钓鱼翁便解释道，诸天万界，你先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小洞天，仙界就是大界面，而此处则是更高的一层，叫做大诸天。有什么区别吗？陈夏皱眉询问。钓鱼翁摇头，没有，都是强者吃饭，弱者吃屎，没什么区别。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道理。陈夏又问道，为什么要捞我？钓鱼翁轻笑一声，厚实倒像2条长冲的眉头挑起，伸出一指回道，因为你是一。陈夏一愣，想起了不好的事情，赶忙摇头，我不是一，也不是零，你是唯一。钓鱼翁没管陈夏的话，继续道，你是这个小洞天里的唯一，用通俗说法来讲，就是主角。好好好。陈夏接连点头，还是不解，但是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捞我。钓鱼翁笑道一声，收徒而已，你可以当成我在完成任务，所以要捞你这个唯一来当徒弟。为什么是我？陈夏皱眉，第3次问道，为什么不能是你？老者笑着反问，随后又给出解答，你的天赋达到大地级，又是一个小洞天的唯一，有超脱的可能性，还有真龙一种的存在，自然可以选择你。陈夏双手抱胸，又问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是谁？钓鱼翁轻笑看着他，问道，你修有时间大道，却不知道我是谁。陈夏皱眉，猜测道，你是时间老祖。钓鱼翁摇头，不是，但我揍过时间老祖。那我是猜不出来了。陈夏选择开摆。钓鱼翁笑道，我是谁不重要，反正收徒拜师之后，你估计也看不见我。哈哈。陈夏没有回复这句话，转而问道，咱们是什么宗门？钓鱼翁深邃的眸子看着他，轻笑道，苍天剑海，大诸天前3。我选择不飞升的话，您能把我从哪捞的，从哪放回去吗？陈夏试探问道。钓鱼翁直接摇头，霸气回道，老子从不空军。陈夏一愣，这老头儿还挺潮。钓鱼翁轻笑道，大诸天里什么东西都有，各种力量体系混杂，有修仙系、科技系、异能系，你不用在意，记下这个法诀，即可保你平安无恙。陈夏坐直身躯，洗耳恭听。钓鱼翁缓缓念道，衣不过暖，食不过饱，住不过奢，行不过富，劳不过累，逸不过安，喜不过欢，怒不过暴，名不过求，利不过贪，打不过跑。陈夏先是一愣，随后频频点头，好好好，当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君一席话啊。钓鱼翁也笑了起来，点头道，你小子倒是有些趣味，起来吧，准备和我去苍天剑海。陈夏站起身，等着钓鱼翁带路。钓鱼翁却不懂，将鱼竿放在腰间，瞧着潭水，笑道，
就在你脚下。这潭水？陈夏疑惑问道。不，钓鱼翁摇头，笑道：是海。整个小潭在陈夏的视线中逐渐扩大，他耳间微动，像是听到了海啸声，细微之间又有剑鸣。剑鸣来自天上。他诧异抬头望去，无垠的天与海之间悬着一柄横搁在天地之间的剑，这就是苍天剑海。这是陈夏进入苍天剑海的第2个月，元婴修为的他被安排在了浅海，负责摸鱼。他很满意，是个好差事。而越过100万里浅海，就是真正进了海里。听说里边镇压着诡异生物，圣人以下都不宜进入。陈夏是绝对没有进去的心思，就安安心心摸自己的鱼，顺便修炼术法。如今的大龟息术升级成了巨龟息术，成了渡劫境术法，只需要300年就能修炼到渡劫，除了名字不好之外，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了。另外，陈夏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灵气莫名其妙地进入他的身体，充盈4肢百骸，拔高修为。他起初纳闷极了，后来感悟这灵气时，才找到源头，是小洞天传过来的灵气。他在这小洞天里成了神，斩落了大手，灵气复苏，如今便是反哺。这就像是一个世界推着陈夏去修行，陈夏越强，这个世界就越强，反之一样。陈夏眼神闪亮，他发明永动机了。苍天剑海的修行是枯燥的，好在陈夏早就习惯了枯燥。另外，他还有一个同僚可以聊天，他的同僚是一只章鱼，爱好吹竖笛，6只脚站立，真的很神奇。陈夏和章鱼就在浅海的100里范围里摸鱼，摸鱼的过程很一般，但摸的鱼不一般，据说是剑海里的剑鱼，那点剑气可供剑修感悟剑道。陈夏不管这么多，他只知道摸上来就吃，剑气没感受到，肉质倒是鲜美。往往这时，身为章鱼的同僚就会用怪异目光看着他，嘴角微张，想说什么，却又黯然止住。陈夏细心地观察到了，将手中鱼肉递过，问道：你要尝尝吗？他真的很懂礼貌。章鱼扯了扯衣衫，微微摇头：不用了，我不适合吃这些。陈夏也不再多说，看着章鱼，转而问出了一个心中的疑问：我们在这里摸鱼图什么？章鱼提了提腰间的竖笛，眼神深邃道：是为了断剑。陈夏听得云里雾里的，纳闷问道：什么意思？远海有了沙贝浮现，长约1000丈，仅是游动便掀起了汹涌海浪。章鱼6只脚齐动，抽出腰间竖笛，朝着1000丈巨沙走去，同时回道：此处是剑海，无数剑意喷涌在剑海之中，由于乃是剑气意象，摸鱼即压剑，摸得越大，压得越强，剑意越浓。他不回头，彻底抽出了竖笛，朝着鲨鱼走去。陈夏焦急劝道：那你也不能跑去给鲨鱼唱歌呀。章鱼自信地回答了一句话：这不是乐器，是我的剑。竖笛抽出，大浪横开，身前再无阻碍，踏开剑海而去，欲持剑斩1000丈之沙。章鱼最后传来一声暴吼：今日不成剑，便成人。30息后，章鱼成功葬身鱼腹，海面平静了下来，波光粼粼。陈夏看着带着章鱼一起离去的1000丈巨鲨，不由得为这个相处了许多时日的同僚发出感叹：他真的很勇敢，我哭死。而章鱼的现身也让陈夏明白了一点，不要离开浅水区，最好就待在原地。于是他在这水里待了30年，整日泡在水里，不时吃一些小鱼小虾，也没见到过其他人。这种生活除了枯燥之外就是枯燥。陈夏忍了下来，甚至还逐渐适应。直到第一个100年，钓鱼翁终于来了，诧异地看着陈夏，皱眉问道：你是一点没挪位置啊？不需要。陈夏回答：都100年了，你就不会自己走上去吗？钓鱼翁指着天上横搁的巨剑问道：不需要。陈夏回答。钓鱼翁挑眉，语气有些急了：你得上去参加入门大选呀，你是我带进来的，要是不夺名次，我怎么好意思向掌教要东西？不需要。陈夏回答。钓鱼翁纳闷了，身影闪烁，贴近陈夏，问道：你是什么复读机？陈夏叹了一口气，半只手挡着脸，摇头道：修行不只是打打杀杀，我觉得应该再给我几万年的时间准备。几万年？钓鱼翁撇眉：你是在准备给我送终？他不忿出声，又向陈夏问道：诸天万界这么多存在，你不争不抢，靠什么登顶？靠什么崛起？哦！陈夏言语诚恳地回答道：只要把你们都熬死，我就能无敌。钓鱼翁撇嘴，无语道：那你也别修行这些功法了，去学王八法吧，这东西能熬。这一点陈夏就不认同了，毕竟他学的巨龟息术是短命法。钓鱼翁无奈地看着他，沉吟片刻，说道：500年后的入门大选你肯定要去，不然就会被流放到剑海的深水区。好。陈夏瞬间点头，表情严肃：我决定参加500年后的入门大选。态度不是绝对的，都可以改。钓鱼翁满意点头，目光在陈夏身上打量一下，
又问道：“你的剑意凝练到什么程度了？我苍天剑海是炼剑之宗，剑修主导，你最好还是修剑。”不用。陈夏摇头，看向钓鱼翁，语气诚恳道：“你让我多熬几万年就好了。”唉。钓鱼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不懂，古来的大帝至尊，从来没有靠熬出来的，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厮杀出来的，没有天赋，更不去争抢，一辈子都走不上巅峰。”陈夏看着一本正经的钓鱼翁，掩面的手改为摸着鼻尖，酝酿一下，回复道：“也许只是他们熬得还不够久。”你这孩子。钓鱼翁摇头，也不想劝了，随着陈夏去吧。他伸手一拉，便是天旋地转。陈夏低头，脚下踩的是巨大的剑刃。他身处于苍天之上。这次入门大选的人物有诸多远古种，甚至是神话种，其中还有2个大地苗子。你想要取得好名次的话，就要努力修行了。钓鱼翁回道：“不。”陈夏摇头：“我不想。”是钓鱼翁想要一个好名次。两人开始大眼对小眼。钓鱼翁语气不善地说道：“给你重新发言的机会。”陈夏点头：“我很想。态度这种东西，随时可以改变。”这就对了。钓鱼翁点头，双手负后，又道：“而作为修炼的最佳办法，就是下沉万界。诸天万界的时间并不对等，越是渺小的界面，时间变过得越快。我们大诸天的时间流速便只有仙界的80%，而在一些渺小界面里，甚至能达到1比100的程度。大诸天里1日，小界面里100天。”陈夏眸子亮起，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还有这种好事？钓鱼翁看出了他的欣喜，摇了摇头，泼出了冷水。虽是这么说，但渺小界面几乎没有人愿意降临，因为其气运机缘太过有限，早就被本地人瓜分完了。你一个外界之人去了，非但实力被压制不说，还有可能被本地人斩杀，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完完全全的风险与回报不成正比，所以我推荐你去一个中等界面，至少机缘是够的。不，我要去渺小界面。陈夏摇头，目光坚定，说道：“机缘什么的不重要，我主要是喜欢挑战风险。”钓鱼翁愣了片刻，半晌之后才摇头道：“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奇葩，积攒了100年的点数。”陈夏心一横，全加到了气运上边，图的就是一个吉利。气运值141，获得称号天选之子。天选之子，你是老天的儿子，你的气运已经进入到了玄幻的程度，平时不会显现，但当事情越大时，你的运气就会越好。这个倒是很适合去赌命。陈夏点头，觉得底牌又多了一个，安心不少。他的修为已经到达了元婴巅峰，靠着巨龟息术与小洞天的灵气供养，他的修行速度可以说是恐怖，马上就要达到仙界的大成修为了。对于境界的划分，钓鱼翁没有明确的说法，只说了圣人之上与圣人之下。圣人之上便是踏入地路，然后超脱；圣人之下就都为蝼蚁，没什么好说的。大诸天之中，单是苍天剑海里便有2尊大地人物坐镇，一位坐镇苍天最高处，另一位在剑海最深。陈夏则住进了剑刃之上的弟子屋舍之中，当预备弟子养着。屋舍之中一共有100名预备弟子，各种模样都有，简直是异常生物大全。就陈夏长得最朴实无华，头上不长犄角，身后也没尾巴，这也就导致了陈夏最受轻视。再加上他又是个懒散性子，突出的就是开摆2个字，所以这些怪模怪样的预备弟子都不愿意和陈夏打交道，即使听说了陈夏是大地苗子，也没有过多的来交集。大地苗子从来都不少，少的是大地。陈夏也乐得清闲，每天坐在门前修行，等待着下沉万界一事。他没等太久，钓鱼翁拿着一个道家蒲团来了，让陈夏坐在上面，神识下沉就好。什么原理？陈夏好奇地问了一声。你要听科学的解释，还是不科学的？钓鱼翁问道。他采用了科技体系的话语。陈夏想了一会儿，回答道：科学的。钓鱼翁回道：根据科技册的机甲大圣的论文来看，人的神念是可以分为无数份的，而每一份都可以单独的进入一个世界。穿梭的办法则涉及到了时间体系，核动力仙人解释过，时间是相对的。好，我懂了。钓鱼翁还没说完，陈夏就抢先说道。钓鱼翁瞥了他一眼，又问道：不科学的解释要听吗？陈夏摇头，不用，因为这个设定从出现的开始就是不科学的，尤其是机甲大圣和核动力仙人出现的那一刻，更是将这种不科学拔高了一个程度。钓鱼翁点头，那你准备将神识沉下吧，分出1%的神识，自然会找到时间流速提高100的渺小界面。好，陈夏点头，心神凝起，开始操控神识分割沉下。他极为精准的分割下1%，而就是这个1开始在诸天万界里穿梭。如果将每个诸天万界都看作一个光点的话，那陈夏要找的就是其中的渺小光点。他的神识飞快掠动着，浏览着诸天万界的信息，快速寻找。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是看到了一颗渺小的光球，孤零零地闪动在角落间。陈夏神念跳动，朝着这渺小光球里撞了进去。他的神念里涌出许多记忆来。公元301年，陨星降落，带来了异能。获得能力的人类变得异常强大，力大无穷，喷火生冰。与强大力量相对的，性情也会狂暴起来，开始违反规则与法律。公元310年，异能者暴乱，世界崩溃。新世纪10年，新政府创造出了夜鹰组织，专门猎杀通缉的异能者。陈夏是初级夜鹰，16岁，刚刚通过考核，此时正在街上，面前是慌乱逃窜的人群。快跑啊！异能者来了！快，别挡着，快跑！各种慌乱叫声响起，人群惊慌的逃窜，毫无秩序，发生的踩踏事故也没有人管，因为他们后边是更恐怖的存在。异能者！狂暴的火光不时亮起，爆开大楼玻璃，碎裂汽车，极快地收割着民众的生命。陈夏皱了皱眉，身躯之中不断的有一股念头响起，让他去保护民众。他稍微想了一下，便猜出了这个念头应该是天地意志。他作为外界人物来了这个小世界，被天道安排了身份，当下就要做符合这个身份的事情，不然可能会被天地意志排斥。陈夏的身份是新政府的夜鹰，自然要保护民众。四周没有其他夜鹰存在，必须得陈夏出手。他身躯的各项数据都是本体的1%，力量是3，境界是炼气5层，应该够了吧？陈夏脚步向前走着，与慌乱的人流逆开，朝着火光爆发的位置走去。越往里走，被火焰烧焦的尸体就越多，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没了生机。癫狂的火焰人影挥动着手中火焰，爆开阵阵巨响，追杀着逃命人群。直到他遇见了陈夏。你好。陈夏礼貌地说了一声，随手从一旁的废墟里抽出一根钢管，指着火人。火人面色残忍，嘴角扬起狞笑，说道：欢迎加入烧烤派对。陈夏皱眉，这人多少有点变态了。爆裂的火焰突然从他面前袭来，剧烈的灼烧感撕扯着皮肤。陈夏身躯勾下，手臂微垂，骤然一甩，钢管呼啸而出，砰的一声打在火人头上，撞出鲜血。踏步，陈夏身影已经到了火人身前，接住掉落的钢管，双手持住，再次使力砸去。火人头颅被打得诡异歪曲，身躯却没有变化，依旧直直站在原地，癫狂的眼神看着陈夏，再次露出了狞笑。于是又是一钢管，嘣！火人脑袋转了个诡异的180摄氏度，依然在笑，并且喷发出剧烈火焰，将钢管融化。我要将你烤得香喷喷的，外酥里嫩。火人再次狞笑道：不用了。一个硕大的拳头浮现在火人眼前，随后传来的是比钢管更巨大的破坏力，锤得他头颅凹陷，身躯支撑不住，砸入地面。陈夏追去，连续且极为快速的拳头落在火人头颅上，丝毫不管其上灼热的火焰，嘴里还喃喃念道：我看你是真没见识过什么叫咏春啊。火人的头颅被打得不断撞击地面，越陷越深。他的狞笑逐渐变为惨叫，身躯挣扎，却越来越没有反抗的力气。火焰低迷，直至熄灭，没了气息。陈夏站起，提起被烧得皮开肉绽的双拳，双手叉腰，看着火人焦黄飘香的尸体，评价道：现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陈夏刚通过考核2天的1级夜鹰，技能是力量加持，所以你就这么用拳头把 C 级的火人锤死呢？前来记录的情报员看着16岁的陈夏，神情不敢置信。陈夏淡然点头，看了看火人焦黄的尸体，沉默片刻，解释道：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我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把他打死了。情报员眼神疑惑地打量陈夏，实在瞧不出这16岁少年的单薄身躯里竟然能有这么强悍的力量，当下不由得摇头。身为夜鹰，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愤怒纵然会变强，但也有狂暴的风险。你之后去总部体检一下吧，看看各项数值变化。好好好。陈夏点头，又问道：那我可以回去了吗？他打算好好理一理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这样心里才有底。情报员同意道：可以，你击杀了火人算不小的功绩，之后能去总部领取2瓶提升药。陈夏点头，不再停留，顺着世界意志给自己的记忆弯弯绕绕下，找到了自己的住处。天桥下面还有一床小被和一个破烂凉席。陈夏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世设定，他是一个孤儿，因为从小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立志要做正义的伙伴。就在2天前，他也刚好合格的成绩加入了夜鹰，成为了1级最下等。而夜鹰是不包吃住的。陈夏摸了摸鼻尖，感叹一声，还不如进厂打螺丝。这是实话。陈夏走进天桥底下，四处打量，其实东西都挺齐全的，打造的成了一个小家。桌椅板凳都有，甚至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电饭锅。
就是没有电。陈夏坐在老旧的凉席上，开始了解自身情况。力量是 3.9， 境界是炼器5层，各项数值都还不错。真龙器401千，完全融入世界后方可使用。括号里的内容很有意思，要陈夏完全融入世界里才能使用。而完全融入世界的条件，根据陈夏猜测，应该是要扮演好世界意志给他的角色，就是不知道完全融入要多久。陈夏继续往下内视而去，神情忽然一怔，发现一件让他惊喜的事情：气运141，气运竟然没有遭受到削弱，和以前一模一样。好，陈夏非常满意，这就代表他多了一个底牌，且还有让他更惊喜的东西。原先武侠小洞天的灵气竟然还在往他体内灌输，虽然只有 1%， 但这可是一个小天地的灵气啊！且现在陈夏的身躯还很孱弱，所以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自己在缓缓的变强。陈夏安静坐着，摸了摸鼻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的设定。异能者应该算是大诸天里的科技侧、机甲大圣、量子老祖那一脉的存在。他一个修仙的来打科技侧的人，合理吗？陈夏稍微思索一下，觉得这简直太合理了。他一个修仙的之前都能去卷练武的，凭什么现在不能打喷火放电呢？陈夏伸了个懒腰，从凉席上站起，靠着墙壁，吊儿郎当的朝外边探头打量。这是异能者的世界，自从陨星掉落之后，新世纪出生的每1000个人之中，就会有一个人带着异能。异能有大有小，各种各样，但有一点禁忌，越强大的异能者越是容易狂暴。而新政府创造出来的夜莺则不同，他们会使用药剂提升和控制异能者，这就是提升药。服用提升药的异能者可以更加冷静，更加强大。不过陈夏觉得这种办法不像是什么好事，哪有单靠嗑药变强的道理？他能加点都还要靠自己修炼一下。且提升药真的没有副作用吗？陈夏持怀疑态度，反正他肯定是不会喝的。等着夕阳掠过，夜色消去，晨曦刚出时，陈夏就算是在这世界里度过一天了。他能感受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加深了一点点。今天夜莺的集合日，陈夏要前往他这个地区的新政府总部。为了做出附和身份的举动，陈夏早早的就去了新政府总部，瞧着还没开门，就和夜班的保安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你知道保安3大守则吗？陈夏问道。年轻的保安皱眉，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沉思半晌后才直视陈夏，严肃且认真的说道：帮助落单的外卖员，能让业主们畅所欲言，遇见歹徒时殊死搏斗。好家伙，全反过来了。陈夏一时间不知道该表扬还是该批评，愣了片刻，才摇头回道：你永远都当不了一个合格的保安。为什么？保安疑惑不解地问道。没有回答。因为门开了。陈夏走了进去，准备参加夜莺的集会。他的衣着有些老旧，因为还没领到夜莺的制服，所以看着和其他人格格不入。周围来往的人影也对他投入了怪异目光。陈夏巍然不动，靠着墙懒散站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临墙不靠，脑子有泡。陈夏对吧？先去把这套制服换上吧。一位督察官走来，递给了陈夏一套服装。陈夏应声接过，去厕所里完成了换装。夜莺的制服是一套黑色西装，左胸处带着自己的吊牌，展示身份。陈夏系好领带，42码的脚穿了43码的黑皮鞋，慢悠悠地走了出来。督察官瞥了他一眼，点头道：不错，衣服合身，模样也帅气，就是气质得再精神点，不要这么懒散。好。陈夏敷衍点头，看着身旁的墙壁，想也没想就靠了上去。给督察官都整笑了，无奈摆手道：好了，去参加集会吧，应该就差你了，等下做个自我介绍吧。陈夏顺着指引的道路到达了一扇厚重的大门前，门半开着。陈夏慢悠悠地走了进去，仅是一瞬间，他就能感受到有几道凌厉的目光朝自己打量而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新人。有调笑的声音响起，陈夏便踱步到了台上，看着众人，平淡说道：我叫陈夏，16岁，住在南通路天桥正下方，还未结婚，不抽烟，酒只尝一点。晚上10点之前必定回家，每天都要睡够10个小时，从不熬夜，只会通宵。最大的愿望是……陈夏说到这里时，嘴角扬起了微笑，懒散的声音稍微多了些认真，说道：不用上班，不用学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底下传来了不满的声音：你这是什么歪门想法？夜莺可不是这种组织，给我端正你的态度。陈夏心神颤动一下，明显感受到了世界的排斥，应该是刚才的话语不符合人设了。于是他垮着逼脸，整个人像是没了精气神一样，敷衍说道：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正义的伙伴。他又半死不活地补上最后的语气词：啊！陈夏真的想成为正义的伙伴吗？台下的人都看得出来，甚至不用看，仅是从陈夏无精打采的声音里就能感受到他并不想。陈夏也不想，但是他被世界意志裹挟了。就这样吧。
他无奈地感叹一声，走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座位上，无精打采地坐了上去，就连眸子都有些暗淡了。毕竟他刚才可是说出了有毁到心的话语啊。当然，这个道心只是比喻，不会真的毁到心，毕竟臣下根本就没有道心。随后台上就换了一个老头上去发表言论，估计是哪位领导官员，正在念着这1个月以来各个夜莺的功绩。C 级红兔，擒下 C 级异能者黑虎3等功绩。C 级蓝猫，击杀狂暴异能者假面3等功绩。而这个功绩名单的最后一位是昨天击杀火人的臣下。老人抬头看了眼坐在最后，整个人快缩到桌子底下去的臣下，无奈摇头，继续道：1级臣下，击杀狂暴异能者火人3等功绩。此话一出，台下的夜莺纷纷朝臣下看来，眼神之中有遮掩不住的惊讶。火人是夜莺通缉榜上的存在，等级为 C 级异能者，一个1级的新人能杀 C 级的火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臣下已经不见了身影，彻底滑到桌子下边去了。散会。老人声音响起，臣下瞬间起身，精神抖擞，极快地朝门外走去。新人，等一下！一道声音叫来。臣下想要装作没听见，又怕世界意志再次排斥下，无奈之下只能又无精打采地在原地站住了。他没想到简单的一次下沉万界，竟然会对道心有这么大的损害。督察官朝着臣下走来，拿着一个信封状的物件，言语认真道：接下来你要出一个任务。臣下垮着脸，嘴角咧起假笑，表情上带着3分无奈、4分不愿以及97分憔悴，附和点头。好。很难想象这些表情会出在一张脸上。督察官笑道：你不用担心，这次的任务很简单，而且还有老手带你。过来吧。督察官招了招手，地面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道2米多高的身影从屋内走出，像是房屋一样壮硕，站在了臣下面前。臣下皱眉，他面前站着的是一只猩猩。你好。猩猩将头上的帽子摘掉，粗犷的面容朝臣下笑道：我是 C 级夜莺猩猩队长。卧槽，成精了。臣下感叹一声，又很快恢复淡定，朝猩猩队长礼貌回道：你好，你好。督察官见2人都认识了，便笑道：接下来你们要一起执行任务，猩猩队长可是完成了上百个任务的老手，新人可以跟着多学学。好好好。臣下无奈点头。督察官又说了几句，便转身离开了。猩猩队长将帽子重新戴上，朝臣下提议道：要不我们一起研究一下任务，先做好准备工作。臣下自然是同意的。2人便打开了信封，开始研究。新政府的广志先生将在下周开启学术研讨会，请在学术研讨会期间做好安保工作。猩猩队长摸着下巴，自信的点头，只是简单的安保任务而已，我之前做过几次了，没什么问题。臣下问道：就我们2个人吗？猩猩队长摇头，按道理还会有其他夜莺来参加任务，且广志先生应该也会携带自己的安保人员，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臣下又看了一眼任务信件，开始钻字眼了。安保工作岂不是说我们要当保安？猩猩队长点头，差不多，不过你也不要气馁，保安也是相当不错的工作。气馁？臣下肯定不气馁啊，他心目中的第一职业就是保安，甚至熟记硬背了保安3大准则。当下他可谓是难得的喜笑颜开。猩猩队长见他这么高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还好他不知道臣下心中的保安3大准则。2人并肩走出总部，在街道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猩猩队长双手负后，腰杆挺得笔直，走得和人毫无区别，朝臣下轻笑道：你是刚进来的新人，虽然评价只是1级，但不用灰心，异能的强大其实和脑力相当，你可以慢慢锻炼脑力来提升异能，且这样慢慢提升的异能者是最不容易狂暴的。那些一来就天赋强大的异能者，因为脑力太大，自己操控不住，情绪激动下就会狂暴。臣下点头，他现在没有想走异能路线，还是打算继续修仙。猩猩队长停住了脚步，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弹出一根，叼在嘴上，朝臣下问道：要来一根吗？香蕉味的。本来臣下是打算拒绝的，但是听到香蕉味他就忍不住了，朝着猩猩队长要了一根。2人就这么站在路灯下闲聊。猩猩队长吐出一口烟雾，笑着问道：你猜猜我是什么异能？臣下双指拿开香蕉味的香烟，弹落烟灰，猜测道：变成猩猩的异能。猩猩队长沉默了，靠在路灯旁，烟雾挡住了他的脸，隔了好半晌，他才慢悠悠地摇头，语气悠悠道：如果是这个的话也好，可惜不是。臣下摇头：那我就猜不出来。世界上异能这么多，这叫他怎么猜？猩猩队长没有说话，只是一口一口抽着烟，吐出的烟雾很淡，但极多了就浓，遮住了他的神情，也遮挡了他的粗犷面容。如果不看脸的话，他也只是高大壮硕一些的普通人类。烟很快没了，只剩淡淡的火星，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快。浓雾消散，露出了猩猩队长粗犷的面容，
这时他才低声开口，带着浓浓的沉重感觉说道：“我的异能是变成人。”陈夏皱眉，十分不解：“这不是差不多吗？”星星队长怔了一下，然后脸上多了一些欣喜笑意，问道：“你真觉得差不多吗？”陈夏点头，淡然回道：“没区别。”嘿嘿，星星队长脸上出现了高兴的笑意，将烟收回了怀里，同时也朝陈夏说道：“别抽烟了，抽烟有害健康。”确实，陈夏点头，将还剩一半的香烟掐灭，丢到了垃圾桶里。两人就要分离，星星队长忽然感叹道：“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就准备退休回老家结婚了。”陈夏一怔：“这种话不要乱说啊！”陈夏已经开始当保安了，他站在大厦的外层，和星星队长一起巡逻。这栋大厦一共有30楼，学术研讨会在最里边，具体多少楼也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两个只需要守住外层就好了。陈夏弯腰将沾了些泥土的皮鞋擦干净，再随手丢到垃圾桶里边。现在是夜晚，风有些大，吹得他的领带飘摇。星星队长坐在栏杆上，正抽着烟，眼神顺带环视着周围，留意着风吹草动。夜晚时分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一个不注意便会被趁虚而入。陈夏伸了个懒腰，靠在栏杆上，闲来无事就开始运转巨龟息术，简简单单修个仙。你问他为什么不注意周围？因为他是个保安啊。保安是保护不了任何人的，只要保护好自己就行了。保安3大准则之中有2条陈夏可以不管，但剩下的最后1条他会严格遵守。面对歹徒时全身而退，这就是职业操守。陈夏感叹一声，觉得冥冥之间果然自有天意。他在武侠小天地之中当巡捕，异能世界里做保安，果然他就是干这个的料。陈夏不由得洋洋自得，觉得下沉万界真不错，对他而言就是收获多，风险小。就算自己死了，不过也损失1%的神念，后面是可以补回来的。而他本体在苍天剑海里，照样可以每年获得点数，还会自动修行境界。他现在就是在双重修行。星星队长抽完了一支烟，眼神不断的在陈夏身上打量，犹豫了好半天，才小声问道：“你真的觉得变成人和变成星星的异能没什么区别吗？”陈夏皱眉，没想到星星队长还在纠结这个，便举了个例子：“你觉得人妖和妖人有什么区别吗？”星星队长仔细的品了品，沉思片刻，小声道：“听起来没什么区别，可本质上还是会有区别的吧？”“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陈夏随口回答，眼神看向星星队长，疑惑问道：“你是不是不自信啊？”这句话就像是打到了蛇的7寸。星星队长沉默了，粗犷的面容带上了伤感神色，低着脑袋，隔了半晌才瓮声瓮气的回道：“因为我不是人，所以他们总是会担心我狂暴，认为我是不可控的，有极大的危险。应该。”星星队长语气变得更小了，像是抽光了所有力气一般，说出了最后的话语：“应该关到笼子里面去。”陈夏怔了正被吹得有些歪的领带，笑道：“如果是3室1厅的大笼子，我倒是比你还想去。”星星队长没有回话，壮硕的身躯坐在栏杆上，又从烟盒里弹出了一支烟，神情瞧着很是伤感，一言不发。陈夏走近，吹着呼啸的夜风，笑着问道：“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吗？”“星星队长瓮声瓮气的点了一下头，他确实很在意。隔了一会儿，又低声说道：“我毕竟不是人，很多人都会带着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谁知道呢？”陈夏并不在意，转而笑道：“说不定在其他世界，还有很多人觉得你很酷。”“真的吗？”星星队长欣喜问道。“谁知道呢？”陈夏又给出一样的答复。夜风还在吹，大楼里显得安静极了，没有一点声响。陈夏看着后边高耸的大厦与漆黑的夜色，有了疑问：什么学术研讨会需要在夜晚进行？且他刚才看守的时候，见到了很多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上楼去。这个学术研讨会，他正经吗？陈夏觉得不是很正经啊。夜风肆无忌惮地吹，在大厦周围盘旋。陈夏想着，如果他要来刺杀的话，肯定不会在第1天来，也不会是最后1天，而是在乏味无聊的中间。这是人最容易怠惰的时候。当然，陈夏不包括在这里面啊，因为他什么时候都很怠惰。所以第1天就这么安稳地过去了。第2天，陈夏迟到了，原因是必须要睡满10个小时，这是他在个人介绍时说过的。星星队长没有责怪，反而还安慰道：“如果觉得太劳累的话，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再来，我一个人守着也没事。”“好的。”陈夏这么回复。于是第3天，他果然晚来了。星星队长小声劝慰道：“如果是失眠的话，可以尝试在睡觉泡一下脚，按摩穴位。”他劝慰的时候都很温柔，怕又会影响到陈夏。陈夏忽然好奇地问道：“你是怎么拥有异能的呢？好像全球拥有异能的非人存在也很少吧？”这是他这2天查资料发现的。星星队长粗犷的面容上浮现出回忆神情，慢悠悠地朝陈夏说道：“我的老家在大丛林，
那里有我的族群，青山绿水，花样百出。当然，这一切都和我无关，因为我出生在实验室，是提升药的实验品，我是最幸运的实验品。因为只有我成功了，夜莺将我要了出来，我便拥有了猩猩队长的身份。陈夏点头，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故事。猩猩队长粗犷的脸上浮现了失落的神情，继续说道：“我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复述道：“这次任务之后，我就准备老家结婚了。”我觉得这种话还是不要乱说好。陈夏评价道。猩猩队长脸上的失落神情在此刻涨到极致，神情悲戚，摇着脑袋，像是敲动沉沉的钟鼓，可悲地说道：“这是骗你的，我走不掉。每次做任务我都会说这么一句，可能是希望自己能走吧。你在台上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对吧？”陈夏靠着栏杆，领带随风吹动，点头道：“猩猩队长感叹一声，真羡慕你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自己的愿望。其实我也有愿望，你愿意听吗？你说就行了。”陈夏靠着墙壁。猩猩队长犹豫片刻：“你能保证不笑话我吗？”“我保证。”陈夏点头。“好。”猩猩队长正了正神情，不停地呼气，仿佛说出愿望对他而言是很困难的事情。等了半天，他才鼓足勇气，大声说道：“我的愿望是处男毕业啊！”“操！”陈夏悠悠地看着他，商量道：“我能收回刚才的保证吗？你这个愿望应该不难实现吗？”陈夏疑惑问道。“处男毕业而已，许多人在18岁。甚至是25岁前的愿望都是处男毕业，当然25岁之后的就不说了。如果25岁都还没有处男毕业的话，陈夏建议他保留童子身，因为这真的很酷，好吧？当然他不算。猩猩队长点头，用手摸着下巴。可你说我还是和猩猩，还是和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很困难，因为猩猩队长真的太壮硕了，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壮，所以陈夏也有些不好说。猩猩队长表情极为的苦恼，念叨着：“如果和猩猩的话，我心理上过不去；如果和人的话，生理上又过不去。你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困难。”陈夏赞同道。两人就这个问题发表着自己的见解。陈夏是觉得，如果猩猩队长心理上过得去的话，可以考虑去森林里边开后宫。猩猩队长点头，听起来不错。以后能自由的话，我就去森林吧。好。陈夏点头。其实死了的话也不错吧？听说可以转生投胎到其他世界。猩猩队长突然开口：“你想转生去哪里？”陈夏发问。猩猩队长脸上出现了向往的神情，当然是转生2次元啊，听说那里存在猩猩娘。陈夏沉默了，不想给予评价。听说你是孤儿对吧？还住在天桥底下？猩猩队长忽地关心问道。陈夏靠在栏杆上，脑袋侧过，看着楼下。他闻到了不同寻常的风。猩猩队长憨厚笑着：“这次任务结束后就来我家里吧，我还空着2个房间。”陈夏没有回答，因为风大了。嘣！里边楼层突然发出巨响，火光蔓延，玻璃碎片散落。猩猩队长瞬间动身，想也没想，朝着楼层里边冲去，同时朝陈夏喊道：“在这里等我，如果有危险的话，就自己先跑，不要管我。”他没等陈夏回答，已经冲入了大厦里边。陈夏起身，已经朝着外边走了，他不想掺和进去。至于猩猩队长的话，应该能够自保吧。陈夏想着，已经走到了大厦门口，准备再等一下，然后就跑路，这样世界意志也不会排斥他。经过这2天陈夏的测试，他已经发现了世界意志排斥的规则，只要不做出出格的举动，世界意志对他的影响就很小。例如，他一个从小立志做正义伙伴的夜莺，肯定不能去做不符合人设的坏事的，当然就这么直接跑路也不行，太没有正义感了。所以陈夏打算再待一会儿，然后就跑路，这样新政府的人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毕竟他就一个1级夜莺，不跑路还能干吗？他从怀里掏出猩猩队长的同款香蕉味香烟，打算抽2根，然后就走。可当他刚点燃第1根的时候，门口就来了人，戴着苍白的面罩，身躯壮硕，提着1人高的电锯，就差把我要杀人写在脸上了。陈夏脸上不动声色，他只需要把这个人当作平常人对待就好了，这样也不会引发世界意志排斥。所以他打开了门，对着电锯人礼貌道：“欢迎光临。”电锯壮汉苍白的面罩里发出狰狞笑声：“小臭虫，我要把你肢节展开，吊在大门上。”陈夏低着脑袋，装作没听到，继续道：“学术研讨会，请前往13楼。”他随便编了个楼层。“我要杀了你！”哈哈！电锯的响声像是催命的话语，朝着陈夏迅速接近。“你妈妈的！”陈夏有些恼火，抬起脑袋，一脚踹断旁边的铁栅栏，提了1根铁棍，将嘴里的香烟丢掉，随脚踩灭。真要把他惹急了，下次再来这个世界的就不是他的一抹神念了。直接掀桌子，大家都别玩了。电锯声音很近了，嗡嗡声灌入耳中。陈夏抬头，双手持铁棍，
重重的挥舞过去，在空中拉出呼啸响声，甚至压过了电锯的声响。骨骼断裂的响声此起彼伏，一棍打完，直接将壮硕的电锯人打得跪倒在地上，半边臂膀都被抽断。陈夏丢掉弯曲的铁棍，点燃一支烟，问道：“你一直都这么勇敢吗？”没有回答，因为电锯人已经半死不活了，嘴里发出不明的呜咽声。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随意的一个杀念，竟然会招惹到陈夏这种外界而来的恐怖存在。这就像是你高高兴兴去自家鱼塘钓鱼，结果扯线拉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是他妈的一只巨齿鲨。我打你的妈！电锯人估计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咽气的。陈夏呼出一口烟气，屈指放在电锯人面前，骤然一弹，将他半死不活的性命彻底了结。他回头再看大厦，再考虑要不要去帮一下星星队长。应该没必要吧？他皱眉想着。再说，转身二次元确实是星星的梦想之一，他还是不好去干扰了。他是这么想的，可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如想的这么圆满。大楼开始层层爆破，玻璃齐碎，火势漫天。陈夏伸手挡在面前，将玻璃渣子弹开，瞳孔微眯，他看到了一个人影正在极快的降落。风声大了起来，震耳的呼啸，火光跳动，人影带着燃烧的火焰落下，砰的一声砸到地上。陈夏歪头看去，是星星队长。他脸上写满了惊恐，朝着陈夏开口叫道：“快跑！”不用。陈夏平淡的回道，皮鞋脚尖一提，将地上弯曲的铁棍拎着手上。他拍了拍西装肩头的灰尘，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漆黑身影，就站在大门前，眼神极为冷漠，像是寒冬，就这么直直盯着陈夏。如果可以的话，请收入你无礼的目光，这会让你之后死得好受一些。陈夏朝他劝道。漆黑身影没有言语，轻轻的走动，衣袍里伸出细长的手臂，以淡漠的没有感情的声音，用讲述的语气说道：“棺木做事，现场不能留下任何夜莺，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一向很守规矩。”漆黑身影的言语始终不急不缓，双手从宽大的袖袍里缓慢伸出，周围有掉落的玻璃渣，跳动的火焰，苍白的色彩开始蔓延。这些忽的一下都不动了。陈夏提着弯曲的铁棍，已经闪烁到了漆黑人影身前，眸子之间是透明的色彩。石停！当的一声巨响，铁棍断裂，火苗恢复跳动，漆黑人影砸入门中，撞碎墙壁。陈夏从烟盒里抽出香烟，用旁边跳动的火苗点燃，放在嘴里，不忿道：“逼都快给你装完了，我还装什么？铁棍是直的，但只要你用的力量够大，它就可以弯曲，甚至断裂。”陈夏把铁棍抽成了波浪形，硬生生的把漆黑人影打得不动弹了。他在大诸天里唯唯诺诺，小世界单凭石庭这一项能力就能接近无敌。陈夏坐在石狮子上，从烟盒里弹出香烟，叼着没点，看着没了气息的漆黑人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他这几天想了想，也想不明白，可能是他的境界太低了，不足以支撑这种思考。陈夏转头看了眼旁边的星星队长，现在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等着新政府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陈夏脑海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疑惑：石庭到底算不算系统之中的时间？如果算得话，会不会给点数？这是很值得尝试的想法。陈夏决定试试。新政府的人很快来了，清理了一切。陈夏没有被怀疑，因为现场根本没有目击者。他做完现场记录后，就晃晃悠悠地回了自己的天桥低下。世界意志对陈夏的排斥越来越小，这就代表着他可以开始钻空子了。3天后，新政府发出了通知，学术研讨会的学士们全部死亡，无一生还。新政府十分愤怒，但这不关陈夏的事情，他已经连续半个月没有走出天桥底下了，一直在研究自己的石庭。经过不断的测试，他现在的石庭可以达到方圆300米内停止30秒，30秒的时间足够他击杀这个小世界的任何人了。但还不够，陈夏想做一件事情，仅仅30秒的暂停还远远不够，所以他开始勤劳的修炼巨龟息术，以及每天不停的施展石庭。勤能生巧，这句话确实有道理。陈夏的石庭以每天增加1秒的速度进展着，瞧着不是很快，但陈夏最擅长的就是积少成多。新政府没有什么任务了，就算有陈夏也不打算去做。他看得出来，这新政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由谎言和虚假的信念堆砌起的垃圾而已。陈夏不想去管，毕竟他算是外来客，这个世界总会有自己的救世主。世界意志到现在仍有些微微的排斥他，陈夏也不想融入这个世界，双方倒是刚好统一了意见，各自拉倒，一切都相安无事。直到第1年，陈夏冻结了天桥下边的时间，数着秒数，卡着1年的时间，看看系统给不给点数。天上的鸟不飞，地上的狗不叫，唯有陈夏坐在破烂的凉席上见证结果。
时间刚好到。他神识内沉，看到系统点数清晰可见的多了一个1，能行。陈夏表情欣喜，也知道自己要干嘛了，之后的每一步都对他很重要。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凡事都想留有后手。苍天剑海给了他很不安的感觉。钓鱼翁将他捞起，随即在剑海里沉浮100年，这一切他都没能力去拒绝，甚至就算钓鱼翁想要杀他，陈夏都只能认命。在苍天剑海里，他没有任何后手。你不能将自己的性命取决于别人的良心。陈夏要自己掌控，且这些时日他越想越觉得不对。钓鱼翁捞他的理由是大地苗子，世界里的唯一，这合理吗？听起来是很合理，但陈夏就是不信。尤其是后边的下沉万界，听着是为陈夏好，事实上也确实挺好的，但问题是钓鱼翁不知道他可以加点啊。如果陈夏选择了下沉万界，就代表着他会在这个小世界里消磨数百年的时间，这样的话，陈夏对苍天剑海的了解就会极为有限。钓鱼翁不想让他过多的了解苍天剑海吗？陈夏不清楚，但人多一个心眼总是没错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在路边看到野狗，还要担心它上来咬你一口。所以陈夏有了一个计划，他要识停这整个小世界，消除自身时间上的桎梏以及世界意志对他的排斥。只要时间不动，那他也是原住民，这样他就可以将这抹神念留在小世界里，当作身外化身修炼，意识则回归本体，开始在苍天剑海里多逛逛，至少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是他酝酿的第一个后手。这样操作的话，就算本体出现了意外，陈夏还是可以靠着这抹神念转生。就是不知道钓鱼翁能不能用大神通摸索到他这抹神念。陈夏当下略微苦恼，叹了口气，他现在是越来越偷不了懒了，每天都要勤奋的修行和练习。经过1年的时间，他现在识停的范围是400米，时间是6分钟。如果要识停整个小世界的话，陈夏稍微计算了一下，大概要80年到100年的样子。具体时间要看他的修行速度如何。识停范围和时间每天都在放大增加，这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只能每天不断的练习。且伴随着陈夏境界的提升，他每日识停的秒数也在增加，从最开始1秒增加到现在的每天提升1分钟，这个数字还在不停上涨。陈夏就这么浸泡在了时间长河里，他周围的时间停顿的越来越频繁，一天24小时，识停可能就有23小时。当然，这只是对他来说，对小世界其他人来讲，时间并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他们本就感受不到时间的暂停。陈夏靠着系统给的点数来计算年份，现在是第30年，他识停了整个城市，每天的识停长度是23小时57秒，剩下3秒用来缓冲，仍然不够。陈夏要达到上千甚至万年的识停，这才能让他把这抹神念当作底牌。他现在的境界是筑基巅峰，就快到金丹。巨龟悉数的修行很快，成就元婴也不过80年的事情而已。陈夏在等，他将每年给的点数各自加到了力量和气运上。力量现在是 23.9， 气运161。第70年，现在每天识停的长度是每天。世界停止了转动，前面吃面的老头儿已经保持挑面的动作5年了。陈夏像是没入了时间长河，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时间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一条长长的河的话，那么能越过河流，看到过去和未来吗？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够以现在展未来？比如我现在甩出一巴掌，10秒后你就会受到这一个大笔都避无可避，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多少沾点因果律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道。他脑海里多了许多疑问，开始思考，这是关于时间的悟道，代表着他会从入门到真正的精通。第100年，小世界天穹上堆满了元婴雷劫，但是没有落下，因为陈夏停止了整个世界。蒲团上的陈夏睁眼，他神色平淡地看着面前，那是钓鱼翁的双眸在直勾勾地看着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钓鱼翁语气有些担忧。死了。陈夏的回答很平淡和简短。场面寂静了一会儿，钓鱼翁皱着眉头，大概过了半晌才缓声道：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去给你拿些滋养神魂的药物来。好，谢谢。陈夏礼貌点头。钓鱼翁没有回应，身影消失在原地，是缩地成寸的神通。陈夏坐在原地，想着刚才钓鱼翁那直勾勾的眼神，心神不由得一跳。如果说这里和小世界的时间比例是1比100的话，钓鱼翁不会盯着他看了1年吧？这个想法一出来，便再也遏制不住。陈夏心里敲响警钟，表面不动声色，依旧淡然地坐着。他等了3个小时，钓鱼翁的身影再次闪烁而出，递过一个古朴盒子，朝他轻笑道：万年份的净坛魂莲，你拿去每半月服用1片花瓣，便可滋补损失的神魂。陈夏双手接过，朝古朴盒子中央的透明水晶里打量而去，里边是一株花蕊雪白、
花瓣黝黑的莲花还散发着莹莹色彩，飘飘欲仙。钓鱼翁双手负后，轻声说道：“既然下沉诸天这条路子不适合你，那就换种修行方式吧。你可以再去剑海里断剑，或者练一练厮杀之法。”好好好，陈夏点头，心里肯定不打算去的。下沉诸天的好处也不大，太渺小的天地没什么机缘，大界面又不如直接在大诸天里修行，所以你无需气馁。陈夏叹了一口气，表情像是有些悲痛，沉默半晌，才悠悠点头道：“我尽量。”瞧着是被打击的不轻，他演得很不错。于是钓鱼翁又多劝了一句：“渺小界面本就容易中道崩殂，你能用的力量太少，本地人太强，失败一次不算什么，千万不要影响了心态。”陈夏低着脑袋，神情昏暗不清，左手死死抓着衣袖，瓮声瓮气的点头一声：“钓鱼翁见他这个样子，也没多劝什么了，摇了摇头，闪身离去。陈夏低下的头颅中，眸子闪烁，心神狂跳。钓鱼翁骗了他。最开始见面的时候，钓鱼翁声称将他从时间长河里打捞而起，且揍过时间老祖。但现在钓鱼翁的言语之间，又没发现陈夏在时间上的手段，真以为陈夏的神念死在了渺小世界里。若钓鱼翁真在时间上有庞大的造诣，那么不可能没发现陈夏的神念在时间上留下的手段。这两者相互矛盾，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钓鱼翁根本没有揍过时间老祖，也不是从时间长河里将陈夏捞起，所以他不知道陈夏在时间上动的手段。第二是钓鱼翁知道陈夏在时间里动的手脚，但是并不直说，想要将计就计，忽悠陈夏。陈夏希望是第一个可能性，这样至少能说明钓鱼翁的实力并不算强劲。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陈夏的危机就更大了。他和钓鱼翁现在就是在互相忽悠，看最后到底谁能把谁忽悠瘸。毫无疑问，陈夏是弱势方，他能动用的力量实在有限。钓鱼翁有能直接撕破脸皮的能力，但陈夏不能掀桌子不玩，他还需要好好扮演自己现在的角色。陈夏思索间，又瞥了一眼桌上的木盒，其中的净坛魂莲在闪烁，绽放着幽艳的色彩。陈夏是不打算吃这个魂莲的，他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拐卖小孩的例子可多得很，他可不想被钓鱼翁给卖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了解苍天剑海，了解到其中的秘辛，以及钓鱼翁骗他的原因。陈夏双手负后，理了理衣衫，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将神情垮了垮，带着一些悲伤，然后慢悠悠地走了出去。苍天剑海分为两个部分，苍天与剑海，其中横戈的飞剑就是修士居住的地方。陈夏住的地方是预备弟子屋舍，位于飞剑上段的边缘处，算是最偏僻的地方了。这里大概入住了100多位预备弟子，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屋舍洞府，各自修炼。若不相约的话，平日还是比较难见面的。陈夏一个人独行，走在剑纹做成的道路上，静心思索。弟子屋舍外，像剑柄走是一片剑林，据说里边的剑灵都是大成境界，所以不建议搬山境以下进入。像剑间走是宗门的天书楼，据说是存着各种不出世的功法秘籍，甚至有地法存在。这是其他预备弟子谈论时说出的话语，陈夏偶尔间听到了，他也没当真。陈夏选择朝着剑柄处走去，临近了那处剑林，入口处是一个破旧宽广的青铜大门，其上印有许多花纹，不过如今都已斑驳，瞧不明白。他就看了2眼，然后转身打道回府了。整个过程表现得无精打采，似乎是受了什么重创，出来散散心一样。陈夏坐在了自己的洞府之下，盘腿坐在蒲团之上，看似正在假寐修行。听说你出去散步了？一道关怀的声音突兀响起。陈夏身躯一颤，像是被吓了一跳，赶忙睁眼，看见钓鱼翁后，才平静神情，带着悲伤缓缓点头道：“整个过程台词只有1句，但表情动作可谓是丰富的很。钓鱼翁双手负后，苍老的脸上出现了和蔼的微笑，劝慰道：“世事无常，你不用太过伤心。渺小界面确实对你这种外来者确实不太友善，就算被其他人击杀了，也不要怀疑自己。你的天赋绝对是大帝级别，千万别毁了道心。”陈夏低着脑袋，咬着牙，双手抓着衣襟，没有说话。钓鱼翁又担忧问道一声：“没有影响到道心吧？”“可能，应该是影响到了。”陈夏小声回复，言语之间皆是不自信。“唉。”钓鱼翁无奈地回道：“那你就好好的休息调养一下吧，我再帮你想想办法。若是道心不满，500年后的入门大选，你也可以先不参与。”陈夏抿着嘴角，言语之间满是不自信：“我可能要调养久一点。”“这个没事，道心出现瑕疵是需要几百年时间来恢复的，你不用着急，以你的资质，宗门会给你时间的。你预计要多久时间？我向掌教那里上报一声，还可以为你讨份神药。”陈夏瓮声瓮气的小声念道：“先来个1万年吧。”钓鱼翁眼瞳瞪大：“你他妈是准备养老呢？”
1万年太长，几百年差不多，再继续修养下去也没什么好处。钓鱼翁加重了一些语气。陈夏见钓鱼翁语气不对，便低着脑袋，瓮声瓮气的回道：“反正他就装作一副道心受损的样子，有事别找他。”实际上，陈夏根本没有道心，他又不需要什么道心去修行，加点就完事了。老子辛辛苦苦加个几十万年的点数，难不成还打不过那些只修仙几万年的大帝吗？天道酬勤，几十万年的积累，岂是几万年能够碰瓷的？且修行路上，战力如何都是次要，比的先是一个命长。先随便活个2万年，再来和陈夏叫板吧。钓鱼翁之后又关怀了几句，都是些没有营养的话语。临走之时，突然说道：“剑尖方向的天阁，你可以去一下。预备弟子有挑选一样导海境神通秘法的资格，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我们先卖对于境界的具体划分，你感兴趣的话，也能去天阁里查阅了解；不感兴趣就算了，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只要你自己能够变强就好了。”好。陈夏点头，仍然低着脑袋，瞧着无精打采。钓鱼翁瞥了他一眼，不再停留，闪烁消失。洞府里安静了下来。陈夏看着地面，想着之后的打算。钓鱼翁答应给他几百年的时间，这对陈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他在小天地里以400多年的时间成就元婴，这是他的表面实力，而他暗地里真正的战力则是399的力量，约等于元婴巅峰的实力。他现在就是一人挤2个元婴战力在身，还有真龙气与时间大道的神通，不说同境无敌，至少半无敌吧。但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讲，显然还是不够用，他需要更多的力量。陈夏想了下识停的法子，答案是根本行不通，因为他不能识停整个大诸天，下沉诸天也不行，因为他的上一个神念还没回来，要是再分裂神念的话，陈夏就掌控不住了。分出一份神念去小世界里苟着，已是他的极限，这也算他的底牌之一。陈夏感叹一声，觉得加点之路真是任重而道远呀。如果他真的能活到几百万年，到时候应该已经无敌了吧。陈夏懒散地站起身，打算去剑尖处的天阁看看，找一找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功法。路途不算远，不过陈夏走得很慢，晃悠在剑文打造的道路之上。路旁有其他预备弟子，都是外界来的精英存在，其中更是有些远古种、6星的小魔神、天生神童的远古妖物等。陈夏没和他们打过招呼，更没有交集，只是偶尔碰见一下而已。但这些远古种知道陈夏是苍天剑海预备弟子中的第3个大地苗子。大地很少，大地苗子很多，这句话是沧海剑宗长老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语。但大地苗子真的很多吗？如今的100多位预备弟子之中，打底的天赋都是远古种，甚至还有至尊种和神话种。但大地苗子只有3人，其一是拥有魔尊道骨的外族圣子，据说其前来苍天剑海里修行，只是为了苍天剑海的地法。其二是苍天剑海里避开2个大事，如今才出世的绝代天骄，号称一双神眸洞察3000大道，外附仙体同境无敌。其三就是陈夏，没什么特殊的，据说气运很好。2个远古种眼神不断地打量着陈夏，想要看出些什么不同寻常来，但好像真的没有。如今的预备弟子以2位大地苗子为首，分成了2个阵营，其中暗流涌动，甚至已经和圣人境界的太上长老搭上了线，只等着500年后的入门大选展开真正的争夺，震烁古今，在接下来的大事开启之前，得到苍天剑海的剑子之位。这2位大地苗子都想得到这个位置，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要在接下来的鼎盛大事之中争一争至高无上的地路。而作为第3位大地苗子的陈夏，尽管什么事情都没做，却也已经被另外2位盯上了。陈夏自己是不争不抢，可其他人要争抢啊。他身处在了这个棋盘之中，且处于重位，就注定了要被关照。好在现在没什么事，陈夏慢悠悠地到达了天阁之下，抬头看去，1000丈的阁楼高悬，如一柄巨剑插入，磅礴大气。守门的是一个宽大的黑袍，完全瞧不出里边的人影，只当是一个黑袍在动。陈夏走近，礼貌地问了问：“我能进去吗？”黑袍飘摇，其下传出悠然声音：“陈夏，预备弟子可挑选道海境神通秘法一样，允许进入前3层。”陈夏点头，抬脚刚想走进去，忽地停住，朝着黑袍问道：“能推荐些功法吗？例如燃烧寿元、提升战力之类的。寿元不重要，主要是想提升一下。”黑袍安静了片刻，估计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奇怪的要求，隔了片刻才回复道：“天阁之中有书灵，你进去询问书灵便可。”好好好。陈夏点头，不再停留，快步走入天阁之中。他刚一落步，便已经到达了第3层，周围没有书架，更没有书籍，只有一团团7色的光晕。光晕之中有纯白的小人飞出，漂浮在空中，神情平淡，朝着陈夏问道：“你要哪类的神通秘法？说一个大概范围，我能够帮你寻找。”燃烧寿元一类的。陈夏回复，有些期待。
舒灵伸手在光晕中一晃，几张古朴的毛皮纸张便浮现在了他的面前，同时说道：“燃烧寿元的神通秘法收录的不多，达到搬山境的更是只有一种，算是远古秘法。你要吗？具体有什么用？”陈夏好奇询问。舒灵将手一挥，最中间的古朴毛皮纸张漂浮而出，落于陈夏头顶，同时道：“你自己看吧。”陈夏抬头，众多文字疯狂涌入他的脑海，讲述着这道神通的作用。燃血灭魂法，要杀他人，先杀自己。我斩100年寿元，换你80年寿命。少年杀青年，青年杀中年，中年杀老年。搏命！陈夏眸子亮起，这燃血灭魂法真是太对了。少年杀青年，青年杀中年，中年杀老年，这不刚好对应他的状态吗？其中的100年寿元换他人80年，更是听着陈夏心动不已。虽然瞧着是亏本的，但陈夏做的是无本买卖啊！别说100年换80年了，1000年换80年都没事，尽管换，突出的就是一个命长。陈夏继续看着介绍，欣喜的神情忽然骤起。这燃血灭魂法是远古未完成法，至于未完成的原因也很简单，创造者把自己给换死了，可歌可泣了，属于是。所以这个术法目前做不到以100年换80年，只能是100年换20年，且还不能换老头的寿命。文中的解释更是简单，诸天大道不允许，也就是说，这个燃血灭魂法杀不了人，只能杀自己。这就像你和人打架，商量好了一人一下，瞧着可能不是很公平，但也不算离谱。然后你捅了那人的手臂一刀，等着也要挨一刀的时候，对面突然从胯下掏出了枪。对其他修士来讲，这燃血灭魂法真是连鸡肋都算不上，纯纯的自杀法门。好在陈夏不算一般修士，他是无本买卖，就算是以100年寿命换20年，对他也是赚的。但眼下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个限制，这燃血灭魂法有冷却时间，换过一次之后得过5年才能再换。这已经不能用鸡肋形容了，这他妈就是鸡屎。神通之中给了大概的理由，修行之人都算在天地气运里边，是天地运行之中的一环，越强大的存在占的地位就越大。瞧着100年换20年很不公平，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你要是换个角度去想，若是以元婴修士的100年寿元换大地级存在的20年寿命，是不是就牛逼爆了？若是找1万个元婴修士都练这燃血灭魂法，岂不是直接能换死2、3个大地存在？到时候大家也别修行了，就比哪家的人更多。突出的就是一个团结，就是力量。但是天地意志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出现了这2种限制：一，不能换老头的寿命；二，有5年的冷却时间。这2点限制彻底封死了燃血灭魂法的换命强度，以至于对于普通修士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甚至于创造者都已经把自己换命换死了，只留了这么一个半成法门在世上。陈夏也很是纠结，朝着舒灵问道：“能看看其他几种消耗寿元的术法吗？”舒灵点头，随意的伸手一招，便是几种术法飘荡在了陈夏的头上，依次传递。过程很快，没过多久，陈夏便完全了解，当下更皱眉头了。其他燃烧寿命的术法都不算出彩，中规中矩，都是靠着牺牲寿元增加战力，但增加的都不多，最多只有一半，连翻倍都达不到，且使用时对身体还有后遗症，会连带着燃烧气血，不可取，相当的不可取。若是只燃烧寿命还好，毕竟陈夏做的是无本的买卖，消耗个几百上千年寿元都无所谓，只要能有效果就行了。但还要燃烧气血就不行了，这就像你去河里抓螃蟹，抓住了就能卖，稳赚不赔的事情，然后伸手掏螃蟹的时候被旁边路过的蛇给咬了，这格外的成本有点太大了。陈夏实在不愿意，思来想去之下，他还是决定选取燃血灭魂法。就算现在不能把人直接换死，他还可以继续升级功法嘛。只要后面将燃血灭魂法完成了，就算是用1000年换500年，陈夏都是赚大了。陈夏领了功法，慢慢悠悠的回了自己洞府了。他已经想好了要先换谁的命了。就是你！剑尖远端，钓鱼翁已经得到了消息，眉头微皱，神情有些惊疑。燃烧寿元的神通，他怎么会选这种术法？这对修士来讲可不算好事啊，难不成？旗下汇报的黑袍摇了摇空荡的兜帽，根据舒灵所说，他选择了还未完成的远古神通燃血灭魂法。钓鱼翁眉头越皱越深，双手负后，有些微微捏紧。他身为苍天剑海里身居高位的存在，自然是了解燃血灭魂法这种奇异的神通，更是知道这是以命换命的神通，还存在诸多限制，其创造者更是奇葩的把自己给换命换死了。这神通简直是废物一般的存在，留在天阁之中就是当个库存。没想到还真有人选，且还是陈夏。你回去吧，这件事情不要外传，要是有人打听的话，
就说他随便选了一个大道心法。钓鱼翁沉吟道：“好。”黑袍点了一下空荡兜帽，身影一晃，消失在了大殿之中。钓鱼翁神色越见沉重，不停踱步，心中不断猜测：难不成臣下的道心真的出现了极大的破损，以至于如今选择走上这种弯路？可不至于啊，他不就是在小世界里损失了一抹神念而已吗？远不至于这般想不开吧？他可是大地苗子，前途无量，不说成大帝，只要成了圣人，就能强行下界，直接轰杀那一界。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么一件小事，道心就出现如此大的损伤，以至于走上弯路呢？不应该，实在不应该。钓鱼翁神情严肃，眉头紧凝，担忧之意溢出。天下的大地苗子很多，但是像臣下这种纯粹的人族不多。其他的大地苗子崛不崛起都随便，但臣下一定要在之后的大事中崛起，不能成大帝，但至少得是准圣。准圣之前不能出现任何意外。钓鱼翁双眸之中闪动光芒，他决定带上一些异宝，再去好好劝慰一下自己这个来之不易的好弟子。而他的好弟子正坐在洞府里，开始研究燃血灭魂法。这门神通很简单，通俗易懂，就算是金丹都能使用，就看你愿不愿意用了。堪称是自杀一绝。臣下唏嘘一声，还好自己做的是无本生意。他神念运动，心中像是突兀出现了一把刀，横割在了一条绵长时间河流之上。这是钓鱼翁的寿命长度，瞧着是1000丈之长的时间河流。新刀成天意，强势斩下半米河流，算是消去20年。神不知鬼不觉，接下来轮到斩臣下自己了。新刀更换了场景，于是就出现了一片浩瀚无垠的时间大海。